玄真观。你真的要走？嗯。金宝，你回京去享受荣华富贵，徒留我在这山中孤独寂寞，你的心不会痛吗？想要什么？直说。师傅让我3日内画出5雷符，你知道的，我画的符连阎王见了都得摇头。那给你。萧凛接过来看了看，这丫头倒是准备周全。你就这么抛下我走了？我是真舍不得你啊！想我一个小郡王，陪你到这山里清修，没有酒喝，没有肉吃，更没有美人，可怜可叹啊！你再装，昨天趁师傅打坐，你偷喝的是马尿，每天在山里摸鱼猎鸟，吃的不是肉啊！想当初你屁大点儿，我抛开京城里金尊玉贵的生活，陪你在这山上一住就是8年。为了照顾你，我从一个翩翩少年郎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你生病的时候，是我几天几夜没合眼。啊，停，说重点啊！我想要你的乾坤袋。啊，你不要太贪心啊！乾坤袋里都是捉鬼除祟的宝物，他拿这些去师傅面前，可以直接毕业了。果然，你一朝认亲，心里就没我这个哥哥了。唉。萧凛长叹一口气，像是感慨石锦的无情无义。唐石锦叹了口气，哎呀，都给你啊，我可以走了吧？萧凛勾起嘴角，目光紧紧地盯着他手上的戒指。这个绝对不行，这魂戒对他至关重要。瞧你的小鸡样，赶紧走吧，我就不送你了。他知道那戒指对他很重要，从不离身，咱见好就收。唐世锦转身朝山下走去。你永远是我哥哥。他不知道萧凛有没有听见，正如萧凛收敛了笑意，即便你成了唐家女，你也永远是我妹妹。他掐指一算，不知你可有算到，你将来会有飞来横祸。小锦宝那么厉害，应是算到的吧。下山的途中，唐世锦习惯性地摸着左手食指上的魂戒，他确实缺了一魄。人都有3魂7魄，他却止于6魄。想起师父说的，这魂戒里蕴含的力量，再加上他自身的道法修为，足以保他在25岁之前性命无虞。但若不补齐缺失的一魄，他还是会早死，所以他才答应了和唐家人回去。师父说魂戒会指引他找到丢失的魂魄。想着想着，唐世锦突然感受到了一丝邪气波动。不对呀，他早上算了一卦，今日运势还不错，会遇到贵人的，怎会是横祸？首领，是个道姑。一并杀了。几位，我并没有要打扰你们，你们也别挡我的路，可好？他说完，不经意间抬眸看向被杀手包围的一主一仆。瞧，就说他的卦象从不会出错，贵人这不是来了吗？看见我们的人都得死。哼，几个傀儡而已，口气倒是大。贵人，我帮你解决掉这些傀儡，你把你手上的戒指送给我，好不好？只见他抬了抬手，身边的侍卫快如闪电，眨眼间便抹了几个黑衣人的脖子。还没死哦。杀了他，回去一样给你赏钱。杀！定！没人告诉过你们，看起来越是好欺负的人，越是不好欺负吗？你们的目标不是他吗？杀我做什么？哼，不说话，你们也想像这些傀儡一样4分5裂？3人惊恐，今天怕是碰到了硬茬了。他们也只是拿钱办事儿，早知道这小道姑这么厉害，他就不接这笔生意了。修道之人本不宜杀戮，但你们杀我在先是为因，败于我手是为果。
这便是因果。所以到了下面也别怨我，明白吗？他们只听见了一个响指声，灵魂就像是坠入了无尽的深渊。你是道观的人，归虚道长的徒弟。听闻你深得归虚道长的真传。不，我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的道法超过了师父。想要戒指，嫁给我，戒指就是你的。啥？他只是想要破戒，他却想要他跳火坑。施主，我乃出家人，此生与婚嫁无缘。施主不如换个条件，我这里有很多符，驱邪挡灾，护身平安，风水布局皆可。据我所知，归虚道长的门下并没有要求弟子断绝红尘。师父说，破戒在谁手上，谁就可能是夺他魂魄的仇人，可手刃之，再拿回破戒。再说，破戒中有封印，他感应不到魂魄，也不确定是否真的有。反正你也活不长，虽然你是帝王相，但你命格被邪气侵蚀，导致你煞气缠身。我不着急，拜拜了您嘞。大不了等他死了，他再去取破戒。眨眼间，那一抹纤细的身影便消失不见。他手上那是魂戒。主子，咱还去道观吗？刚刚主子求亲，那是被拒绝了吗？不必。他想找的人已经找到了。唐时锦用了瞬移符，到了山下，瞧见山脚下停着一辆马车。小景，你是小景吧？我是你大姐姐，我来接你回家。我以为来的会是唐家少爷呢。啊，他们有事绊住了手脚，你莫要往心里去。大姐姐来接你也是一样的。实则是突然多出个妹妹，家中几位少爷一时难以接受，便都推辞着不肯来。大姐，你对我释放出一点善意来接我，这是因。等我报答你，便了却了因果。其他人我并未在意。唐令仪知道这位妹妹自小便被送到道观长大，说话沾染了一些神神叨叨的习气，也能理解，但她语气太过凉薄。你二哥四弟实在是忙，5弟6弟又在学堂脱不开身，马上就要入围参加科考了，爹娘不好叫他们分心。我来接你，我们一路上还有个伴儿，多好呀。大姐你在筹备新婚，不应该更忙吗？你怎么知道？哦，看面相看出来的。她面若桃花，红鸾星动，一看就是好事将近，但她面相粉中带黑，却并非良缘。婚事由阿娘帮我筹备，哪里需要我做什么？我在家也是闲着，来接你也是帮爹娘分担点事。大姐，你被绿了。什么被绿？啊，你丈夫，不，准确的说是你的未婚夫背叛了你，这桩婚事不宜结。这也是你看面相看出来的？三小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小姐呢？小姐是你大姐姐，好心来接你，你不说感谢，怎么也该对小姐客客气气的才是。小姐马上就要成亲了，你怎么能当着小姐的面说她婚事不好呢？果然是养在外头的，一点规矩都不懂。小姐舟车劳顿来接她，又在山下等了她2个时辰，她就这个态度对小姐？半夏，不得胡说。半夏嘟囔的不再说话了。小景，这丫头也是个心直口快的，你别放在心上。若不是认亲，他们见着三妹妹，按理还得给三妹妹行礼。唐时锦摇摇头，见她真的不介意，唐令仪这才松了口气。眼下时辰已晚，天黑前是赶不回京城的。今夜我们怕是要寻个客栈落脚。大姐，普陀山方圆30里之内没有客栈。难道要在荒郊野外过一晚吗？这次随行也就带了几个随身护卫，深山老林的，万一遇到危险可怎么好？那大姐，
拿好这符箓，不必惊慌。唐令仪没懂，下一秒，小姐有什么？唐时锦掀开马车帘子。送葬队伍罢了，贴身佩戴这张符，不会有事的。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我们只是路过而已。偏就在这时出了意外，啪嗒一声，抬棺绳子断裂，眼见棺材就要落在地上。就在抬棺众人惊慌失措时，忽感失重的棺材被人稳住了平衡，众人惊讶，这小道姑力气居然这么大。愣着干什么？赶紧过来抬着呀！等着我给你们送上山嘛。队伍里的几个小伙子反应过来，连忙上来合力抬棺。唐时锦腾出手来，手里的神力符化为灰烬，咚的一声，棺材砸到了地上，咚咚，棺盖抖了2下。怎么回事？诈尸了吗？这怎么办？天一道长可是说了，棺材下葬前不能落地，否则这就是大凶之兆啊！一缕黑气突然往唐令仪的马车窜去，黑气还没碰到马车就被符箓打散。我的人也敢动，你是想魂飞魄散吗？棺材里的黑气似乎发出了一声呜咽，似怨似哭。你是谁呀？不会是你冲撞了我爹吧？天一道长说了，我爹上山的路上不能见生人，定是你冲撞了我爹。哦，你爹怎么死的？我爹上了年纪，自然是寿终正寝。咔嚓，孝子声音落下，棺材盖裂开了一条缝。唐时锦敲了敲棺盖，要真是寿终正寝，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怨气。里面的人想要你们给他陪葬呢。孝子脸色清白，抱着牌位的手不停地颤抖，他眼珠子转了转，扑通一声朝唐时锦跪了下去。大师，是小人眼拙，没看出您道法高深，您能不能帮我把我爹安抚下，送我爹下葬？您放心，酬劳肯定少不了您的。你爹怨气未散，这棺材你们是抬不起来的。棺材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别说抬棺了，现在这些人连靠近都不敢靠，迟了可就影响下葬的时辰了。天一道长说了，得有时一刻准时下葬，这老东西才能保佑他大富大贵。大师，只要你帮我把我爹送到下葬之地，要多少银子您说就是。我虽然也赚死人钱，但我不赚黑心钱。唐时锦说着，随手一推，厚重的棺盖便被他轻而易举地推开。唐时锦扫一眼，怨气太重，今日若不化解死者怨气，恐怕这些人都得死。想要活命，就老实交代你爹的死因，并诚心悔过，求得谅解，否则你们一个都回不去。我爹就是寿终正寝亡故的，生老病死都算是寿终正寝，我爹是病死的，他怎么可能会有什么怨气？说不定就是你这道姑故意吓唬我们的。你爹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七窍流血，是砒霜吧？他怎么知道？你面相成一个尖字，尖嘴猴腮，一看就是贪财好色、阴险狡诈之人，是为了家产和女人吧？老东西限制他的花销，自己却一个接一个的小妾纳进府，他气不过，便按照老东西给他灌下了砒霜。你毒死了你爹，你爹这是要找你索命呢。竟是他毒死了朱老爷，当真是丧尽天良。不可能！他一把举起牌位，啪的一声砸碎。他就是病死的，你这道姑还想装神弄鬼吓唬本公子？我告诉你，我不怕，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鬼，真要是有鬼，你让这老东西起来找我呀！呸！死了都不安分的老东西，亏我还给你选了个风水宝地，挑选良辰吉时，你就是这么对我的？我倒是要看看你这死鬼有什么可怕的。朱大福骂骂咧咧地冲上来，似乎是想将棺材盖一把推翻，可不等他抬脚，
棺材里溢出的一缕黑气便缠绕在他脖子上。朱大福感觉有一股力量要将他拖进棺材里，他顿时瞪大了眼珠子，一手捂着脖子，一手伸向唐时锦求救。救我！若他诚心悔过，好好给他爹磕几个头忏悔，或许他爹还能放过他，但现在不可能了。在旁人看来，朱大福就是自己掐着自己的脖子，然后往棺材里栽去，那画面诡异极了。唉，自作孽不可活。1刻钟后，林中的大雾退去，众人抬头，时辰正好是酉时1刻。唐时锦挥手往棺材上贴了一道符，你们拿了朱府的银子，便要将他们送至下葬，便是了结了这桩因果。去吧。大师，他们应该不会再诈尸了吧？放心啊，不会了。后面的路你们走得会很平稳。所谓冤有头债有主，朱老爷没有要抬棺人的命，倒也算讲理。父子同棺也是少有。唐时锦回到马车上，瞧了眼抱成一团的主仆俩，笑了笑。没事了，可以走了。三小姐，是奴婢有眼不识泰山。三小姐道法这么厉害，可千万不要怪罪奴婢啊。小姐，你真的会？我还会抓鬼画符、驱邪镇煞呢。大姐以后要是见鬼了，可以来找我。不，他不想见。他本是不信鬼神之说的，但今日的事着实有些玄乎。出了密林，视野便开阔起来，但天色也黑了下来。小姐，我们要赶夜路吗？前面不远有个荒废的驿站，我们先去那里对付一晚，天亮再出发。他可不想走夜路，倒不是怕撞鬼，而是怕累。熬夜对皮肤不好，他得找个地方美美的睡一觉。在唐时锦的指路下，马车很快就到了驿站外。望着荒无人烟的地方，唐令仪和半夏对视一眼。三小姐，这里面会不会有鬼？放心吧，有我在呢，没有哪个不长眼的鬼敢靠近这里。也就是说，有那个了。驿站里没有，外面嘛，不保证有没有。唐令仪主仆俩立马挨得更近了，手里紧紧攥着唐时锦给的符箓。小姐，这里只有这个，委屈小姐了。小姐能睡得习惯，我也能。转头就看到唐时锦往稻草上铺了一层被褥，还是带绒毛的。小锦，你这是哪儿来的？包袱里带的。大姐要吗？晚上可能会有点冷。唐令仪看着他的包袱，这里面能装下一床被褥。我用了储藏符，就是再来10床被褥也放得下哦。我能看看吗？唐时锦点头，然后唐令仪就瞪直了双眼。这些符都是小锦从道观里带出来的吗？这是我自创的。唐时锦塞了床被子给他。不是告诉过大姐我会画符吗？大姐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我。不过要收钱呢，亲姐妹明算账。唐令仪语塞了半天，他说错了，厉害的是小锦，不是符。唐时锦刚躺下，布下的阵法忽然有颤动。哪个不长眼的鬼敢打扰我睡觉？微弱的火光照影下，走进来2个身影。唐时锦瞧着有些眼熟，待人走近了，他才看清，这不是白天遇到的贵人吗？萧燕抬眸看了他一眼，小道姑一脸不爽，没听错的话，他刚刚说他是鬼。唐时锦正要说，这俩人怎么阴魂不散？见过19王爷，如此深夜，王爷怎会在此？19王爷难道他就是师父说过的那个19皇叔，先皇最小的儿子，当今皇帝的弟弟？
年纪与皇帝的儿子一般大，却是皇叔。见萧燕一直盯着唐诗锦，这位是我三妹妹，小妹一直养在道观，见到王爷一时有些忘了规矩，王爷勿怪。小锦，快过来见过王爷。唐诗锦上前，目光不自觉地看向他手上的戒指。见过十九王爷。天色晚了，本王路过此地，便来借宿一宿。唐小姐不必拘礼。唐家与庆王府抱错了孩子，此事萧燕亦有所耳闻。多谢王爷。唐令仪微微松了口气，拉着唐诗锦回去休息，刻意远离这位19王爷。唐小姐，不妨再考虑一下本王的提议。王爷只需记住，破戒中封印着一缕金魄，这缕金魄的主神便是王爷的贵人，务必不能将破戒交与他人。考虑什么？见他盯着唐诗锦，不考虑。唐令仪顿时明白自己会错意了。你不想要破戒了？想要，但强扭的瓜不甜，我对王爷没有兴趣。高峰惊呆了，他第一次听人说对王爷不感兴趣的。他可知满京城的贵女哪个不是削尖了脑袋想嫁入王府，他居然如此瞧不起王爷。你没尝过，怎知不甜？他没听错的话，19王爷这是看上小锦了？那尝了不甜，可以不负责吗？自然不可以。小锦，不可胡说。这都是些什么虎狼之词啊！他听了都害臊。王爷勿怪，小锦她并没有轻薄王爷的意思。大姐，我就是这个意思。妹妹太憨，这可怎么办啊？唐姑娘还会算命？当然，看相算命、画符驱邪我都会。不过要收费的哦。那你看我的秘术如何？你呀？命格好的短命鬼。你嘛，是地心之命，本该百鬼不侵的，可你命格被盗，又被人种下煞气。若我没有看错，你享年25岁。同病相怜呐。那不知可有解决之法？有啊。如何解？这是另外的价钱。那你的命格昂贵，我这算泄露天机了，得加钱。普通算命10文钱，你这个得10两银子。萧燕眯起眸子。他这表情是嫌贵吗？小贵而已啊，他堂堂王爷不会这么小气吧？那这是驱邪符，本来要卖1两银子一张的，这2张免费送给你体验一下，以后有需要可以找我。如此，那就多谢唐姑娘了。就这？不给破戒，好歹给钱呐！唐姑娘回京之后，若是遇到麻烦，可以来找本王。不接受画大饼，只接受折现，不给戒指就给钱，别想白嫖我的。本王身上没带银钱，可否先欠着？那他这钱还掏不掏了？你一个王爷，这么穷嗖嗖的。小锦，不可如此对王爷说话。王爷莫见怪，我家妹妹。无妨。萧燕转身自己找个地方休息去了。第二天天一亮，唐诗锦准时醒来，他爬起来打坐。他虽然懒散，但修炼仪式从不怠慢。他低头看着手掌心多了一物，眼神微微诧异，再抬头发现驿站里已经没有小皇叔的身影了。他竟把戒指留给了他，将戒指戴在手指上，2枚戒指顿时出现感应。唐诗锦感觉到即使不用打坐，纯粹的灵气也源源不断地往他体内吸收。他掐了个手势，试探破戒里可否有他的一魄。
果然，戒指里有封印，想要查探，便要先解除这封印。这是血印，需要封印之人的一滴精血方能破解。唐时锦猜测，破戒既然在萧燕手上，想必是要她的精血才能解除血印。此时回城的马车上，主子，破戒对主子至关重要，主子为何？她是个嘴硬心软的小姑娘。你还是我那个不近女色的主子吗？萧燕抚摸着藏着心口处的那道符，只觉得有一股暖流自胸口蔓延至全身。唐时锦。从驿站出发后，唐令仪就在马车上跟唐时锦聊起了这位小皇叔。所以小锦，你切记，不要离王爷太近，大姐怕你出事。没看出来啊，那位王爷还有厌女症呢。唐令仪刚跟他说，曾有女子因仰慕19王爷而想与他亲近，却被19王爷当场扼杀，可谓是血溅3尺。难怪唐令仪昨晚刚好跟他保持着3米以外的距离行礼。哦，我会注意的。赶了一天路，马车终于在傍晚时分抵达了京城。又走了半个时辰，马车才停到了唐家门口。唐时锦从马车上下来，他伸了个懒腰，正要进门。哎，小锦。大姐怎么了？回家后，若是爹娘与你说什么，让你做什么，你莫要大意。大姐的善念我收到了。回去。唐时锦眨眨眼，退回去。吴嬷嬷，小锦刚回来，你别吓着她。大小姐，不是老奴要吓她，实在是侯爷的意思。三小姐自小在道观长大，怕是没学过什么世家规矩，未免以后惹来祸端。侯爷说，恰好借着今日，给三小姐一个警醒，让三小姐走侧门进府，也好记着，以后在家要谨言慎行。小锦乃唐家正经小姐，怎可走侧门？传出去，外人会笑话小锦的。唐时锦把跨进唐家的那只脚撤了回来。你们真的确定要让我走侧门吗？唐家这风气该好好治一治了。这是侯爷的意思。三小姐难道想在回府第一天便忤逆侯爷吗？你双眼不正，口生恶臭，脸大抱腮嘴歪，可见常犯口业，当心祸从口出。你敢咒我？果然是乡野长大的，不懂规矩。你还当你是庆王府的小郡主呢？唐时锦不理他，转头看向唐令仪。刁奴欺主，以下犯上，尊卑不分，这就是唐家的规矩啊。小锦，她是父亲的乳娘。乳娘怎么啦？乳娘就不是奴？吴嬷嬷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平时她都拿自己当半个主子，府里上下谁敢给她脸色瞧？侯爷说了，若三小姐不服管教，便叫我家法伺候。想来三小姐也不想回家第一日便被请去祠堂动家法吧？哼，你唐家老祖宗怕是都不敢这么跟我说话。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侯府的大门既不懂待客之道，留着也是多余。话音落，众人只听见嘎吱一声，朱红色的半扇门砰的一声倒了下去。你做了什么？这门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砸下来？一定是你使了什么歪门邪道的手段。你果然是个灾星。我打了个响指啊。唐时锦笑笑，抬手打了个响指。另外半扇门也轰然倒塌下来，正砸中吴嬷嬷。救救我！唉，我说过的吧，祸从口出，你非不听。唉，他抬脚踩着吴嬷嬷身上的门板进了府。吴嬷嬷两眼一翻白，彻底昏死了过去。下人们见状立马慌了，赶紧喊人来抬门救人，再没人敢拦唐时锦的路了。
小姐，这是你家？你家门风不正，家风不严，怪不得我。好一个家风不严，你一回来就闹得家宅不宁，难怪要送到道观里才能养活。这话是在变相的说他是灾星喽。此人说话虽然不太好听，但却有一身正气，应该是个正直的。其实吧，唐家小姐的身份我是真看不上，也没想跟谁争什么，所以唐公子大可不必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他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想到正厅里的客人，今日家中待客，一会儿你不要乱说话。警告了他一句，唐玉妍眼神复杂的看了他一眼，便转身走了。小姐，你二哥就是这么个直性子，他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大姐，你别伤心才是。他没头没脑的一句，唐令仪没懂。此事是我宋家对不住唐家，若是侯爷与夫人实在无法接受这桩婚事，便就此作罢吧。正要进正厅的唐令仪怔住。宋青书，你好生过分，竟要如此委屈我的女儿。我女儿并无哪一点对不起你们宋家，你们凭什么这么对她？你们宋家哪儿都死绝了吗？一个远房表妹的子嗣，为什么要记在你的名下？还要让我女儿没嫁过去便要做人后母，你们将我女儿置于何地？唐令仪陡然红了眼眶，突然想起小锦说的，她的未婚夫背叛了她，这桩婚事不宜结。夫人息怒，宋某惭愧，但是我家祖母说了，表妹可怜，孤身一人来投奔我们家，要养个孩子不容易。表妹家未曾落魄之前，与我家有恩，这恩情不能不报，还请夫人体恤。宋某也说了，若令仪实在不能接受，我也可以选择退婚。唐诗锦扫一眼，不过人模狗样罢了。唐令仪紧紧攥着手里的帕子，你方才那话是什么意思？我有一个表妹，出生凄苦，她孤苦伶仃一人，带着个孩子不容易，所以祖母想将孩子记在你我名下，以后就当是我们的孩子来养着。若是你能够答应的话，你便是他的嫡母；若是你不能答应的话，那我们的婚事恐怕……唐令仪一心期盼着嫁给他，对他死心塌地。唐诗锦姐妹俩一进正厅，卫士便抛开宋青书，立即迎了上来。你是小锦对吗？我是你娘，阿娘没能亲自去接你，你别怪阿娘。夫人忙碌，我并不介意。叫阿娘。阿娘。他看出来了，这卫士虽性子强势，但心底是好的，一个人的眼睛是骗不了人的。乖，你先等等阿娘，等阿娘先解决了这些阿杂事，再替你惩治那些刁奴。小锦还没回来，府里这些个闲言碎语就传开了，真当他是死的。宋青书眸子里闪过一丝不愉，唐诗锦眸光微闪，心中划过一阵暖流。令仪，宋青书让你养外来子，你怎么说？唐令仪抿唇，看向宋青书，不知该怎么回答。卫士皱眉，他自小便教他的孩子遇事要有主见。他女儿与宋青书的婚期将近，宋青书这个时候过来说这事儿，便是在羞辱他女儿。还没成亲就做人后娘，哪家千金能受得了这委屈？听过无中生有，没想到还有无中生表妹的。明明是你自己的私生子，凭什么强迫我大姐认下？宋公子玩得好一手的道德绑架呀！你是？好一个清丽脱俗的小姑娘。你面若春风，女人缘极好，且不只有过一个孩子，一子夭折，一子如今养在身边，黑心又滥情，配不上我家大姐。宋青书的脸都绿了。唐诗锦，你胡说什么？宋兄可是陛下钦点的状元郎。谁人不夸宋青书一句谦谦公子，文采斐然？这样的人实乃大姐的良配才是。你闭嘴！
谁才是你妹妹？竟胳膊肘往外拐，向着外人说话。小姐，你说的是真的吗？他要令仪认下的是他的私生子啊！唐令仪亦是不敢置信，他一直以为宋青书是个正人君子，是他看走眼了吗？我算过，是他亲生的。算？怎么算啊？像那些江湖术士一样，2根手指头一掐，胡话张口就来吗？看你这一身打扮，莫不是以此行骗为生吗？侯爷跟夫人可要好好认亲人，莫要认错了女儿，给侯府惹祸。他对我胡言乱语，看在侯爷的面子上，我尚且能够不计较，换了旁人，可未必会如此大度的。你第一个孩子是你抢了你身边的丫鬟生的，但你家长辈又瞧不上人家，所以就把人给打死了。那孩子也被你们捂死了，对吗？宋青书脚下一个踉跄，往后跌了2步，险些没站稳。唐时锦掐指一算，你们还真是够狠的，连尸体都被你们扔去了乱葬岗喂豺狼。他是如何知道的？这事儿他做得极为隐秘，就连帮他运尸体去乱葬岗的小厮他都灭口了。侯爷，你就让他如此血口喷人吗？宋青书压下心里的惊恐，脸色扭曲地看向镇南侯。够了，既然回来了，就要安分守己，这里没你说话的地儿，还不退下？这亲爹似乎不怎么喜欢他。卫士攥紧了拳头，似乎正要反驳。母亲，三妹妹确实不适合在这里听长辈的是非，何况她还口不择言，要不就先让她回房休息去吧。闭嘴吧你！唐玉妍发现他竟开不了口，说不了话了。唐孝明想要怒斥，然则2片唇瓣像是粘在了一起，张不了嘴。逆女，你对为父做了什么？没什么，2张禁言符而已。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安静地说事了。这位宋公子，你言小纯薄，乃薄情之相。宋公子应该视女人为玩物吧？胡说八道！如今你想将私生子养在我大姐名下，充作嫡子，应该是你已经遭了报应，往后与子嗣无缘了，对吗？宋青书不淡定了。半个月前，他随太子去京郊狩猎，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伤及隐私之处。宋家觉得丢人，便瞒着没往外说，连给他看诊的大夫都是花了重金封口的。你，这便是唐家的教养吗？哦，唐家并未教养过我。哎呀，你的报应还不止如此呢。我观你印堂发黑，赤脉贯瞳，一看手里就过过人命，而且还干了不少黑心事，死气已经爬上你的眉梢，你很快就会有牢狱之灾。你的下场会像那对母子一样，被人扔到乱葬岗喂老鼠。小锦没在他身边长大，这些年在道观定是吃了不少苦，若是能养在他身边，他定是会好生教养着，让他跟令仪一样千娇万宠地养出来。看来他不是神棍，是脑子有问题。不过又想到他从小被扔在道观长大，不免可怜。唐玉妍看他的眼神，不自觉多了一丝心疼。混账东西，听听他说的都是些什么？万万没想到，认回来的是个坑蒙拐骗的，他的脸都要被他丢尽了。大胆道姑，你敢公然污蔑朝廷命官，本官若是不给你一个教训，你便不知何为法纪。堂兄，你让开，你这妹妹实在是太过于放肆了，若是不给她一个教训的话，再往后怕是会给你唐家惹来祸事。我承认她是口不择言了些，但她是我妹妹，还轮不到外人教训。他诧异地回头看了看唐时锦，时锦对他微微一笑。宋兄若心怀坦荡，何必如此气急败坏，反倒让人觉得你心虚。莫不是小锦说的都是真的？宋青书的反应反而让人觉得他心里有鬼。我并非心虚，
既不心虚，你可敢将你的孩子抱过来当面对质？自然是不能对质。若被验出是他的私生子，未成婚便要唐令仪认作嫡子，恐怕他会被人戳脊梁骨。若是因此影响到他的官声和前途，更是得不偿失。小姐，宋公子是出了名的为人清正，你怎可如此揣摩他？即便你在道观待过，也不该将子虚乌有的那套带到家里来才是。爹娘向来是不信鬼神的，而且宋公子毕竟是大姐姐的未婚夫婿啊，你这般说他，置大姐姐于何地啊？你是谁啊？这人好像与他有点因果。魏氏皱眉，面色有些不悦。唐娇娇看了看不说话的镇南侯，抿着唇，瞧着像是受了委屈。她是唐娇娇家里的三小姐，便是与你报错的那位。哦，我们的事稍后再说。我劝你最好保持安静，不然我多的是办法让你闭嘴。他低下头，瞧着更委屈了。令仪，此事确实是我思虑不周了，唐突了你，也委屈了你，认嫡子一事便罢了。我们婚期将至，莫要因为旁的事情不开心。待大婚那日，我亲自过来迎你。他摇着头，微微后退了一步。私生子一事若是查验不清楚，我看这桩婚事还是作罢吧。夫人，有道是宁拆10座庙，不毁一桩婚，何况还是您女儿的婚事啊！私生子一事纯属胡扯，这种莫须有的事情，您难道也信啊？宋青书说着，阴冷地瞥了眼唐诗锦。再说了，令仪年岁也不小了，若您不让她成婚，岂不是要误了她的终身吗？唐诗锦嘴角抽搐，唐令仪18岁，花儿一样的年纪呀，古人的年龄观真可怕。若你人品不端，是个不堪托付的，我的令仪即便是一辈子不嫁，我也养得起她。唐诗锦竖起大拇指，他有点喜欢这个霸气的阿娘了。镇南侯府几时轮到一个妇道人家做主了？他还没死呢。爹，你怎么了？他察觉到镇南侯不对劲儿，猜测可能与唐诗锦有关。唐玉妍想说什么，终究是没开口。或许小锦真的有些玄妙的本事。令仪，此事是我一时糊涂，你不想养别人的孩子，那孩子我便让我祖母记在我二哥名下就是。我们这么多年相知的情谊，难道说还比不过你这个妹妹莫须有的胡言乱语吗？纵然他咬死不承认唐诗锦说出的那些事实，但心里已经不像来时那般有底气了。至于唐令仪，等到了宋家，有的是法子冷落他。大家都看向唐令仪，似乎是在等他下决断，毕竟关乎他的终身大事。宋公子啊，你瞧，你背后有人呢。一股阴冷的风从他背后吹来，宋青书只觉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他脖颈僵硬的微微回头。不，鬼，有鬼！宋青书吓得一个脚软，差点没跪了。大家怪异的朝他看过去，他身后空空如也。宁香啊，原来他叫宁香啊，他带着孩子来找你了。宋公子，你怎么不敢看他呀？宋青书吓得落荒而逃，那模样像是真有鬼在后面追他。小姐，他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他自是希望大姐能嫁得良人，可宋青书是个烂人，及时止损才是对大姐最好的选择。阿娘，帮我退婚吧。魏氏点头，立即着人去办。魏氏又抬头看了眼唐孝明，小姐，他这是闪了舌头吗？唐诗锦挑眉，打了个响指说：我怕他闪到舌头。你这个逆女，你好大的胆子！聒噪！他一个响指，唐孝明又不能说话了。小姐，
你对爹爹做了什么？你不会真能看见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唐诗锦抬眸凝视着他。是你吧？他目光太过凛冽，唐娇娇不禁心口一颤。什么是我？派人来杀我，是你干的吧？小锦，你说什么？有人要杀你？让娘看看，伤到哪没有？魏氏急切的关心暖到了石锦。我没事，不过我很好奇，你从哪儿收买的傀儡？下山的途中遇到刺杀，虽说那些傀儡大部分是冲着萧燕去的，但他记得那杀手头目说了，杀了他照样领赏钱，证明有人收买他，不单单要杀萧燕，还要杀他。小锦说的可是真的？当真是你派人刺杀小锦？唐娇娇扑通一下就跪了下去。娘，我没有，我和你们一样盼着小锦回家，我怎会派人杀她？这里面定是有什么误会。阿娘养育我多年，我怎么会去杀阿娘的女儿？小锦，你可有证据？傀儡都死了，没有证据。唐娇娇暗中松了口气。阿娘，纵然我与小锦报错，却并非我的过错。我一直将您视作我的亲生母亲，您就是我的亲生母亲。我不是，以后别叫我阿娘。唐娇娇哭得一噎，想起小锦和唐娇娇是被人刻意调包，魏氏就恨得牙痒痒。他自问从小对唐娇娇是一视同仁的教导，却让他长歪了心思。唐孝明心疼地将唐娇娇扶起来，对着魏氏就是一顿侮辱。你既要将她养在府里，我不插手，只是她不能再顶替三小姐的位置。小锦才是我的女儿，是这侯府的三小姐。魏氏全当他是在放屁，拉着唐诗锦和唐令仪转头就走。出了正厅，恰好吴嬷嬷被人从门板下解救出来。夫人，她从今日起，小锦就是府里的三小姐，谁敢对她不敬，休怪我不留情面。吴嬷嬷顿时吓得噤若寒蝉，她被门板砸得胸腔剧痛，怀疑自己有了内伤。唐娇娇站在镇南侯身后，眼底藏着冷光。唐诗锦回来就想抢走他的一切，凭什么？庆王被贬去了封地，一个空有头衔的郡主身份，还不如京城贵女有前途。何况不久后她将会是太子妃。暂且先让他唐诗锦得意几日又如何？将来还不是会跪伏在他脚下。府里还有几个空院子，不过较为偏僻，娘想让你住得近些，本是想让唐娇娇出去将她的院子腾给你住，但你爹要留下她，娘怕撵走她，你回来住着也膈应，便随她去了。小锦，你就同你大姐姐一起住吧，你大姐姐的院子宽敞，你们姐妹也好亲近亲近。对住在哪里，唐诗锦其实没有太高的要求，魏氏怎么安排他就怎么答应了。魏氏又给他安排了2个丫鬟伺候。一个就够了。刘珠，你留在三小姐身边伺候。叫刘珠的小丫鬟上前给唐诗锦行礼。小锦，你舟车劳顿，先去歇着吧，阿娘还有些话要同你大姐姐说。刘珠，带小姐回房休息。是。唐诗锦识趣的没有去打扰他们母女说话，跟着刘珠回了魏氏给自己安排的房间。哇，你怎么还不走啊？三妹妹，您真有鬼跟着送情书？我说有你未必会信，下次让你见见。那个叫宁香的丫鬟，她去宋府时曾经见过，是宋青书身边伺候的。小锦刚回京，此前并未见过宋青书，按理说是不可能会知道宋青书身边的丫鬟叫什么的，但她却精准地说了出来。方才是我说话重了些，三妹妹勿怪。你不为你妹妹出头？
你才是我妹妹。唐诗锦微顿，唐娇娇毕竟在唐家养了10几年，想来比她这个突然认回来的妹妹要亲得多。我知道三妹妹不是恃强凌弱的人，是我狭隘了。退婚一事事关大姐，为求稳妥，还是我亲自去办。三妹妹，我先走了。万幸，她没对三妹妹做出什么不可饶恕的蠢事来。母亲也曾耳提面命地提醒她，若敢对三妹妹不好，定不饶她。今日之事看来，三妹妹虽说话直接了些，但心地是好的。察觉到唐玉妍对她释放出的善意，唐时锦弯了弯嘴角。唐二郎还不太了解他，如果有人不知死活的来惹他，他还是会恃强凌弱的。二哥，一肚子坏水的妹妹来了。二哥，小景是不是不喜欢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哪里听说了什么，竟会说我刺杀他。我实在是不知道要怎么同他解释了。二哥，小景会不会记恨我？就是这样，寻回小景前，他便日日在他耳边说，怕三妹妹是个不好相与的。听得多了，他便先入为主的认为小景不好相处，这才在他进家门的时候说了2句重话。他当真是脑子糊涂了。唐娇娇字里行间分明是在挑拨离间。你若心怀坦荡，小景不会不喜欢你。我还有事，先走了。没走2步，又回头说，刺杀一事，若叫我查到什么把柄，休怪二哥容不下你。忘恩负义的东西，这么多年是谁管他叫二哥？唐时锦一回来，他便一颗心都偏向他，实在是可恶。唐娇娇目光阴冷，转头避开人，从后门出府去了。废物！那么多人杀不了一个萧燕，本太子养你们干什么吃的？他心下一颤，然后深吸一口气，刚一进门，啪嗒一下，滚出去！太子萧战怒声呵斥，伺候的侍女侍卫纷纷低头退了出去。太子殿下息怒，娇娇听闻了个消息，特来禀告给殿下。无关痛痒的废话就不必说了。娇娇觉得不是无关痛痒，殿下可知那个与我报错的唐家三小姐已经回到了唐家。唐家的事与我何干？我听说是他救了19王爷。你说什么？殿下有所不知，我这个三妹妹像是有些本事，能看见不干净的东西，连宋青书都被她吓跑了。听说她是归墟道长的弟子，自小在道观长大。说来，她若还是庆王府的小郡主，须得唤我一声哥哥呢。太子哥哥这么说，是对他感兴趣了吗？萧战一把拉过他，唐娇娇顺势就坐到了他的怀里。娇娇吃醋了？哼！唐家女接回来了，你岂不成了小郡主？娇娇可想回庆王府啊？太子哥哥想让我回去？倒也不急，庆王叔在封地，等庆王府的人来接你再去也不迟。你方才说是唐家女救了19皇叔，我也是听他提了一嘴，说是遇到了傀儡刺客，被他给解决了，不知是不是殿下的人。唐时锦把傀儡都杀了，倒是帮了他，不然让太子知道他私下收买他派出去的死士，怕是会对他不利。归墟道长的徒弟有点本事不奇怪，不过不妨事，往后他在京城翻不出我的手掌心。太子殿下答应娇娇的，不会不作数吧？本太子说话自然算数，但娇娇今后身份便不同了，本太子是怕庆王府不同意呀。有道是生恩不及养恩大，我到底是唐家养大的。再说，若太子开口，庆王怎会驳了您的面子？可娇娇毕竟还同我三弟有婚约，我总不好夺兄弟之妻呀。娇娇你说呢？殿下明知娇娇心悦于你，为何要说这话来伤娇娇的心？不好夺兄弟之妻，就睡兄弟之妻。太子惯会说些漂亮话。是本太子说的不对，让娇娇伤心了，本太子这就便来补偿娇娇。床帐放下，床便开始摇晃起来，依稀可以看到两人交叠的身影。入夜，
宋青书睡着后，迷迷糊糊的，他听见有孩子的笑声。他半睡半醒的抬手抹了一把，屋里下雨了吗？那小鬼正趴在他胸膛上，宋青书惊恐的浑身战栗，头皮一阵一阵的发麻，床边阴寒之气更重了。他脖子僵硬的扭头，看到床边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来人，来人！有鬼，有鬼，快来人！宋青书，这是你儿子，你嫌弃他吗？你家真的有鬼啊！宝儿想跟爹爹玩，对吗？小鬼从女鬼手上爬下来，宋青书吓得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小鬼爬上他胸口。那小鬼把宋青书当做了玩具一般玩了一会儿，气息突然就变了，张嘴就要咬他。救命！救命！咔嚓一口，小鬼咬掉了他手臂上的一块肉。饶命！晚了，你杀我们母子的时候，可有想过饶命？连自己亲生儿子都杀，宋青书，你该死！青书！房门骤然被推开，有人扔了串佛珠打在小鬼身上，小鬼一声惨叫，很快就躲回女鬼手里。紧接着屋子里有金光照耀，缠在宋青书脖子上的头发瞬间就退了回去。何方妖孽，佛祖在前，还不速速退去！你们都该死！阴森的鬼气向着宋家祖孙俩爬去。他咬紧牙，将手里的佛像高高举起，鬼气被佛光普照，尽数消散。女鬼见杀不了宋青书，便带着孩子化作一缕黑烟逃了去。宋老夫人立马让人将宋青书扶了起来，派人去乱葬岗，将那贱人的尸体找回来安葬，再请天一道人过来超度。下人们面面相视，不明白公子说的是谁。去找宁香的尸骨，找到了将其安葬，请人来做法超度。能有这么大怨气的，只能是宁香。是。下人们领命退了下去。祖母，怎么救啊？怎么救啊？那贱人要杀我，怎么救啊？我早说过，让你不要乱来，你非不听。如今好了，惹得怨鬼上门报复，哪怕你留下那个孩子也是好的。可怜老夫人一把年纪，陪着他熬鹰似的熬了一夜。天亮后，宋老夫人才在下人的搀扶下回房去补觉。公子，唐家二公子上门来了，请公子去前厅说话。不见，让他滚出去。平日里公子和唐家二郎不是称兄道弟的吗？就说我病了，见不得客，怕过了病气给他。唐家将他害成这样，还想就这么不痛不痒的退婚？小厮领命退下，又忍不住悄悄回头，总觉得公子怪怪的。清晨，唐诗锦刚睡醒，刘珠就端着清水进来给他洗漱。好家伙，被他这一打扮，感觉自己像个未成年。昨天唐令仪还特地叮嘱他，今早要去给老太君请安。小姐，听说宋家被人告上公堂了。哦，是吗？奴婢听闻告状人有2个，一个是宋府丫鬟的娘，一个是书生的娘，2个人都状告宋公子草菅人命，今日一大早就传遍了京城。他早说过宋青书会有牢狱之灾，这只是个开始。平民状告官员是要被杖责的，那2位妇人凭着被杖打也要状告宋公子，可见是真有冤屈的。幸亏大小姐和他退了婚，不然岂不是要被宋家连累了？唐诗锦脚步一顿，小姐怎么了？大姐要被连累了。什么？大姐，你还好吗？小锦，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大姐今日起晚了，让你看笑话了。你等等。
我洗漱完，我们一起去给祖母请安。你不是起晚了，你是哭忘了时间啊。小锦当真是火眼金睛。大姐，你哭什么？因为送亲书吗？我没想到他是这种人，甚至你说他染了人命时，我还抱有一丝期望，希望是你看错了。说句不矜持的话，我一直将他当做我的准夫君看待。大姐舍不得送亲书啊。唐令仪咬着唇没说话。送亲书的不是良人，他甚至不是好人。我知道，小景你是对的。他突然觉得那一魄不找回来也挺好的，但就是七魄不全，要命。要感情和丢魂魄都要命，头疼。大姐，我不会安慰人啊，但有一句，做人要朝前看，不要在烂事上纠缠，也不要为烂人而左右情绪，不值得。可是烂事不肯放过我，你二哥去了宋家，被赶了出来。宋家推说宋亲书病了，见不得人，宋家不肯退还更帖，这婚事便退不成。现在宋家又惹上官司。大姐不必苦恼，不出3天，宋亲书必死。唐令仪攥紧了拳头，若不能在宋青书死前退婚，她名声一样受损。安慰了唐令仪2句，姐妹俩便一起去唐家老太君屋里请安。你就是唐石锦？回老太君，我是。石锦这名字不好，到底是别家给你取的名儿，换一个吧，就叫娇柔吧。唐娇娇，唐娇柔，你自小养在外头，难免有不安规矩的地方，以后就跟着娇娇多学学，要知道谨言慎行，别给家里丢人。我觉得我的名字挺好的，老太君喜欢这个名字，不如自己用吧。你唐老太君似乎没想到他这么不恭顺。你顶撞长辈，出言不逊，来呀，给我把他拖去祠堂跪着，让他好好反省反省。这死丫头还当自己是郡主呢，今儿他就好好给他立一立规矩。唐石锦还要说，小锦别说了，祖母，小锦刚回来，家里的规矩难免有些不知情，还请祖母莫要怪他，以后我一定好好教导于他。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作为唐家嫡女，你的教养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闹出要退婚的丑事，尽给我唐家抹黑。唐石锦拳头硬了，这样无德的老人真要供着？愣着做什么？拉下去！门口候着的小厮便要上前来对唐石锦动手。住手！他不动声色地将2个女儿护在身后。老太太这是做什么？小姐哪儿做错了？她出言不逊，顶撞长辈，你还问她哪儿做错了？你的2个好女儿，一个不懂规矩，一个惹是生非，这也是你作为亲娘教导无方的过失。谁家媳妇不是在婆婆面前伏低做小？她倒好，派头比她这个做婆婆的大。刚嫁入唐家那会儿，她也曾忍过这老太太，可她这婆母3天2头的给她立规矩，没忍多久就爆发了。那请问老夫人，小姐因何顶撞长辈？我不过是要给她改个名字，她并不将我放在眼里，如此忤逆不孝，不该好好教训吗？我觉得石锦这个名字很好，为何要改？我才是他们的娘，我都没说不好，您便要越俎代庖，是不是也不太庄重？他喜欢这个娘。我是他们的祖母，怎么就不能管教他们？您想管就去管您的儿子女儿，我的儿女我自会管教。卫士偏头看了眼唐石锦，唐石锦冲他眨了眨眼睛，卫士露出个笑意。既然请过安了，就带你大姐姐回去吧。老太君不喜欢你俩，你俩明白吗？唐令仪低着头，很是自责。看得出来，不过没关系，我们互相都不喜欢对方。
自己的大女儿到底是循规蹈矩教出来的，如今看来倒是野生野长的小女儿更会照顾自己。令仪的性子，一句长辈压下来，便只有吃亏的份儿。所以往后你俩就不必来这院子里晃悠了，免得碍老太太的眼。说罢，微微一屈膝，儿媳这便将他俩带回去好生管教。老夫人，您好好歇着，少操些闲心。老太太差点没气晕过去，卫士转身就走，还不跟上，莫要在这碍眼。是。老夫人，冠冕印堂发黑，恐有血光之灾，要小心哦。孽障，你敢咒我？祖母，您没事吧？跟他娘一样没规矩，不愧是他亲生的。祖母，如今宋家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的，外头都说我们唐家忘恩负义，实是利耳呢。宋家一出事便要退婚，还有什么？还有人说是大姐姐克夫，这才祸害了宋家，说我们唐家门楣不干净的。她们姐妹俩就是个祸害。唐娇娇低眉敛目，嘴角勾起冷笑。母亲，你怎么回事？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你知道现在外面都是怎么说令仪的吗？混账东西，你与那宋青书称兄道弟，你说是不是有意偏帮那宋青书啊？母亲，我冤枉，我还没糊涂到亲疏不分地步吧？如今得知了宋家的真面目，我怎会不希望大姐脱离火坑？可宋青书和宋家老夫人都推脱不见人，又被官府传唤了去，他不肯交出大姐的庚帖，我总不能打上宋家去吧？哼，怎么不能？他宋家干出这等卑鄙无耻的阴毒之事，我们退婚乃天经地义。唐玉言顿时不敢吭声了。阿娘放心，宋青书死之前，这回是能退，不退就打到他退。春风楼，主子，京兆府将那两人打了一顿板子，却没关押宋家人，这是不是不合适啊？官官相护，不无道理。衙门在搜查证据，宋家又是官眷，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京兆府是不会关押宋家的，更不会对宋家用刑。这事落在京兆府头上，也是个烫手山芋。一旦找到点证据，京兆府便会立即移交大理寺。那宋青书草菅人命，实在该杀，居然还能在他们家逍遥快活。宋青书离死不远了，在家可未必快活。宋青书在家里已经被吓得脸色灰白，死活都不肯离开宋老夫人的佛堂。人呢？人呢？找到没有？让你们找个尸体这么难吗？废物！废物！是一些废物！老夫人，我们找了许久，都没能找到你，没能找到尸体，怕是被野狗分食了。放屁！怎么会找不到？那贱人就扔在那儿，定是你们没有用心仔细的去找。祖母，你再让人去找，你再让人去找，不然他不会放过我的。那贱人会杀了我的。祖母，住口！清醒点了吗？你现在应该想想如何应对官府。你狠心却又不够狠辣，留着宁香和那秀才的娘，给宋家惹来这么大的祸事。我哪知道他们敢去官府闹事？他们根本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呀！哼，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偏偏就去了。万幸，我们找不到尸体，官府也找不到，没有证据便不能定我们宋家的罪。届时再去府尹大人家里走一走。你记得，斩草要除根。是，孙儿记下了。你将供奉的佛像抱回去，便不会有事。是，谢祖母。半夜，宋青书彻底熬不住了，瘫在床边睡了过去。啪嗒一下，佛像掉在了地上，顷刻间，屋子里阴风阵阵。对不起，宁香，我曾经真的心悦于你。女鬼一顿，掐他脖子的力道停住了。我想过好好待你，但是祖母不允。宁香，你别怪我，是祖母嫌你出身卑微，我没能保护好你和孩子。趁着这个空隙，宋青书奋力一捞到了佛像，举起佛像震慑女鬼。女鬼顿时被佛像照出的金光所伤，化作一缕黑烟消散开。宋青书拔腿就跑，抱着佛像跑出了宋府。玉香，花言巧语，骗子，该死！
我要把你的心挖出来，喂饱！哎，你还不能杀他！二郎，救救我！救救我！堂兄、爷兄，看在我们同床多年的份上，我求你救我！求错人了，他可救不了你。是我看走了眼，才与你相交多年。我救不了你，我三妹妹也不会救你。唐小姐，唐姑娘，我求你救救我！我求求你了！放开！不放！除非你答应救我，你会追我！有鬼啊！你不是道姑啊，你为什么不救我呀？哼，我为什么要救你啊？你自己做的恶，怨鬼缠身就是你的恶果。再不松手，我就把你丢进女鬼嘴里啊！你是什么人？我们没有恩怨，我不缠着你。你把宋青书交给我。唉，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没想到你都做鬼了，还相信男人的甜言蜜语。唐诗锦抬手，指尖祭出一张符，他身上被佛像照出的窟窿都愈合了。佛光所伤，若不修复，你就会魂魄不全，即便到了地府，将来投胎也会是个傻子。多谢大师，可宋青书他该死。你放心呀，会有人替你主持公道的。可你手上若沾了人命，就得在地府受罚，投不了胎。我不在乎。荒唐！为了一个男人断送了自己的轮回路，亏不亏啊？玄有位，见过十九王爷。王爷怎么来了？有人宵禁出逃，本王便来看看。我没有逃，我也不是逃犯，我是被鬼追的，宵禁外出，其罪一；违背官令擅自出府，其罪二；杀人抛尸，其罪三。辩解的话，就留着去公堂上说吧。王爷，你凭什么抓我？宋大人还不知道吧？宁香的尸体找到了。等等，这是京兆府的案子，就算上报，也是由大理寺审理，由19王爷审讯呢。19王爷这是越俎代庖，服！我不服！我要申诉！我要申诉！然而高峰可不给他叫嚣的机会，直接塞住嘴就让人拖走。啊，那个王爷，我还有点事儿呢。那这是你的耕田，我带我大姐还给你。我大姐的耕田呢？耕田在我祖母那里。虽然我不想碰你，但我可以请宁香帮我搜身哦。宁香乐意效劳。不要，我给。唐月言接手看了看，确认无误后，才对唐诗锦点头。大师，我也先走了。啊，等等，那这是我二哥。啊，你是宁香？上次不是说了吗？让你亲眼见见。刚刚唐诗锦拍灭了他肩上的一盏阳火，这才让他看见了宁香的鬼魂。宁香告退。王爷，没什么事，我们也先走了。别生了，你一个姑娘家走夜路不安全，本王送你回去。那就有劳王爷了。19王爷是看不见我吗？二公子，你与宋青书交好，不如跟我一起去审问他吧，也好防止他扯谎。主子要送小姑娘回家，他不能让人打扰主子。看谁以后还说主子没有女人缘。瞧瞧唐三姑娘离主子何止3米，那是3毫米的距离呀。王爷，我到了。今晚多谢王爷，王爷果真是我的贵人。收了本王戒指的，便是本王的贵人。啊？你不必担心，本王不会强迫你做点什么。进去吧，夜深了，早点休息。你好大的鬼胆啊！知道他是谁吗？就敢跟着他？饶命！别打！我不是要缠着王爷。我刚看到你也在缠着宋青书，你也是受害者之一吧？不错，就是宋青书害我，可恨我手无缚鸡之力，无法靠近他为自己报仇。书生从地上爬起来，多谢王爷替我们主持公道，还救了我娘，不然我们的冤屈恐怕永远也无法见得天日。你是梁生？是。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宋青书就是靠着你的文章夺得殿试魁首。本王会奏请陛下处决宋青书后，将文章寄还给你名下，你可以安心去投胎，下辈子定能出彩。多谢王爷，小人下辈子再来偿还恩情了。说完，他便化作一缕青烟离开了。没想到王爷能看见阴魂呢。运势低，没法子，不见也得见。啊，
我也不白拿王爷的破戒，这便直说了王爷的命理，就当是换破戒的报酬。萧燕眸光幽深地凝视着他。唐诗锦祭出张符，在他们周围布了个结界，以防隔墙有耳。我之前就说过，王爷是地心之命，命格贵重，但你的命格被人动了手脚，我猜是在你没出生之前就有人对你下手了。萧燕面上没什么波动，却悄然握紧了拳头。地心命，百邪不侵，可你命格缺失，便会出现极端的反转，那些邪煞之物都会找上你，导致你现在煞气缠身。我给你的符只能帮你暂时压制。听说你是国师的入门弟子，那国师应该跟你说过，若煞气不除，你只能活到25岁。你分析的比国师更加精准。想要活命呢，就得拔掉你身上的煞气，得找回你的地心命。怎么找回？你现在有2个解决方法。第一，换命，找一个道法高深的人为你施展禁术，将别人的命格换给你，再将你身上的煞气渡给别人，如此呢，你便有了普通人的命格。第二，找出夺你命格之人，夺回即可，地心归体，邪煞自破。你的道法可能做到换命？能。但他不能帮他干这种丧良心的事儿，换命是逆天之举，会遭到反噬的。你不是说本王命格贵重，寻常人的命格哪里配得上本王？若要用他人的命来苟活，那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他挥了挥手，撤掉结界。王爷大意。我算过，宋家一世上有贵人相助，方才那书生追来感谢王爷，王爷便是助他们沉冤得雪的贵人。这样的恩义，与王爷也是功德。何以见得是本王帮了他们？小皇叔是在考验我的智商吗？以民告官，恐怕不是挨板子那么简单。那2位夫人的儿女被害，不是1天2天了，想来也不是没告过官。若无人给他们撑腰做主，在官府挣来一个公平公正的审案机会，他们怕是连那顿板子都挨不过去。阿锦很聪明，连称呼都进化了，这是在跟他套近乎？那以阿锦看来，本王的命格该如何找回？看到没，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亲近，一切都是带着目的性的。这是另外的价钱啦。萧燕抿唇看着他，那微皱的眉心看着有几分悲怜。破戒值不了那么大价钱。魂戒和破戒皆可吸纳天地灵气，与修道之人大有益处。那戒指在本王的手上也只是做到保密用，阿锦拿着它更能发挥出它的作用，放在本王手里着实是大材小用了。阿锦，你早些休息，本王先走了。说完，他转身便走。破戒于他便是镇压煞气所用，他这话说的好像自己的性命无足轻重似的。我可以帮王爷找回命格，之后王爷不可以再缠着我，也不可以再拿破戒说事。这个在意。在意是什么意思？男人就是麻烦。剩下的事就交给官府啦，我的任务完成了。俗话说送佛送到西，王爷会有福报的。理解到他的用意，萧燕嘴角紧笑。高峰回来，只看到主子盯着唐家大门。主子与唐姑娘说了些什么？我说了，她是个嘴硬心软的小姑娘。莫非唐姑娘又给了主子护身镇煞的符箓？因为这心软在哪儿？我怎么没听出来？主子，死者的尸体都拉回来了，是直接送去京兆府，还是另行安置？请主子示下。天快亮了，宋家气数该尽了，送去京兆府。是。高峰领命去办。唐诗锦和离开的萧燕都没瞧见，阴黑的夜色中有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唐家大门，目光阴冷无比。下官见过王爷。这些尸体他是受害人，刘大人可以找人来认尸，此案可能会多几个苦主。说完，他也没打算走，直接就到旁听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大人，宋家人带到。请说。老夫人，这是公堂，请注意秩序。老身认罪。说说吧，你认哪桩罪啊？老身都认。哦，都认。老夫人的意思是，这些人都是死于你手。
不错，都是我杀的。你为什么要杀他们？本官记得，那梁生似乎还是宋青书的同窗嘛，那可是都与他一起读书的朋友之交，与你宋家无冤无仇。老夫人这般年纪，为何还要杀害他们呢？我孙儿是状元郎，他们都是寒门子弟，如何配与我孙儿做朋友？哼，不过是想来沾我孙儿的光罢了。你，大人不必再问，我都认。大人按律法处置了老身便是。祖母，祖母！听见宋老夫人为他顶罪，宋青书眼睛红了，他爬到宋老夫人身边，跪下！人都是老身杀的，与我孙儿无关，他并不知情，还请大人明察。青书他罪不至死啊！王爷，您看着，人犯既已认罪，此案是否可以宣判？我的儿，我的儿啊！肃静，肃静！公堂之上嚷嚷什么呢？没看正在审案吗？求大人为我儿子做主。王爷在此，本官和王爷自会还你们一个公道。现在都肃静！老夫人可以顶替宋青书杀人的罪名，却顶替不了他盗用他人文章、欺君罔上的罪名。本王已命人将你剽窃他人文章并杀人灭口的事上奏陛下，陛下废了你刑部侍郎的位置，一律严惩。不可能，你怎么会知道？你不可能会知道！王爷说我孙儿盗用他人文章，有何证据？老夫人若不信，本王可以让梁生本人来和宋青书对质。本人？笑话！此人如何开口说话？谁说此人就没有办法开口了？怎么，老夫人没见过？宋老夫人心虚的眼神一闪，一股冷风吹来，像是有只手摸上了宋青书的脊梁。我认，不要再他们过来缠着我，我认，我全都认。是我盗用了他的文章，将他推下水泥王的，是我做的。别来找我，都别来找我，走开，都走开！人是我杀的，我不仅杀了梁生，我还杀了好几个人。他们怀疑我的，嫉妒我的，我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杀了，都杀了。怎会如此？天要亡我宋家呢！完了，全完了！哎呀，糊涂啊！怪我一时糊涂，没能阻止你做下错事啊！这下，宋家乃至宋青书的罪名便彻底挣脱不掉了。小姐真是神机妙算，说宋青书3天内会死，他就真的活不过3天。奴婢听说他在牢里自尽了，死状很是凄惨可怖。天理循环，报应不爽，这便是他的报应。不仅如此，小姐，奴婢还听说了更吓人的。奴婢听说宋青书练了什么邪术，官府在宋家搜出了不人不鬼的东西，吓坏了不少人，最后府尹大人下令全都烧了。不人不鬼的东西？难道是……与此同时，太子萧战亲自到了19王府，给萧燕一个交代。皇叔，侄儿也没想到宋青书竟然还会圈养傀儡，他是父皇钦点的状元郎，为人平时谦逊有礼，不想我们都被他的外表给骗了。太子觉得宋青书有那个本事，养得出傀儡。官府在宋家搜出了傀儡，证据确凿，由不得我们不信。若不是亲眼所见，我和皇叔一样，也不敢相信宋青书是这样的人。可见他表面温雅，内心极其阴暗。太子说是就是吧。宋青书养傀儡刺杀皇叔，实在是罪该万死。自尽在牢里，算是便宜他了。皇叔若是不解恨，我可向父皇请旨，株连他9族。这话是在帮主子解恨吗？这是在抹黑主子。太子有此心意，本王甚是欣慰。高峰，传下话去，宋家圈养傀儡，罪大恶极，太子有令诛其9族。不想反被萧燕将了一军。是，属下这就去京兆府传话。高峰走得飞快，太子想拦都没拦住。皇叔，侄儿这是请示皇叔的意思。皇叔若不怪罪，侄儿自不会奏请父皇株连宋氏9族。太子乃储君，何须请示本王的意思？这便是太子的指令，京兆府自当遵从。啊，侄儿还要回宫向父皇复命，就不叨扰皇叔了。
侄儿告退。回头他得去敲打敲打刘福隐那个蠢东西，要知道什么话该传，什么话不该传。忽然脚步一顿，回头看着萧衍：怎么，太子还有事？皇叔的戒指哪儿去了？与你何干？是侄儿多问了，侄儿告辞。出了王府大门，太子面色阴沉下去。去查萧衍最近和什么人来往密切，再去京兆府知会一声，别拿萧衍的话当圣旨。是。实际高峰根本就没去，他知道主子只是说来敲打太子的，他才懒得往京兆府跑一趟呢。主子，太子定会去查主子的行踪，若是叫他查到唐姑娘头上，岂非会对唐姑娘不利？他敢动小姑娘，本王能碎傀儡，也能碎他。小姐，祖母出事了，父亲和阿娘都赶过去了，你也随我去看看他老人家吧。大姐啊，我们要听阿娘的话，不要去碍祖母的眼，说不定祖母见到我们怒火攻心，伤得更重。我们做小辈的，该尽的孝道还是要做到的，不然会被人说闲话的。哦，随便。他早就提醒过老夫人会有血光之灾，奈何他老人家不信。小景不想去便罢了，我去瞧一眼，即便是表面功夫，也不能全叫唐娇娇一个人做了。唐令仪走后，唐诗锦右眼皮突如其来的跳了2下，他默默地抬起手指，掐指一算，最近有横祸呀，老太太的血光之灾也在这因果之中啊。与此同时，乱葬岗，宋家毁在一个小丫头的手里，真是可惜。你虽罪有应得，但老夫人对我有恩，我得报恩，替宋家出口气。那小姑娘3言2语就要了你的命，想不想亲自报仇？尸身上溢出了黑气，男子用了一张符将宋青书的灵魂禁锢在肉身里，然后将尸体带走了。唐诗锦正打算研究一下破戒里的血印，突然天空降下一道惊雷，伴随着闪电，晴天霹雳。这是老天爷给他的警示吗？小姐，老夫人请你去一趟书房。唐诗锦去开门，是个衍生的丫鬟。你是？奴婢是夫人院子里的人，夫人请小姐过去一趟。哦，知道了，这就去。侍女默默地退下。唐诗锦到了书房外。魏俗语，你出尔反尔！呸！唐小明，我为何反悔？你心里不清楚吗？别逼我撕破脸，抖露出你的丑事。唐诗锦停住脚步，貌似与他有关。我能有什么丑事？分明是你自己猜忌多疑。我堂堂一个侯爷，后院仅有2个妾室，让你在侯府风光了这么多年，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哼，这府里但凡有1个妾室，你便是背信弃义。不妨告诉你，想用小锦换唐娇娇，你休想！谁若想委屈了我的小锦，我就让他坟头血溅3尺！你简直不可理喻！他推开门走了进去。阿娘，你们想让我顶替唐娇娇什么？啊，没什么，就是一些个小事儿。老太君摔伤了，小锦可有去瞧过吗？没有。你作为孙女儿，不说在床边侍奉汤药，竟连看都没去看一眼，你眼里还有没有点孝道？你吼什么？不让小锦去，这话是我说的。听听，你听听，这是你身为儿媳该说的话吗？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怎么娶了你这么个悍妇？他大概是忘了，他就是因为娶了他这个悍妇，才有今日的地位，侯府才有今日的荣光。娇娇伺候汤药，陪伴祖母，一样不落。你看看你，这个逆女到底对他使了什么妖法？唐诗锦表示别想 PUA 他。小姐，他这是……哦，我给他用了禁言符，他太吵了。卫士没说什么。你们想让我顶替什么？阿娘回房跟你说。唐诗锦点点头，跟着卫士离开。临出门前，卫士回头扫了一眼唐孝明。小锦的认亲宴我是要办的，不仅要办，还要办得风光隆重，让所有人都知道小锦才是我的亲生女儿，是侯府正经的3小姐。说完，拉着唐诗锦走了。回到房里，卫士叹了口气：小姐，阿娘
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唐时锦没说话，等着魏氏的下文。接回你之前，阿娘曾觉得你不如我养在身边的唐娇娇亲近，便也就默许了你爹的馊主意。哦，什么馊主意？想让你带唐娇娇嫁给齐王。那阿娘为何又突然改变了主意？因为阿娘得知当初你与唐娇娇报错并非意外，有人故意换做我的女儿，只为了满足他的私欲。是谁换了我和唐娇娇？是你爹。唐时锦愣住了。我以为报错是意外，实际是为人所害。我待唐娇娇如亲生，结果却狠狠打了自己的脸，当真是荒唐可笑。我如今算是明白了，你爹肯说出报错的真相，把你认回来，只是不舍得唐娇娇入齐王府受苦，想让你代替她。你爹，他就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小姐，阿娘对不起你。我不怪你，他为什么要换走自己的孩子？魏氏直摇头，不肯说。我听闻你和我母和庆王妃是手帕交，你们年轻时感情很好。唐孝明不惜用自己的女儿换回庆王妃的孩子，理由只有一个，他喜欢庆王妃。魏氏愣住了。看来我猜对了。魏氏眼泪直落，当着女儿的面哭得像个孩子。小锦很聪明，你猜得不错。唐孝明年轻时对庆王妃求而不得，可笑我一直以为他喜欢的是我。直到他不经意间听到吴嬷嬷和唐孝明的对话。爱屋及乌，他得不到庆王妃，养着庆王妃的女儿也是好的，可我过不去心里这道坎儿。他和唐娇娇让我觉得恶心。所以我没理解错的话就是，唐娇娇和齐王有婚约？原本是这样，但小姐你放心，阿娘如今知道了自己的错处，断不会再让你跳那火坑。唐时锦掐指一算，我和齐王没姻缘，但有财源。小姐，你真的不怪阿娘吗？这事错不在我们，我没有理由怪你。倒是阿娘这么跟唐孝明和老太君对着干，不怕他们？哼，休了我。他不敢。这么厉害？那当然，阿娘背后有人，没人比我更了解你爹。他就是个外强中干的，看着英勇，其实胆小谨慎着呢。唐孝明的面相确实如此，也就嗓门大点，就值他一张禁言符的事儿。你帮令仪拿回庚帖，摆脱了宋家的纠缠，阿娘要谢谢你。她是我大姐，我理应帮她。好，往后咱们娘儿仨才是一家人。唐家的人，你若不想搭理，全当没看见；若有人敢欺负你，阿娘把他腿打断。小锦真好看，略施粉黛便已是个倾国倾城的小美人。今日定能惊艳四座。大姐，有必要这样隆重吗？头上这个冠可不可以拿下来啊？就是要隆重，让外头那些人都知道我们小锦不是什么乡野丫头。来，大姐扶着你走。大小姐，各家小姐都到了，夫人让大小姐带着三小姐去同各家小姐们说说话，认认人。知道了，小锦。咱们家在京城，今后免不了同各家千金打交道，我带你去认认人也好。大姐，我饿了，要不你先去，我等会儿再来。忙活一早上也没吃点东西，是该饿了。离开席还有会儿，刘珠，你去小厨房拿点吃的，给小锦先垫垫肚子。半路上，唐时锦忽然脚步一顿，小姐，怎么了？扑通！呀，有人落水了！来人呐！快来人呐！紧接着又是扑通一声。小姐，小姐你怎么跳下去了？来人呐！快救三小姐上来！刘珠喊来的人一起把唐时锦和落水的人拉上了岸。这倒霉孩子！小姐，你吓死奴婢了！你没事吧？你突然跳下去，
要是你出了什么事，夫人不得扒了奴婢的皮吗？小姐，我们先回去，奴婢给你换身衣裳。啊，不用这么麻烦。然后一抬手给自己用了张清洗服。小朋友，你自己能起来吗？要不要姐姐拉你一把？孩子没理他，只是目光呆滞地朝他看了过来。小朋友，你是不是和你爹娘走散了？我带你去找你爹娘，好不好？那孩子似乎听懂了，没有抗拒他。这位大叔，我把你的孩子给你送回来了。父母作为监护人，要照看好自己的孩子，否则出了意外，后悔莫及。你是唐家姑娘？唐诗锦点头。你是在跟本王说话？三妹妹。这时唐玉妍赶了过来。你弄错了，这不是崇王的孩子。王爷恕罪，我三妹妹一直远离京城，对京城人事尚且不识，唐突了王爷，还请王爷见谅。这是瑞王家的小公子，瑞王不在这一桌，我带孩子过去。才不是！哎呦，长生啊，你跑哪儿去了？你吓死母妃了！哎，快过来母妃这里。为父不是叮嘱过你要跟在母妃身边，偏生你不听话，叫你母妃担心，你可知错了？是我没看好长生，王爷不要怪他，他还小，本就胆小，王爷莫要吓着他。这时有个侍女匆匆赶来，在瑞王妃耳边嘀咕了几句。啊，竟是三小姐救了长生，大恩大德，我必没齿难忘。今后三小姐若有用得上我的，尽可来瑞王府寻我。我看这孩子的面相，怕是还有大劫。三小姐这话是何意？这孩子方才落湖，我便察觉到他身上有阴气，否则不会被拽下水。听闻你原是我庆王兄的孩子，但命不好，庆王兄便将你送到了道观养活。没成想你学得一身江湖术士坑蒙拐骗的习性，幸而不是我庆王兄教养的你，否则怕是连庆王兄夫妇都要跟着丢脸。长生，过来。长生没动，下意识地往唐诗锦身后躲了躲。你不是他爹，他才是。小锦，你在说什么？这话可不能瞎说，快向王爷道歉。三妹妹这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这宴席还吃得下去吗？我不可能看错，我就算不看孩子的面相，但看孩子的五官，难道你们看不出来更像谁？三妹妹，两位王爷是亲兄弟，孩子长得像叔叔，好像也不奇怪。你是在替瑞王打圆场吗？两位王爷也知道，我家妹妹自小长在道观，如今刚回到家中，仍旧是有些不谙世事。王爷若有责罚，预言愿待妹妹受罚，绝无二话。我说的是实话，为什么要受罚？三小姐，本王妃感激你救了长生，可你怎么能胡言乱语呢？长生是我的儿子，他才8岁，你怎可随意编排他？我没说长生不是你的儿子啊，我只是说瑞王不是他爹。荒唐！长生是不是本王的儿子？难道本王不清楚吗？唐家难道没有教过你，大家闺秀应当要懂得谨言慎行吗？你如此口无遮拦，当心祸从口出。不信就算了。他看了看瑞王妃的面相，他明白了，瑞王妃是不想让人知道他给瑞王戴了绿帽子啊。唉，没想到唐家认回来的闺女不仅是个神棍，还是个缺心眼的神棍，唐家危矣呀！你怎么回事？在自己的认亲宴上也要惹是生非？不会说话，我可以让你闭嘴哦。王妃见谅，我女儿刚回到我身边，不免有些不通人情，是我疏于管教了，让诸位见笑了。我替我女儿向王妃赔罪了。瑞王妃上来就将长生从唐诗锦身边抢了回去。哼，夫人以后还是好好教导他吧，莫要叫人笑话，唐家也丢脸。但长生似乎不愿意松开唐诗锦的手。这孩子命里有大劫，有人要对孩子不利，这个护身符你们拿着，给长生贴身佩戴，可保他平安。本王看你是个女娃才没重罚你，你竟还敢胡编乱造，坑蒙拐骗到本王头上来了，你好大的胆子！瑞王妃一犹豫，夺过长生手里的符。长生，母妃不是告诫过你，不可轻信他人。走，跟母妃回去。转身后，瑞王妃随手将护身符扔了，然后带着长生走了。三小姐真性情也。说完，也起身离去。
逆女，你得罪了瑞王和虫王，你知不知道？你就是个19王爷到，快去迎接王爷。本王来迟了，没赶上宴席。不，王爷来的不迟，这宴席还未开始呢。唐家居然能请来19王爷，倒是他们小瞧唐家了。阿姐，怎么不高兴？被欺负了？不用剪了。别不高兴，修道巧就一元聚会，一切都是命数。不要摸我头，摸头长不高。好。碰了，主子终于碰女人了。不是说19王爷不喜女子近身的吗？王爷，宴席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入座吧。本王有洁癖，想与阿姐同桌，不知可否唐突？不唐突。小锦，你带王爷去里头那桌。王爷跟我来吧。这是王爷的意思，王爷很喜欢。我的意思是，王爷很看重三小姐，夫人安心收下便是。你说，王爷这是什么意思？你觉得高侍卫刚才那话是我想的那个意思不？你听出来他是什么意思不？我觉得也是那个意思。你去小锦那桌，瞧瞧王爷究竟有没有那个意思。你可瞧出什么了？19王爷和你妹妹说了些什么啊？什么也没说。卫士瞧他一眼。是真的什么也没说。三妹妹只顾着吃，要说有什么，那就是19王爷只顾着看三妹妹吃。王爷慢走。你最近要当心，出门最好让人跟着。好，小子，我能解决。谢谢王爷提醒。小锦，你在看什么啊？没什么，一只老鼠罢了。认亲宴结束后，唐诗锦便把他的存货符纸都拿了出来，分给唐令仪和卫士以及唐玉妍，并叮嘱他们要随身佩戴，可保平安。听说你给府里人都发了符纸，为何没给为父和娇娇？符纸没有了，我正要去买工具画符呢。你们要的话，我可以画给你们，不过要收费的哦，一张护身符100两。我是你爹，你还要收钱？100两一张纸，你从哪儿学的土匪习气？你怎么不去抢呢？不要拉倒，别挡我的路。唐诗锦说完就走，不理这对脑壳有包的妇女。老太君说的不错，他就是个孽障。爹，小锦似乎不喜欢我，爹心疼我，我怕小锦因此怨恨上爹爹。自信点儿，把似乎去掉。我确实不喜欢你，至于这男猴，怨恨谈不上，就是下头而已。他都走远了，还能听见他们说话。爹，只要有我在一天，你便可安心住在唐家。若庆王府来接你，在意吧。就这600两，你这店是1年不开张，开张吃1年啊？就这个价儿，这可是顶好的朱砂。小姑娘，你要是买不起，就再去别处看看吧，别耽误我做生意。这朱砂，这黄纸，顶多10两银子。老板，你这漫天要价的，真当我是冤大头呢？600两，少1分都不卖。姑娘若是修道之人，就该明白，这道家讲究一个缘分。姑娘这般看重黄白之物，可见不是诚心修道了。你心黑面丑，没少干缺德事。我看你这店啊，也要跟着你倒霉。嘿，你这小姑娘小年纪不学好，怎么还咒人呢？我看你年纪小，不跟你计较。走，买不起就赶紧走。这谁说我买不起了？拿600两，你数数。有钱啊，有钱好说。我这就给姑娘包起来。姑娘，下次有需要再来啊。好说。就怕你不希望我再来。我钱呢？掏出来一把黄纸，还是用过的那种。好啊，敢骗到我头上来了，定要叫那小姑娘知道厉害。跟了我这么久，不打算出来见见吗？藏头露尾的鼠辈。没想到宋家还有漏网之鱼。我算算，严格来说，你不是宋家人啊，何必为了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与尸鬼为伍呢？不值当。宋家与我有恩，又满门惨死于你手，你说我是该报恩呢，还是该报仇呢？哎，打住！宋家是自食恶果，我可没杀他们，这个锅我不背啊。
你自己跟他说吧。天天跟这么臭的尸体为伴，也是难为你了。废话少说，受死吧！嘴巴真臭。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一具尸体就把你吓成这样。还好没弄脏，不然回去又要被阿娘唠叨。你还有别的手段吗？要不我等等你啊。黑斗篷连忙从袖中掏出一物，对着那东西就是一顿操作。傀儡的爪子动了动，然后被唐诗锦的符镇压得死死的。黑斗篷急得直冒汗，唐诗锦的道术确实厉害。逃！王爷是来看我抓老鼠吗？抓鬼本王不在行，抓人本王倒是还行。鼠辈窜逃偷师，本王不放心你。我没有偷，也并未逃，你凭什么抓我？王爷说你偷了，你就是偷了，你个鼠辈还敢犟嘴？王爷认识这人？你道行不够，强行炼制傀儡，自己也会被反噬。你这是中了尸毒了。他是宋家养子宋之礼，宋家获罪前夕，宋老夫人将他从族谱上除名，赶出了宋家。明白了，宋家留着他来报仇的。傀儡我解决，人交给你。唐诗锦说着，手指一扬，一道明火符打出，傀儡瞬间燃烧起来。眼见傀儡烧了起来，他扬手用尽全力一扔，将手里的玉丢了出去。那傀儡像是突然燃起了生命，一整个火人朝唐诗锦扑了过去。唐诗锦正要祭出瞬移符，忽然被人抱紧了，然后在傀儡的爪子要碰上萧燕后背的时刻，他甩出瞬移符，消失在傀儡面前。阿姐，没事吧？本来没事的，你突然抱住我，差点有事。没事。那是我的，还给我！你确定这是你的？就是我的。没有魂玉，他会死得更快。还给我！是我的，你给我！你既喜欢与尸为伍，仍去乱葬岗，非死不得出。是。一点小伤，完事。别动！刚才拿傀儡的煞气冲撞了你，我替你压一压，下次别再盲目的救人了。这小姑娘似乎有些迟钝了。好了，回去换身衣裳就行。主子。萧燕大手一挥，便换上了干净整洁的衣服，暗卫随后也隐匿不见。这就换上啦？罢了，看不了美男更衣，那就看看魂玉吧。怎么，这块玉有什么问题？我之前只是猜测你的地心命被盗，现在看来不止被盗，还被分割了。可怜的我，好好的一个命格被大卸8块了。这比喻真实在。不是7块，没猜错的话还是7星阵。普通人的八字承受不起地心命，若是一分为7，那便可行。但就是不知道动你命格的人有什么目的，毕竟地心命的作用可以有很多，也不知道宋家跟分割地心命的人有何关联，又是否参与其中。宋老夫人将有紫气的魂玉交给宋之礼，只要宋之礼不乱来，以紫气的运势，说不定宋之礼将来会有好运势。王爷，这是你的东西，还给你。萧燕没接，脸色略带嫌弃。听大姐说过，这位王爷有洁癖，还有厌女症。他一怔，他刚刚还抱了他。难道说他没拿我当女人，而是拿我当兄弟？爸，兄弟就兄弟吧。抬手掐了个手势，祭出一张符。我帮王爷把紫气引渡到王爷体内，也算找回了王爷的一部分气运。待全部气运找回，地星紫气归拢，命格自成。感觉怎么样？感觉挺好。这样看来也算有了条线索。凡是有大机遇的人，便有可能是夺王爷命格的人。王爷自己要多加注意些。多谢你。不用谢，我答应过王爷的事，自会做到。这个也给你。本王送出去的东西，没有收回来一说。那你倒是解了上面的血印再给我呀。解不了，血印
是国师下的。哦，国师在宫里。你回唐家前，国师云游四方去了，不知归期。他觉得那老匹夫是故意的，但他没证据。拿着吧，这戒指有储存吸纳天地灵气的功能，你比我更需要它。你在担心我？也可以这么说。我以前的父王说，你安定边关，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你功不可没，是大功臣，是个可敬的大英雄。很久没有听到过这样真诚的夸赞声了。往常别人在说起他功劳时，他不觉得那是一种光荣，反而觉得悲戚可笑。为何要对本王这么好？因为破戒有封印，他用不了，而且还要浪费他好多的符。王爷既然觉得我对你好，那就得答应我。等交易达成，王爷须得让国师解除血印，再将破戒交给我。好，这里离侯府较远，本王送你回去。还是我送你吧。他掏出一张瞬移符，不等萧燕开口，直接将他送走。好了，这下能去赚我的小钱了。男人影响了他打怪的速度，不能再影响他搞钱的速度。算命10两，镇煞符20两，2张40两。王爷准备好银子，稍后我自会去取。唐诗锦背着小布袋原路返回。臭丫头，你敢耍我？坑了我的东西还敢回来？来呀，把他给我围起来！你霉运当头，是真的要倒霉啊！500两，我替你消灾解难，比你开价还实惠些哦。放屁！你给我的那是银子吗？那是黄纸，没看出来呀！你个小姑娘竟还学了些旁门左道的本事！今日要么把600两银子还回来，要么留下你一条腿来，好叫你知道什么人能骗，什么人不能骗。把他给我绑起来，让人去他家要银子来赎人，若不给就打断他的腿。来啊，把这店给我砸了！噼里啪啦的，店里的古玩商品碎了一地。陆少爷，这是为何呀？为何要砸我的店呢？哎呦，不能砸，那可都是真品呐！都是赝品。陆少爷，高抬贵手啊！不知小店何处得罪了陆少爷？这店是我家祖传的，不能砸呀！你敢拿赝品以次充好卖给小爷，就该想到会有今日的下场。今日我砸了你的店，要好叫你知道什么人能骗，什么人不能骗。这话听着耳熟，店家惊诧地看了一眼唐诗锦，莫非他真的能看出些什么？误会都是误会，陆少爷，您听我解释。不必解释，小爷是做什么的？小爷也是做生意的，还从未有奸商敢坑小爷的，你是第一个。坑到小爷头上，算你倒霉。店家肠子都要悔青了，没想到陆修招招手，身旁的小厮便推了一个人出来。这个人店家认识吧？不认识。佟掌柜啊，你怎么能说不认识我呢？还是我介绍陆少爷去你店里买镇宅的法器，现如今陆少爷找上门来，你就翻脸不认人。陆少爷的银子你是没少赚呐。都给我砸干净了。既然都是赝品，也不必留着害人。小爷这是替天行道。是，少爷。陆公子啊，你印堂发黑，恐有灾祸。我这里呢有2张护身符，你拿回去，1张贴床头，1张贴身佩戴，可保平安。刚觉得你这小姑娘有点眼光，你就拿2道符骗到我面前来了，没瞧见我在砸她的店吗？这时护卫们也砸完了店，退回到陆修身后。陆修冷冷地看了眼店家和道士，转身就走。陆少爷，缠着你的是个女子吧？她穿着一身嫁衣，坐在铜镜前梳妆，要与你拜堂成亲。你怎么知道？我还知道，今夜子时，她会来找你拜堂，拜完堂你就死了。还真叫他说对了，正因如此，他才找道士来驱邪，不想遇到的是个假道士。拿护身符，你可以先试用，后付钱。陆少爷今晚可以体验一下。说完他就走了。陆修看着他的背影，意味深长地眯起眸子。去查查他是谁。小厮颔首，随后便跟上了唐诗锦。半个时辰后，小厮回到陆家。唐家？镇南侯府那个唐家？京城也没第2个唐家了，就是少爷您说的那个唐家。难道是他？他转手又把自己刚刚扔了的符捡了回来，揣进怀兜里。
半夜，陆修睁开眼睛，看到个人影，吓了一跳。秀儿，你大半夜不睡觉，跑来我房里干什么？不是说了不用你们守夜吗？陆修刚坐起来，迎面就泼来一盆冷水，他迅速闪躲，水珠还是溅到了他脸上。秀儿，你疯了吗？少爷，洗脚。哐当一下，铁盆掉在地上，秀儿也跟着昏了过去。刹那间，房间里的阴寒之气爬了上来，他额角青筋突突的跳，下意识的就想要逃。然而床边已经多了一双红绣鞋。修哥哥，你要去哪儿呀？哼！他惊恐的往后一弹，紧紧的贴着墙壁。修哥哥，时辰到了，跟我拜堂去吧。谁他娘的是你修哥哥？你个丑八怪，你别管！修哥哥，瑶儿不丑，你看看瑶儿啊。你别叫我修哥哥，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缠着我做什么？再不走，我找人收了你。修哥哥，没用的，你逃不掉，你是我的，跟我拜堂去吧。女鬼伸手要抓他，却在触碰到他的时候被一道金光打了回来。你身上藏了什么东西？还好他没有扔掉这张符。子时已过，女鬼不信邪，再次伸出爪子，金光再次大显，将女鬼震了回来。他顿时凶相毕露，随之房中阴气大涨。修哥哥，今夜我若得不到你，我便一天杀一个人，要你陆家不得安宁。清晨，小姐，这是大小姐给的碧螺春，让小姐尝尝。正好，把茶泡上，一会儿招待客人。什么客人？等会儿你就知道了。今日啊，会有贵客上门，你把茶泡好就是。不多时，门房小厮便来禀报，陆家少爷前来拜访，说想见三小姐。小姐真是神机妙算，说有贵客上门，还真有。陆少爷，久等了。你是唐家三小姐？陆少爷脸色不太好啊，昨晚一夜没睡吧？被一只鬼盯着，谁能睡得着？三小姐料事如神，想必知道我因何而来了。我想请三小姐帮我收服那只鬼，让他不要再缠着我，不要再出现在陆家。好说，不过先说好啊，捉鬼除祟要收费的啊。没问题，我最不缺的就是钱。知道你好，貔貅属性。陆少爷可以先回去，今夜那女鬼出现，我自会将其收服。啊，这几张符你拿回去，跟昨晚一样，一张贴床头，一张贴身佩戴，剩下的以防万一给你留作备用。鬼魂的心眼子多着呢，会找各种机会接近目标，最常见的就是利用目标身边的人。多余的符你可以给你身边的人，这样女鬼就控制不了他们了。我等你。符纸的钱呢，等收服了女鬼，还陆家一个清净后再一起算。陆少爷请吧。陆修揣好符箓，走了2步，又停下回头看了眼唐诗锦。怎么啦？陆少爷还有事吗？现在似乎不是说话的时候，他说了声告辞就走了。入夜后，陆修给身边伺候的人每人1张符，并下令今晚不用伺候，都拿好符纸，老老实实地待在房间里。偌大的陆家一下子就清静了下来。等等，我是不是忘了叫人给唐诗锦留门？不然等会儿他来了如何进府？陆修懊恼的一犹豫，起身就要去给唐诗锦留门，结果刚移动，无端吹来一股阴风。修哥哥，我头发还没梳呢，你来帮我梳头吧。小道姑，你在哪儿啊？忽而一道金光闪现，在哪？你刚刚叫我什么？你怎么进来的？哦，瞬移符。唐诗锦扫了眼地上的鬼头，原来你喜欢死无全尸啊！你是谁？放开我！这是我和修哥哥的事，你一个外人来捣什么乱？哈！再敢动，我踩爆你的头！女鬼瞬间不敢动了。给你2个选择：1，你自己去投胎；2，我打的你去投胎。
你自己选吧。我不走，我还没和修哥哥成亲，我不走。他的执念很深啊，而且你俩确实有点露水姻缘。不可能，我从未见过他。你再仔细看看，你确定没见过他？他内心翻江倒海的躲开视线，不与鬼头对视。喂，自己把头接回去，别再吓着我的招财兽。女鬼感受到唐诗锦的厉害，默默地把头拼了回去。你为何不收了他？收他容易，但根源上没解决，他就还是你夫人。什么意思啊？有人用你的八字跟他定了姻亲。是谁？是谁敢这么坑我？你能找到害我之人吗？说话间，女鬼似乎是怕暴露什么，一溜烟的逃了。你很快就知道了，跟我走吧。他早料到女鬼会逃，所以他刚才就在女鬼身上留了追踪符。他叫方瑶，你真的不认识他吗？方瑶，方家，亏我待他们不薄，他们竟恩将仇报来害我。陆秀气上心头，一脚就踹翻了供桌和牌位。你们是什么人？竟然敢擅闯民宅？你知道？让方永胜出来见我。陆少爷，给你们3个数，本少爷见不到方永胜，方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怎么回事？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方家主，好久不见啊！我竟不知方家主如此铭记我的大恩，给我立牌供奉呢。陆少爷，你怎么会来？我不来，怎知我在你方家已经死了呢？陆少爷，您听我跟您解释。小女不日前突然染病，不幸病逝。陆少爷您可能不认识她，但是她生前却一直惦记着您。我女儿一直对您倾心已久，我不忍心看她抱憾而终，这才立了一个您的牌位。你女儿死了，你就要拉我这个活人给她陪葬，还要让我体谅你？本少爷就条狗，狗还知道对我摇尾巴，你们连狗都不如。你知道你女儿纠缠陆修，要拉她成亲吗？你是？你用陆修的八字与你女儿结姻亲，你女儿就会缠上他。你们父女这是想让陆修陪葬啊？不，我没有如此想过，陆少爷，我也是出于无奈，我情有可原，我情有可原啊！这不是情有可原，这是自私。你还挺有本事，本少爷的衣物和八字都拿到了。只是一件衣服跟八字罢了，不会有事的。你能解除姻亲吗？可以啊，得加钱。钱不是问题，我要方瑶魂飞魄散，可能做到。谁也别想动我闺女，除非从我的身上踏过去。你以为我不敢踏吗？唐诗锦能动手，向来是不喜欢动口的。行，姻亲断了。不，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我马上就能和陆修在一起了，你为什么要破坏我们的姻缘？他的姻缘不在你，认命吧，否则我下一巴掌就要你魂飞魄散。方瑶被震慑住了。你的衣冠冢怎么处置，你自己看着办。方家的事你也看着办，活人的事我不管。天亮后我来取报酬。他已经给附近的阴差传信了，很快就会有鬼差来带他走。上天为什么要这么对你？有什么罪责冲着我来不行吗？我愿意用我的命换我儿子的命呀！王爷怎么还没来？太医呢？太医找来了吗？长生，你别吓母妃，母妃不能失去你啊！长生，王妃，您别太伤心了，已经派人去禀王爷了。大半夜的叫醒本王，有何急事？王爷，长生病了，他昏睡到现在一直叫不醒，刚刚还发热呕吐了。王爷，快派人传太医来啊！他不是一直如此吗？有什么好大动干戈的将本王吵醒？让厨房熬点药灌下去就是。
王爷，长生可是你的儿子啊，他病了，你看不见吗？他真的是本王的儿子吗？哼，你以为太医院是你家开的？你想请便请，想传便传，人家太医不用睡觉的吗？这大半夜的，你想让本王去哪儿给你传太医？传不了太医，那就找大夫，找个大夫对王爷来说不难吧？往日太医来开过的药，先给他喂下去，天亮再请大夫便是。长生，是母妃对不起你，母妃没有。突然像是灵光一闪，想到了什么。东菊，快备车，快去备车！王妃，这么晚了，您是要去给小公子找大夫吗？可王爷都说没大夫了，王妃又要去哪里请人来为小公子瞧病呢？对，你速去备车，我要去唐家。马车驶过寂静无人的街道，快些，再快些！片刻后，马车停了下来。到了吗？快到了，夜路看不清，险些撞上一个小姑娘。嗯哼，王妃是来找我的吗？瑞王妃正要下车，唐诗锦就直接到了马车里。她的命很快就要被人拿走了。三小姐，此前是我莽撞，我向你赔罪，可否求你救救我的孩子？还有的救，不过三小姐有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哪怕是要我的命我也愿意。我不要你的命，付钱就行。这里太挤了，我们换个地方治病。唐诗锦一抬手击出一张符箓，他们瞬间就从马车里消失了。将孩子放下吧。瑞王妃来不及震惊，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放下。唐诗锦掐了个手势，祭出一张安魂符，化作一缕金光融入长生体内。片刻后，孩子的面色逐渐有了些润色。长生不是病，是中了咒术，你也可以理解为有人诅咒他。怎么会？长生还这般小，怎么会有人诅咒一个孩子？这就要问问王妃啦。一般这种诅咒只用在极为痛恨的仇人身上。我家王妃平素最是和善，并未与什么人结过仇怨。哦，想要解咒需要长生父亲的一滴精血。他只是来救人赚钱的，不过问私人恩怨。快去请王爷来。是亲生父亲的精血。瑞王妃怔住了。三小姐，你说什么呢？小公子的亲生父亲不就是我们王爷吗？我说什么，王妃心中自然有数。我给长生用了安魂符，可保他3日平安。好，一滴血而已，我可以找来。三小姐可否能找到下咒之人？我定要他付出代价。可以。拿，贴身佩戴，可保平安。其实那护身符下面还压着另一道符纸。病我看完了，王妃可以付钱了。多少银子？唐诗锦竖起3根手指头。去我的提己中，拿300两给三小姐。可是王妃……去吧。护身符10两，安魂符20两，看病10两，总共40两。王妃找来精血再来寻我，我会为小公子根治的。说完，唐诗锦就走了。三小姐是个心善的，奴婢也觉得三小姐是个好人。东菊，备车吧。王爷，瑞王妃来了。人在哪儿？王妃将人请去了后院，说是要亲自招待。崇王低头继续作画，管家静静候着。没画好。王爷，不去看一看吗？既有王妃招待，本王去做什么？王爷，何事？嫂嫂说有要事与王爷说，连跟我喝盏茶的功夫都没有。这不，我便先带她来寻王爷了。瑞王妃寻本王有何要事？可否与王爷单独说话？那我便先去小厨房备些茶点，一会儿嫂嫂与王爷说完了事，再去我那里坐坐。嫂嫂可不许推辞，我可许久没见着嫂嫂了。端王只怕日日与嫂嫂腻歪，舍不得放嫂嫂出府走动呢。瑞王妃有什么事，请说。1刻钟后，瑞王妃从书房里出来。瑞王妃，您与王爷说完事了，我们王妃特意交代奴婢在这儿等等您，等您出来，定要让王妃去后院坐坐。
我们王妃可是张罗了一大桌的点心呢。崇王妃果真备好了一桌茶点，大多还都是她爱吃的。多谢你的盛情款待，只是长生身子不好，我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家。下次王妃来端王府做客，我一定好生招待。崇王妃咬下一块点心，没什么表情。瑞王妃想站起来，头就有些昏。你不该送上门来。怎么回事？嘿，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当事人正在看着你行凶呢。谁在说话？我在说话。你是怎么进来的？唐诗锦并未回答他，而是弯腰将瑞王妃身上的护身符拿了起来。瑞王妃醒过来。唉，他睡了你男人，你恨他是应该的。你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让他们母子身败名裂，可你呢，偏偏选择了最不应该选的一种，用咒术害人。实在不可取。你是说，是他害的长生？施了咒术的人偶应该还在这屋子里呢。你为什么要害我儿子？你要怎么恨我都不要紧，你要报复冲我来便是。为什么要对一个孩子下手？为什么？你这贱人还有脸问我为什么？你生的是谁的儿子？你来找崇王做什么？我只恨自己没有勇气当人的面捅他7、8刀，还有他那个野种更该死。疯子！没算错的话，你俩之间的恩怨是你咎由自取吧？就是他，就是这贱人勾引的崇王。若不是你给崇王用那药，你住口！趁着两个女人回忆往昔时，唐诗锦已经找出了施展咒术的傀儡娃娃。你可知皇族之人施厌胜之术是死罪？三小姐，这咒术你能解吗？能。当真是你做的？是，这贱人往我心口上插刀子，我便要往他心口上捅刀。他不是最宝贝他那儿子吗？我便要让他儿子不得好死，我也要让他生不如死。放着自己的妻子不睡，去睡自己的嫂嫂。小丑，你敢说你对他没有动心思吗？我动了，我不仅动了心思，那一日我也知道是他，才想要他的。解咒什么的倒也不急，先吃瓜。当年若不是你有意将我支开，瑞王也不会先一步去提亲。我们的错过皆因你。我凭手段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有错吗？本王一凭本事冷落你，你便不该觉得委屈。你娶了我，凭什么冷落我？她可是你的嫂嫂，你就不怕瑞王记恨你吗？因为一个女人兄弟气强，你就不怕被天下人耻笑吗？本王无需做皇帝，何须在意天下人的看法？不撕破脸，只是不想让他在瑞王府举步维艰罢了。别说，你们别说了，我只想救我儿子。只要长生能平安健康的长大，你有多少怨恨冲我来便是。三小姐，请你替我儿解除诅咒。吃瓜完毕，该干活了。不可能，我好不容易学来的咒术，你怎么可能轻易解得了？你说你是何方妖孽？反噬而已，他下咒术，咒术自然会反噬到他身上。你该庆幸他下的咒术一般般，否则反噬就不是脑子出问题这么简单了。他变成这样疯疯癫癫，或许对他来说是好事。王妃病了，请王妃带下去静养。事情解决了，王妃应该拿到惊喜了吧？我们回去替长生彻底根治这祸患吧。本王没看错，三小姐是有本事的。过奖了。若有难处，只管来寻本王。你和长生，本王都认。三小姐，我们快些走吧。本王让人备车送你们。马车太慢了，我们自己走就行。这三小姐有如此大的本事，唐家这是捡到宝了。长生，你醒了？你出府了？去哪儿了？去给长生抓药。贱人，你还不敢说实话？你儿子还在病着，你就迫不及待地去找你的姘头。你知道外面如今都怎么说本王的吗？我只是去给长生求药的，王爷不想救长生，想活活拖死他，这当我不知道吗？我早就同王爷说过，这王爷不能容忍我们母子，我们离开便是。你给本王戴了绿帽子，还想拍拍屁股走人？你把本王当什么了？
现在所有人都在笑话本王给别人养了儿子，你让本王颜面尽失，这野种是你的心头宝。嫣然呢？本王如今怀疑嫣然究竟是不是本王的种。嫣然是不是王爷的血脉，王爷心里不清楚吗？新婚之夜，王爷是如何对我的，难道王爷忘了吗？本王就知道你这贱人一直在记恨着本王，恨本王拆散了你和萧崇，所以你就给本王戴绿帽子。本王替他萧崇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子，我得从你们母子身上讨回来。说着，他转头就要去抓长生。啊！你想干什么？你若想动长生，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是你？你怎么在这儿？你敢私闯本王府邸？哼，我一直在这儿。打女人，你也算男人啊？我教训我的王妃，关你什么事？本王还没找你算账呢，你还敢送上门来？只会在女人身上找优越感的垃圾。你好大的胆子，敢对本王！聒噪！定身禁言符就适合这种人。娘亲疼，娘亲不疼。长生乖，等长生好起来，娘亲带你离开这里。三小姐，拜托你了。唐诗锦点点头。姐姐，谢谢你救了我。不用客气啊，我收了报酬的。多谢三小姐救命之恩，三小姐便是长生的再生父母，大恩大德，我们母子此生不忘。啊，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是我们修道之人应该做的。而且我也很喜欢长生。经过这么一折腾，天已经大亮了。妈呀，该去下一家收银子了。打工人的快乐也就在领银子的时候了。王爷怎么还没走？那是本王不想走吗？是他走不了啊。来人，把你们的王爷抬回去。听闻你去了瑞王府，瑞王可是个表里不一的，他可有为难你？难怪他觉得忘了什么事儿，原来是忘了瑞王的定身禁言符没解。不过也不要紧，2个时辰后会自动解开的。银子准备好了吗？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哇，攀关系套近乎没用啊，不打折。这，他是那种需要套近乎打折的人吗？多少银子？你开个价。这个数，其实已经是友情价了，所以没得打折。3万两。3万两银子装箱太重，怕你拿不动，还是给你准备银票吧。我想说的是30两，一下子就变成3万两了。有钱人都是以万为单位的吗？去拿3万两银票给小道，小锦。我叫你小锦，你不介意吧？其实也没那么贵啦。贵吗？先前被我砸的那家黑店，2个没用的破法器都坑了我3000两。你是有真本事的，就救了我的命，3万两不多。看出来了，原来你才是最大的冤大头啊！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却之不恭啦。很快，小厮取了银票来。没什么事，我就先走啦。以后再见鬼了，欢迎来找我。你就不能盼我点好？万一呢？毕竟他抓鬼在行，也省得他多花冤枉钱，不是？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唐诗锦顿步，回头看了他一眼。我与阿凛是挚友，我们小时见过的。他盯着陆修。你减肥了？没记错的话，小时候他很胖的。小时候你不是说胖子都是潜力股吗？你看我，如今脱胎换骨般，可见你所言不假。你这是从哪里换了颗头？没成想我瘦下来，你已经不认识我了。嗨，不是你的问题，只是吧，我对长相普通的有脸盲症。我长相普通？你随便去打听打听，谁不说我陆少爷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又腰缠万贯？小道姑居然说我普通，他大概是眼神不好，一定是在山上待久了，没见过男子，更没见过像我这样的美男子，所以才觉得我普通。你哥哥之前给我来信，托我照顾你，今后缺钱了尽管来找我，银子管够。突然就傍上大款了，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奋斗了？阿凛说了，即便你回了唐家，你依然是他妹妹。若是唐家敢欺负你，让我给他传信，他回来替你出头。但我更喜欢自己挣钱自己花，如此才心安理得。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独立，有自己的坚持，看似冷漠，实则心地仁善。
他好像还有一家的报酬没收，于是他挥挥手跟陆修告辞后离开了陆家。主子，属下发现了一件大事，主子请看，这是国师留下的，属下竟忘了还有这么重要的事。亲王的女儿，也就是三小姐，她是主子的克星啊！闭上你的臭嘴！哦，原来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我是来收银子的，王爷准备好了吗？本王比你大不了2岁，命你相克之事，那是国师测算，本王当年并不知内情。阿锦，莫要怨本王可好？他这是在跟他解释？王爷言重了。不过国师似乎才不配位啊！我算过了，我与王爷并不相克。是，国师的道法不如阿锦，本王遇到阿锦，是本王运势好。他觉得主子在甩锅，但他不敢吭声。说好听的话没有用，不打折，总共50两。王爷拿钱，我走人。高峰，去拿银子来。是。高峰默默地退了出去。难道是国师搞错了？阿锦，本王想请你看看，本王找回了一部分气运，寿数可有延长？有，但不多。地心命须得完全找回，你才能长寿。今后就有了阿锦了。嗨，好说，付钱就行，不白打工。阿锦上次说夺本王命格之人会有大运势，京城有大运势的的确有几家。阿锦，可否有空陪我去看看？可以。不过我的符用完了，我得先回去画些符。等了1刻钟，高峰还没回来。王爷府上条件很困难吗？拿个银子要这么久？倒也还过得去。没想到啊，堂堂皇叔竟然过得这么拮据。这时高峰拿了银子回来。三小姐，这是50两，你数数。不用数，我信得过王爷的为人。临走前，他看了眼高峰。我观你印堂发黑，一脸的倒霉相，要买符吗？10两一张，可以帮你化解霉运哦。多谢三小姐好意，属下命硬，不怕霉运。这家伙确实命硬，不然也不能跟在煞气缠身的小皇叔身边伺候。10两银子一张的符，他1个月的月钱都没有10两，并且他怀疑唐诗锦是在给他穿小鞋。谁救他谁倒霉哦。萧燕扫了他一眼，高峰只觉得脖梗一凉，幸好萧燕没说什么，只是让他退下。高峰摸了把虚汗，立马给自己倒了杯凉茶压压惊，结果身边有侍卫路过，叫了他一声高大哥。他捂着自己咽喉，发出的声音。高大哥，你怎么了这是？高大哥，快放手！你会掐死自己的！一脸的倒霉相。不会这么灵验吧？就在高峰要被活活窒息而亡的时候，萧燕一掌拍在高峰后背。多谢主子相救。你确实一脸倒霉相。主子，属下去找三小姐买符还来得及吗？10两银子买你一条命，不亏。吃饭的时候，萧燕习惯饭前先饮杯清茶，咔嚓一声，瓷杯无端裂开。主子，阿锦的话果然灵验。都怪属下不好，是属下连累了主子，属下先替主子包扎，然后便去找三小姐买符。小姐，你回来了，快去瞧瞧阿娘，咱们的外祖父不好了。没等唐诗锦理解过来，就被拉到了卫士屋里。小姐、令爷，叫上你们2哥，跟我回去看看你们外祖。母女3人坐在一辆马车里，唐玉妍则在外骑马随行。阿娘，你别太担心了，外祖父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二郎已经找了京城最好的大夫前去。你舅舅来信说不成了，怕是真不成了。生老病死乃世间常态，唐诗锦也不知道要怎么安慰卫士，只觉得内心有些酸楚。这就是小锦吧？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你外祖一直惦记着你，去看一下他老人家吧。一进门，唐诗锦便感觉屋子里的阴寒之气极重。外祖父，令姨来看您了，您睁开眼睛看看令姨呀。小锦，给你外祖父磕个头，尽个孝吧。为娘应该早些带你回来的，不想，竟是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舅舅，让他们都出去吧，外祖父还有的救。小锦，你说什么？三妹妹，你是说？外祖父不是病重，只是被阴气侵蚀了身体。这，兄长，还请相信小姐，让这些人都走吧。辛苦诸位郎中跑一趟，来人，带诸位去领诊经，然后好生将人送出府。唐诗锦专心救人，祭出一张安魂符，融入魏老将军眉心。我
我听见是你救了我。父亲，您可吓坏儿子了。这是小姐，是她救了您。您有个好外孙女啊。这点事就吓坏你了？出息！我的孙贝尔哪个不好？小姐，过来，外祖父瞧瞧你。外祖父，好，回来就好。我刚刚，丫头，你是怎么救我的？用符纸。丫头好本事，你跟外祖父说说，我因何病重？外祖父身边有阴灵，阴气日日消耗外祖父的精气，慢慢的您就会阳气不足，沉重病状态。其实您只是杀阴灵累着了吧？我外孙女是个高人呐。父亲，您刚醒，还是先歇着养养身子吧。小锦已经回来了，有什么话等您养好精神再说也不迟呀。我精神好着呢。丫头既说我身边有阴灵，可知道阴灵在哪儿？那把刀上有阴气。小姐，你说这把刀有问题？唐诗锦点头。兄长，这宝刀瞧着眼生，父亲从何处得来的？是我无意间得来的，没想到是个不吉利的。丫头既说这把刀有问题，拿出去丢了吧。父亲又何必替他遮掩？这把刀是我的妹夫唐孝明孝敬给父亲的。什么？兄长，唐孝明几时来过魏家？为何我不知情？他没告诉你，也自然不知情。在1个月前，唐孝明得了这把宝刀，便拿来献与父亲。父亲爱惜兵刃，几乎日日都要擦上几遍。想来，父亲也是1个月前开始病的。小姐，你可看仔细了，你外祖父当真是因为这把刀而病重？父亲怎么会？小姐，会不会是你看错了？这刀有极重的戾气，想来屠戮了不少人命，才会有这么多的阴灵附着在上面。外祖父若每日与此刀相伴，阴气便会日渐侵蚀他的身体，最后连外祖父的魂魄都会像刀上的阴灵一样被禁锢吞噬。回来！他如何不知父亲顾虑的是妹妹？交给我吧，若小锦所言属实，我饶不了他。小锦，你外祖父的身体可否能调养好？能的。令姨，你们在魏家住几天，多陪陪你们外祖父，等外祖父身体好些，你们再回去。阿娘你呢？我即刻便回去。阿娘，我跟你一起回去。侯爷呢？夫人，侯爷在老太君那儿。母亲，今日您觉得身子怎么样？我老婆子还死不了。不是我说你，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儿，泼辣强悍，非但不来我这个婆母跟前示吉不说，还动辄在我面前甩脸子。这是我唐家，不是他魏家，你也不怕叫人笑话？母亲，您且再忍忍，儿子迟早休了他，再给您娶个贤良听话的媳妇回来孝敬您老人家。哼，若想休妻，何须忍耐？即刻便可写休书。你不是回娘家了吗？怎的这么快就回来了？侯爷认得这个吗？认得，这刀是我送给岳父大人的，你将它拿回来做什么？你这个疯女人，你想干什么？魏氏，你敢在夫家动刀子，你还有没有点做人媳妇儿的样子？哼，即便我不是您口中贤良淑德的好儿媳，可扪心自问，我从未想过要对您不利。而您的好儿子，身为女婿，却敢对岳父不利。唐孝明，你敢害我爹，我便要你的命！不可能，你在说什么混话？我送宝刀给岳父，只是想讨好他，你休要在这胡说八道，血口喷人！我血口喷人？你敢让我刺上一刀，以证清白？魏氏，你究竟发什么疯？你爹喜爱这些兵器，我送宝刀是为了投其所好，讨岳父欢心，有什么不对？我这是在给你抬脸面，你不要不识好歹！这刀上附着阴灵，害得我爹病重，你敢说你不知情？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阴灵？这就是一把上好的宝刀，哪来的什么阴灵？是不是你又在你娘面前胡说了些什么？你个孽障，从道观里出来，搅得家里乌烟瘴气，我就不该将你接回来。侯爷若是真无辜，那干嘛不让我阿娘刺上一刀，证明自己的清白，也证明我是在胡说？放心，阿娘下手有分寸的，不会要侯爷的命。放肆！你还想弑父不成？只需一点点皮外伤，侯爷就可自证清白。是个男人就别怂，不然我看不起你啊！魏素雨，你敢？你敢对我爹不利，我就敢弑父！你有什么证据说我谋害岳父？就凭这臭丫头几句装神弄鬼的话吗？你简直荒唐！
来人呐，给我把这个悍妇捆起来，开祠堂请家法。下人们听见声音进门来，谁敢动？下人们纷纷低着头，不敢上前。你们都聋了？不要忘了，你们是谁家的奴才？谁才是唐家的主子？谁是唐家的主子？若无我，唐家焉有今日的荣光？你一个外姓人加入唐家，在家中横行霸道，当真以为我不敢休你吗？不休你就是孬种！你该庆幸小锦救活了我爹，否则我定要你陪葬。说得不错，一个外人也敢在唐家耀武扬威，你仗着谁的势？没听见侯爷的话吗？把夫人捆起来，押去祠堂，罚跪反省。我是外人，难道您不是？您老人家大概是忘了，我跟您是一样的，您也不姓唐。混账！我是你婆母。您不是让你儿子休妻吗？很快就不是了。够了，你还有完没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当真不知这刀中有阴灵？这把刀你是从何处得来的？我说了，我不知道什么阴灵，我送宝刀只是为了哄岳父大人高兴，我这也是孝敬他老人家。哼，侯爷还没说，这一刀你是从哪儿得来的呢？刀上有阴灵，险些害了我外祖父，这是不争的事实。不可能，那刀哪来的？混账东西，你是在逼问你的父亲吗？是啊，侯爷你要知道，我多的是办法让你说实话。是太子上赐给我的，我知岳父喜爱兵甲，便转送给他老人家了。我哪知道那上面有什么阴灵？太子？难道是太子要害我爹？你疯了，这话也是能乱说的吗？我看这件事就是个意外，没准岳父大人真的只是生病了而已。你们休要神神叨叨的，太子根本就不知道我将宝刀送给了岳父。是意外还是人为，还真不好说。卫士得到答案，收起刀转身就走。我等着你的休书。我娘在唐家一日，她便是唐家主母。谁要是敢对我娘不利，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万鬼缠身。你看看，这就是你娶的好媳妇儿，她如此不将我们母子放在眼里，你还留着她做什么？现在就写休书，让她滚出唐家。是他不想休了卫士吗？是他休不得。若休了他，魏老将军势必不会再扶持他。母亲，暂且不能休了卫士。原以为那把刀能悄无声息地让岳父病逝，为何不能休？莫不是方才他们母女说的是真的？你当真想谋害你的岳父？我没有，我不知。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儿子真有这么大的胆子，敢谋害岳父。老太君再不敢说要休了卫士的话了。夜里，唐玉妍喝醉了。二哥，我可以让你清醒下。我没醉，我一直都知道父亲和母亲互相怨怼，我以为只要维持住家中表面的平和，便也是一家和睦，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母亲其实在唐家过得不开心，父亲呢，碍于母亲身后的魏家，不敢轻言休妻，便冷落母亲，一家人都貌合神离，现在连装都装不下去了。唉，阿娘和这南侯的夫妻情缘已断，与其做一对怨偶，不如各自安好。再说，你何必苦兮兮的？你这个年岁，父母不会争你的抚养权。三妹妹，你是在安慰我吗？我是在开导你。受教了，你说的对，阿娘不该因为我们被绑在唐家。与此同时，太子府，太子肖战打坐时突然睁开眼，感应不到了。他用一张符纸，双手合十夹在掌心，再度闭上眼，视觉中便看到了魏家的光景。突然，唐诗锦赫然抬头，随手打出一道符，空中冒出灼烧的火花，一双窥探的眼睛消失了。该死的唐诗锦！来人！太子殿下，传太医。要不是他收手的快，眼睛就要保不住了。是。三妹妹，你刚刚在打什么？莫不是外祖父府上还有邪祟？哼，没什么，一只偷窥狂而已。我这就去找舅舅，让他加强戒备。外祖父身子尚未养好，可不能再出岔子。去吧。纸人便有意识般的飘了出去，唐诗锦随后跟上。纸人飘到了一座府邸前，他想飘进去，却被一道结界给撞了回来。哼，
果然是太子，没想到堂堂储君也修习了道法，还在自己府中布下了法阵。刹那间，铺天盖地的阴气从阵眼处往外泄，难怪要用锁魂阵，看来这太子府的阴魂不少啊。紧接着，他听到太子府传来人仰马翻的声音。怎么回事？回太子，府里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就乱了。拿去贴在府里的各个长廊门窗上。是。谁？什么人敢打本太子？大胆小鬼，还不速速退下！为什么他的符不管用了？来人，快来人！人都死哪儿去了？太子殿下，滚过来，扶本太子离开。是。汤时锦，这是猜到是我啦？太子殿下，王爷，你怎么在这儿？疼吗？啊，还挺疼的。他手心都打红了。你不抓我？本王为何抓你？只是太子府危险，你不该一个人贸然擅闯。我不怕。夜深了，本王送你回去。王爷，你能先松手吗？我可以自己走。你不问本王，为何知道你在此处？王爷自有王爷的门道。再说，王爷不是拿我当兄弟吗？兄弟办事，王爷帮忙，那是王爷大义。兄弟？谁说他把他当兄弟的？怎么啦？王爷怎么不走啦？是我说错什么了吗？罢了，他还没开窍呢。我有权隐卫，太子府外有我的人。你出现在太子府，本王便收到了消息，怕你出事，才来寻你。我在太子府察觉到了傀儡的气息。之前刺杀你的傀儡，并不是出自宋家，宋家只是个背锅的。我看呐，十有八九是太子搞的。太子想杀我不是一天两天了，然则以邪术炼制傀儡，他这个太子便是德不配位。王爷放心，我一定帮你找回子气，让你重新回到属于你的命格上。本王拭目以待。走吧，送你回家。有他在，亦可保他在京中无恙。打从魏氏带着子女回了魏家后，便在魏家住下了，没再回唐家。白家、刘珠，别只买衣裳，珠钗首饰、胭脂、水粉，只要是我外甥女喜欢的，尽可买下，不必吝啬钱财，也不必为我省钱。是，将军。傍晚时分，马车才回到将军府。父亲，你二人这是打算在此常住不成？买这么多东西得花销多少银子？一个女子如此大手大脚，将来如何操持家务？我们花你银子了吗？谁说女子就一定要操持家务？你这口气是看不起女子吗？你敢顶撞为父？女子本就该在后宅相夫教子，操持家务，你自己也生也长，莫要带坏你大姐。另一，你与宋家退婚一事，已经让我唐家折损了颜面，你还如此不知收敛，跑出去抛头露面，是嫌唐家不够丢人吗？你也就剩一张嘴了，再不知道闭嘴，我可以帮你。你们乱花外人的钱财，贪慕虚荣，为父还不能说你们了？小景跟令仪并非是外人，我是他们的舅舅。你这个父亲如此大义，又怎么不给他们银子花呢？正好我外甥女看上了一间银楼，你买下来送给他们吧。大舅哥这是在羞辱他呀。我家妹子若不是嫁于你，说不准亦会是个战场杀敌、建功立业的女将军。谁说女子就得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只有没用的男人才会凌驾于女子头上去找优越感。他喜欢这个舅舅。兄长言重了，我是来探望岳父大人的，顺便接夫人回去。他们几个已然在兄长家叨扰多日。这里也是他们的家，有何叨扰？怎么，你以为我妹妹做了唐夫人就不姓魏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去找你算账，你就该缩起尾巴窝在唐家。谁给你的胆子跑来我魏家教训我的外甥女？夫人虽姓魏，却是我唐家妇，有道是出嫁从夫，官以夫姓，她便是我唐家的人。我来接回自己的夫人，兄长何故如此阻拦？莫不是想挑拨我们夫妻感情？你一个背信弃义之徒，你有什么脸面以我妹子的夫君自居呢？你可还记得你当年究竟是怎么答应我的？一个连妻都没娶的男人，也好意思跟他翻旧账？侯爷是来送休书的吗？
我兄长是给我面子才没将你赶出去，你若识趣，留下休书就可以走了。什么休书？不过是气头上的一句气话罢了。谁家夫妻拌嘴没说过2句气话？正所谓床头吵架床尾和，就因为这点小事你就跑回娘家，一住就是好几天，岂不是让外人笑话？哼，我几时在乎过别人笑话不笑话？兄长和父亲不嫌弃我，我便在家住着。和离一事我没开玩笑，唐家让我厌恶，我不想再回去了，也不想再跟你过。宝刀一事，无论你知不知情，你既做出来了就该想到，我们的夫妻情分到头了，回去写好休书再来吧。妹妹总算看开了，若是此时和离，魏老将军绝不会再提拔他，魏宇泽也会尽情地打压他。夫人，你这是何苦呢？都这把年纪了，还说什么合离不合离的？若真合离了，你让外面的人怎么看令仪和玉言？你就不怕他们兄妹俩被人笑话吗？宝刀的事是我的疏忽，我这不特地来向岳父和夫人赔罪了吗？我是真不知道岳父会因那把刀病重，都是我的错，我去给岳父赔罪，求得他老人家的原谅。夫人，我是不会休了你的，你就不要同我置气了。不必说了，你若不写休书，我写。签个字吧。荒唐，哪有女子休夫的？即便是被男人休妻的女子，也得常伴青灯古佛，无颜见人。你竟堂而皇之的要休夫，简直荒谬！没有女子休夫，今日我便开这个先例又如何？唐孝明，是我要休了你。这才是他妹妹，往常在唐家太过憋屈，如今总算做回自己了。你们是死人呐，不会劝一下你们阿娘？别忘了她姓魏，但你们姓唐。唐令仪被吼得身子颤了一下，他垂下眸子，并未阻止阿娘。阿娘要休夫，他举双手双脚赞成，好吗？来人，给这男猴搬张桌子，拿笔墨过来。这上面写的已经是给足了你面子，侯爷，签字吧。九兄，你撺掇你妹妹与我和离，对你有什么好处？以后我妹妹便可以光明正大的住在家里，无人再敢说什么闲话。孩子们也不必再看别人的脸色，花几个银子，都有些人舍不得。我不会签的，你想让我被人耻笑？做梦！但凡他不签字画押，魏氏到死都是唐家妇。这可由不得你。他正要叫人来压着唐孝明签字。二郎！听到唐孝明喊他，他默默走了出来。二郎，你快劝劝你母亲，你看她闹的什么脾气？为着这么一点小事，竟要和离休夫，她这是想拆了这个家呀！玉言这孩子向来听话，又高中探花郎，他若休夫，会不会影响他的前途？小事，父亲可知外祖父险些没命？可他不是没事吗？你外祖父病重，兴许就不是因为那把刀，鬼神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二郎，你读了那么多圣贤书，难道不知子不语怪力乱神的道理吗？再说，你外祖父不是已经好了吗？你们怎么能无端将莫须有的罪责扣在我头上？那把刀是陪葬品，可谁又能真的确定那刀上有阴灵？父亲，请签字吧。混账！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竟要你父亲母亲和离？不是和离，而是休夫。我若是你，签了字，莫再纠缠，否则我与父亲能让你当上这个镇南侯，也能让你从这个位置上滚下去。当初是岳父大人说是我智破蛮夷，立下军功，大舅哥若是要道出当年的旧事，就不怕魏家也落得个欺君罔上的罪名吗？我若废了他，你有什么可说的？用不着兄长动手。你不等他开口，魏氏直接将他提了起来，推到桌边。你无耻的让我恶心！我当年是瞎了眼才会瞧上你，你有哪一点配得上我？魏素雨，你说这话你有没有良心？这些年你在唐家作威作福，我哪次不是容忍你？当年我对你亦是有求必应，我对你难道不好吗？好大一只凤凰男呐！父亲，不要再和母亲相看生厌了，父亲签个字就可以走了。你便让魏家这般羞辱你的父亲，你别忘了你是谁的儿子。我就是不想看到父亲再受羞辱，所以还请父亲莫再纠缠了。唐玉言捉着他爹的手，将笔塞到他手里，强行按在休书上。混账！你要干什么？你敢逼迫为父？唐玉言又抓着他的手，按下了手印儿。逆子！父亲，请吧。我唐家没有你这样亲疏不分的孽障，以后你也不必回来了。
唐孝明怒而甩袖，愤然离开。这是怎么了？不是去接卫士去了吗？怎么这副脸色回来了？母亲，他不会回来了。什么意思啊？你真的休了他？是他写了休书。卫士凭什么休夫？他怎么敢？奈何老太君腿脚还没恢复，走不得路，被唐孝明给拦了回去。还嫌他不够丢人吗？老夫人，侯爷，夫人回来了。哼，他莫不是后悔了？你去让人将他拦在门外，想回来就一步一叩头的跪来我跟前。唐孝明觉得卫士不可能来认错，心里又想，万一呢？卫士直接带着唐诗锦去了库房，指挥人搬东西。修夫了，他的嫁妆和家私可不能便宜了唐家，都得搬回去。唐令仪和唐玉妍本来也想陪他回来，被卫士拒绝了。阿娘是知道我的本事的，若有人敢不长眼的阻拦阿娘，我能让他们闭嘴不是？免得吵到阿娘。你这是干什么？谁允许你动唐家的东西？唐家的东西？这些年你毫无建树，唐家都是靠我维持的，你哪来的脸说是唐家的东西？这女人在魏家羞辱他不算，竟还追到唐家来羞辱他，简直岂有此理！荒唐！你作为唐家主母，与唐家的人情往来，何该你去维系？这是你的本分。哼，你儿子没告诉您，我已经把他休了吗？这个唐家主母，谁爱当谁当。放下！你把东西都给我放下！那都是我唐家的家财。卫士，你违背伦常，妄言休夫。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离经叛道的妇人？你还要不要脸？哼哼，好好说话，不然让你们这辈子都说不了话哦。你祸害家门，我就不该把你认回来。后悔也晚了，你若没起恶念，便不会有今日的恶果。识相的就让开，你是打不过我的。今日若不将唐家的东西留下，你休想离开。老太君呀，腿上的伤口很疼吧？猫哭耗子，假惺惺。老太君是该多拜拜佛，求佛祖保佑你不被湿气折磨死。你什么意思啊？老太太该庆幸当时的唐之礼道行浅，又是在佛寺里受佛光庇佑，不然就不只是摔伤腿而已。啊，你的腿啊是被傀儡所伤，3000两，我替你摆平。你给我滚！是，滚就滚。阿娘，我们走吧。我们回家。谁敢？这次给他用了定身禁言符，全身上下能动的只有眼珠子。唐家门外，卫士的嫁妆装满了几个马车，浩浩荡荡的离去。唐娇娇从门背后露出半个身子，眼睛里充满疑惑。就在唐诗锦他们刚走，又有一辆马车停在了唐家门口。三小姐，左侍卫，你怎么来了？太子殿下想见三小姐，特命卑职来请。三小姐，请吧。有劳左侍卫了。三小姐，请吧。一进去，他便闻到了一股很难闻的味道。太子哥哥，旁边还跪了好几个太医，全都低着头瑟瑟发抖，不敢言语。待太子抬起头来，啊，好丑！刚刚那是太子，他怎么变成这样了？怎么是你？不是太子殿下让人来找我的吗？左莽，太子殿下，你是怎么办事的？我让你找人，你把他找来干什么？不是太子殿下让我去找三小姐的吗？我让你找的是唐诗锦，你找他来有什么用？太疼了，疼得他想抠了这双眼珠子。卑职愚钝，太子殿下恕罪。太子殿下找小景做什么？他能治本太子的眼睛。3天了，他眼睛四周的腐蚀越来越严重，太医们却束手无策。要想保住眼睛，眼下只能找唐诗锦了。没听说过小景会医术，太子哥哥的眼睛是怎么了？怎会伤成这样？还不去找人？是。等一等，要找小景，左侍卫不必去唐家了。小景不在唐家。他在哪儿？他跟随侯夫人回了魏家。他的眼睛就是在魏家伤的。唐诗锦这是打算坐镇魏家吗？卫士吩咐人将带回的东西搬进库房。这都是你的嫁妆跟积蓄，不必放进库房之中，留在你自己院子里吧。舅舅，家里有药材吗？啊，如果有药房那就最好了。自然是有。小姐问这个做什么？我要炼药。哦，小姐还会医术？略知一二。阿娘，
等会儿有人要给我送银子来了，我要去炼点药。去吧，药房的药材繁杂，小锦要当心些。阿娘放心。你这个女儿不错。那当然。听闻她同19王爷走得近，是吗？我瞧着也是。19王爷身份贵重，更有传闻王爷不近女色。小锦这些年生长在外，怕是自在惯了。她与19王爷走得近，我担心不是什么好事。19王爷身份是贵重，但我家小锦也不差呀，他还是归墟道长的徒弟呢。再说，我瞧着是19王爷先接近我家小锦的，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说明19王爷眼光好啊。少将军，太子府来人想求见将军，说想见见三小姐。到底是见我，还是见小锦？卑职觉得是想通过少将军见三小姐。哦，太子找小锦做些什么呢？哼，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唐孝明说过，他送给父亲的那把宝刀就是从太子那儿得来的。卑职左莽见过少将军。不必多礼，不知左侍卫前来有何贵干？太子想请三小姐去看诊。看诊？给谁看诊？太子殿下。左侍卫说的三小姐，可是我外甥女唐师姐。不知太子从何处听说我外甥女会看病的？这个卑职不知，卑职只是奉太子殿下之命行事，可否请三小姐出来一见？不瞒左侍卫，小锦正在药房炼药。在左侍卫来之前，小锦说会有人前来寻她，没成想来的却是太子殿下身边之人。太子殿下有令，务必让卑职将三小姐请去太子府，能否让卑职见见三小姐？另一头，卫士也去了药房找唐诗锦，告诉他太子府来人了。小锦，你这炼的是什么药？啊，山腿瞪眼丸。这就。小姐，这位是太子府的侍卫。三小姐，太子殿下想请你前去看诊，还劳烦三小姐跟卑职走一趟吧。魏宇泽不着痕迹地往前一步，想威胁他外甥女不能够。好啊，不过先说好啊，我看病是要收费的。说你能医好太子殿下，殿下自不会亏待你。舅舅，我很快就回来。魏宇泽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头。1个时辰之后，舅舅去接你。太子殿下，三小姐请来了。民女见过太子殿下。唐姑娘不必多礼。说起来，你是庆王叔养大的孩子，也算是本太子的妹妹。本太子患了眼疾，听闻你师承归墟道长，能治疑难杂症，所以想请你来给本太子瞧瞧。哼，演技不错。能治。太子这看着不像演疾，倒像是经书上所说的报应啊。这话也是能说的吗？啊，太子殿下别介意啊，你也知道我是归墟道长的徒弟，被师父逼着看过不少的经书。太子这演技很像书里说的品行不端，偷窥他人遭到的报应啊。哎，我看太子府的阴气有点重，方才在路上还看到了贵府贴了符箓，想来太子殿下对道法也颇有研究。本太子有幸曾听国师讲过道法，自是不如唐姑娘深得归墟道长的真传，不知本太子的眼疾要如何医治？啊，那此药丸1日3次，服用1月即可复原。这药丸1000两1颗，这里有30颗，一共3万两，先收费后服药。多少钱1颗？这是王母娘娘的仙丹吗？1000两1颗。唐姑娘用的什么药，竟比太医开的贵上100倍。张太医，你去验验那药。一来防止唐诗锦在药丸上动手脚，二来看看他那是什么灵丹妙药，要那么贵。本太子入口的东西一律都得查验，这是规矩，唐姑娘不会不懂吧？民女明白。张太医将药丸倒出来。这说，回太子，这药丸并无不妥，只是这药丸里的用药与我等写的药方无甚差别，只不过将其制成药丸罢了。成分一样，但用药的技术不一样，炼药的火候不同，用水也不同。我炼的药用的是符水，一张符花了我3年的修为呢。太子觉得1000两银子能买到我3年的道法吗？用符水炼药治病，是不是民间的跳大神行骗吗？他知道唐诗锦的道法不容小觑，否则他的眼睛也不会变成这样。若有效果，1000两，本太子给你。是3万两。左马去取银子。是。
不多时，左莽便取来了3万两银子，交到唐时锦手里。太子殿下若无事，民女就先告辞啦。等等，你方才说1日3次，服用1月，本太子的眼睛才能恢复。这里才30颗药丸，不足1个月的量。所以太子每隔10日便让人准备好银子去魏家找我，我会炼好药丸拿给太子的。他感觉他被讹了，但为了眼睛，他只能忍。左莽，送3小姐出去。三妹妹，快跟我走，我有话跟你说。二哥，出什么事了？我问你，你是不是对19王爷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啊？想到三妹妹于人情世故上本就迟钝，看样子感情上她也灵光不到哪儿去。也怪我没有早些查清，竟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事。什么事啊？三妹妹，你以后离19王爷远些，莫要再靠近他。为什么？因为他克你。二哥，你从哪儿听来的？我与19王爷并不相克。他早已取代了幼年小石锦的命格，现在他与萧燕没有相克一说。二哥并非吓唬你，小姐，你当年就是因为19王爷才被送去道观的。王爷出身尊贵，连庆王都只能迁就他。离他远点儿，恐怕做不到。你不会真喜欢上19王爷了吧？不是，是比喜欢更重要的事情。你爱上王爷了？他为什么要爱上萧燕？唐玉言见他不说话，又皱着眉心，便以为他这是默认了。唐时锦，欣然郡主，郡主来此有何事？我不是来找你的，让唐时锦出来见我。郡主有什么话跟我说便是。你算什么东西？让开！本郡主要见唐时锦。我乃陛下钦点的探花郎，我三妹妹也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不过一个小小探花，你神气什么？你与那宋青书一同科考，他的状元是舞弊来的，谁知道你的探花郎是不是名副其实？二哥，你找我？你害得我爹娘和离，毁了2个王府，你满意了？唐时锦，你就是个扫把星，你怎么还有脸待在京城？我为什么没脸待在京城？你是不是以为全天下只有你最聪明，只有你一个人长了眼睛，别人都是瞎子？如果不是你，我爹娘即便是将错就错，也会过下去。我们一家也还是会其乐融融。你为什么要当众揭穿？唐时锦，你怎么这么恶毒？你爹娘和离的因果不在我，你恨错人了。说完，他转身就要回魏家。你别走！你害得我爹妻离子散，害得崇王府家破人亡，谁跟你沾上边，都是倒了8辈子霉。你连自己的爹娘都克，让你娘干出修复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来，真是叫人恶心。魏家怎么敢把你这个灾星领进门？就不怕全家被你克死吗？是我让你娘给你爹戴绿帽子了吗？是我让你爹夺人所爱的吗？我还救了你同父异母的弟弟呢。郡主是不是连谢谢都不会说？迁怒于我，并不能挽救你支离破碎的家庭。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顺便告诉你，你娘如果可以选择呢，她并不想生下你。你的存在对瑞王妃来说是耻辱，谁会喜欢一个强暴她的人的孩子？你说话怎么能这么恶毒？我只是礼尚往来罢了。再者，我说的哪句话不是实话？唐时锦，可怜的是瑞王妃，不是你。她是我母亲，为了我和弟弟隐忍，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哼，难道你母亲她就不是人了吗？她就该为你们隐忍，该因你们而活。瑞王妃她也是个人呐。不明白唐时锦这是什么谬论。唐时锦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眉心藏着一缕黑气。你业障缠身，很快就会被邪气吞噬，害人终害己。唐时锦，你少在本郡主面前装神弄鬼，识相的，你给本郡主滚出京城，否则本郡主绝不会让你好过的。啊，我好不好过不知道，但你很快就会不好过了。你住手！谁敢阻拦本郡主？19皇叔细细地打量着他，确认他没有伤着。19皇叔，唐时锦他目无法纪，竟敢编排我父王母妃的闲话，还敢顶撞本郡主。皇叔，你快把他抓起来！是该抓起来。嫣然郡主嘴角咧开，萧燕转过身。仗势欺人目无法纪，既然瑞王兄不会教导你，那本王便替他教你。高峰，将郡主押去金鸡营，好好反省。是。皇
叔，你抓错人了，为什么抓我？有错的是唐诗锦。皇叔，你就该把他赶出京城。对你皇叔来说呢，我比你重要多了，他不会赶我走的。这贱人，在他面前显摆皇叔对他另眼相待吗？带下去。有事啊？三小姐，上次说的符可以卖给我吗？好说，10两银子友情价，不打折。不用打折，这是我这个月的月银，三小姐请收下。啊，你月钱还挺高，可见王爷对下属很大方啊。王爷给属下涨月钱了，这下他应该不会倒霉了吧？那是欣然郡主。怎么又是位郡主？欣然郡主是崇王的女儿，恐怕跟嫣然郡主一样，是来找三妹妹麻烦的。今日多谢王爷解围，三妹妹，我们进去吧。出来许久，免得叫阿娘和舅舅担心。这小丫头不通感情，说话也随心所欲的，想要这小丫头明白她的心思，道阻且长啊。大姐，你是不是有话想要跟我说？小姐，你看出来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有人想托我请你帮忙。什么忙？大姐直说无妨。是杨家姑娘，她与我自闺中交好，昨日她来寻我，听闻你道法高，便想请你去杨家做一场法事。她似乎是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不干净的东西啊？小姐愿意帮忙吗？若是不愿意，我去回绝了她。可以帮。明日大姐将那位杨姑娘约出来，请她说一说具体情况。好，我明早便让伴下去杨家送信约她。舒兰，令姨，你来了，这位便是你妹妹唐三小姐吧？小景既然答应帮你忙，你便与她说说你遇到了什么。杨小姐不必害怕，有什么话我们坐下慢慢说吧。我家有不干净的东西，我看到了，他想要我的命。三小姐，我听说你会抓鬼，你能不能帮帮我？不是鬼，不是鬼，那是什么？是邪祟。你见到的邪祟，应该不是想杀你，我看你神魂不稳，是被那东西吸了寿元。你身上有我的气息，是我的福吧？三小姐果然道法高深，一眼便看出来了。不错，多亏了三小姐的符，救了我一命。这符是我给长生的，后来被扔了。若不是三小姐的符，恐怕我就要死在邪祟手里了。你捡到了便是你的姻缘，因为这张符你找上我，这是我们之间的因果。你说你见到了邪祟，他长什么模样？我看不太清，但我确实见到了，像人又不太像，我说不出来。我可以帮你解决，不过要收费的哦。多少钱？他竖起了5根手指头。500两。我怕是没有那么多积蓄，不过我还有些首饰，拿去卖了应该可以凑齐。杨小姐误会了，我的意思是50两。真的吗？多谢三小姐，容我回去准备一番，过2日便请你们过府来做客。那张符已经失了功效，杨小姐将这张符带在身上，邪祟便进不了你的身。三小姐，我可以这样叫你吗？谢谢你。不必客气。我可以再给我2张符吗？我想给我爹娘求1张，我怕邪祟会害我家人。可以啊，不过要收钱的哦。护身符10两银子1张，友情价，不打折哦。小景肯帮我已经很感激了，不打折也不要紧。这30两银子他还是有的。唐诗锦收了钱，便给了他符。令姨、小景，你们来了，我备好了茶水点心，就等你们了。舒兰，你怎么把他也叫来了？你不知道他名声不好吗？母亲，我与令姨交好，您是知道的。三小姐又是她妹妹，我不好只邀请令姨，还是她妹妹，岂不失了礼数？你知道外头都是怎么传这位唐家三小姐的吗？都说她学了些旁门左道的妖术，是个灾星，谁同她走得近都要倒霉的。如此品性的人，你不可与之结交，听到没有？我知道了，可今日已经将人请了过来，也不好半途把人轰走，别人会说我们没有礼数的。老祖宗不是教导我们不可偏听偏信吗？说不准三小姐并非外面传言的那样呢。不管传言如何，你离她远些便是。人是我邀请来的，我来照顾他们便是。母亲，
你先回去歇着吧。让你们久等了，我母亲就是怕我怠慢了你们，嘱咐我好生招待你们呢。杨夫人是嘱咐你不要跟我走得太近，怕会倒霉吧？舒兰，我家小姐绝非外面传言的那样，小姐是有些本事，但她绝对没有做过昧良心的事，那些闲言碎语都是瞎传。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小景的福救了我一命，我怎会不知？只不过我杨家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平日里老祖宗更是提都不许我们提，所以我只能以赏花的名义请你们过来，怠慢之处还请你们见谅。我代我母亲向你们赔礼。尤其是他的哥哥姐姐们相继暴毙之后，神鬼报应之说在他家更是禁忌，老祖宗严令不许提及。小景，你有没有发现不干净的东西？目前暂未发现。啊，杨小姐，带我们四处走走吧。我家花园里的花开得不错，我带你们去转转吧。逛了一圈，唐诗锦也没发现什么不同寻常的。舒兰，会不会是你看错了？你家并无。我不可能看错，我便是见到了。小姐，你相信我，我家真的有不干净的东西，我没有骗你。大姐，你先回去吧，我与杨小姐一见如故，想在她这儿留宿一晚，可以吗？自然可以。不行，我不回去。小姐你要留下，我也要留下。想必舒兰不会赶我的，对吧？我房里睡下我们3个，应该不成问题。小锦显然是想晚上行动，她不放心小锦一个人在杨家。令姨，要不你们睡床上，我睡地上吧。啊，我喜欢睡地上，可以吸收天地灵气。真的吗？当然是假的，只不过她不喜欢与人同床罢了。再说晚上还得办事儿呢，睡地上方便。舒兰，你不用同我们客气，小锦是来帮你抓邪祟的，你安心睡下便是。半夜门框突然咚的一声被风吹响，唐诗锦骤然睁开双眼，饶有兴致地看着一个黑影从门缝中挤了进来。唐令仪似是听到动静，也睁开了眼睛，不想突然被人捂住了嘴。唐诗锦对他微微摇头，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松开他，让他看床榻那边，一个似人非人、有着人形骨架的黑影正压在杨舒兰身上，对着他的嘴巴露出了享受的表情，那是要吸杨舒兰的寿元。唐令仪心想，他和小锦都在这里，为什么那怪物像是看不见他们似的？因为我给我们用了隐身符，他自然看不见。奇怪，小锦明明没有张嘴，为什么我能听见小锦的声音？因为我给你的是升级版的传音符。唐令仪捏着符松了口气。小锦，舒兰她……不等他说完，唐诗锦已经一张明火符朝那怪物打了过去。怪物猝不及防，被符火灼到，回头冲他们发出一声吼叫，然后像是意识到有危险，怪物破窗逃走。有鬼！令仪，有鬼！快救我！舒兰别怕，小锦已经把怪物打跑了，没事了。怪物？小锦，你看到他了？那东西就在我家，对不对？你把他打跑了，他会不会害我家人？我要去找我爹娘，万一那东西伤害到他们……他不会害你爹娘的，只有你才符合他的口味。小姐，这里你不能进去，这里是我老祖宗的院子，若是老祖宗知道你来这抓邪祟，定会动怒的。如果我说邪祟就在这院子里，你也不让我进去吗？你们在干什么？母亲，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这话该我问你，这么晚了，你跑来老祖宗这儿做什么？他下意识的偏头看，顿时惊了。神呢？唐诗锦刚刚还在这里的，是父亲的声音。唐姑娘，你怎么在这儿？哦，来抓邪祟。荒唐，我杨家哪来的邪祟？父亲，你怎么了？女儿刚听到您的喊声，您是不是也看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为父是来给老祖宗送药的。这位想必就是留宿在府中的唐姑娘吧？你这般闯入我家老祖宗的房中，是何规矩？唐姑娘虽是山野道观里长大的，
但也该知道来别人家做客当守别人家规矩的道理。你扰了我家老祖宗的清静，明日一早你便离开吧。你家老祖宗还是老祖宗吗？你这是什么话？唐姑娘若不想留在我杨家做客，即刻便可离去。你家老祖宗早就不是人了。放肆！你还有没有点礼数？他豢养邪祟，与邪物做交易，你们杨家的子孙皆是死于他手。你说老祖宗他是……荒唐！我好心留你过夜，你竟在我家散播闲话。唐姑娘，请你马上离开我家。唐诗锦啧的一声，紧接着他就消失在原地。杨夫人还没反应过来，眨眼间唐诗锦又出现了，手里提了个东西扔了出来。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又是谁？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杨家主，这一遭要加钱哦。加钱？什么加钱？老祖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难道老祖宗真成了邪祟？那杨夫人，你看清楚了，这就是你口中的老祖宗。他吸了杨家子孙的寿元，你们还把他当老祖宗供着，傻不傻？你说这东西吸了我家孩子的寿元，是什么意思啊？这东西冒充了老祖宗，那我家老祖宗呢？哦，他就是你家老祖宗啊，只不过变成了邪物罢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生有8苦，生老病死都在其中，而他的寿元早就尽了，可他不想死，不想受老来病逝之苦，于是呢就起了邪念。你家老祖宗豢养邪物，用自己子孙后代的命来供养他和那邪物。简单来说，用嫡亲的寿元来延长自己的寿命效果最好。而被吸食了寿元的人呢，就会逐渐体弱，最后病重而亡，连大夫都瞧不出端倪。还想逃？其实吧，死并没有那么可怕，变成这副不人不鬼的模样，难道不比死更可怕吗？不消片刻，老祖宗彻底咽了气，随后化成了一滩血水。怎么会这样？我的儿真是被自家人所害呢！啊，先别哭丧啊！500两，杨家主付了钱，我好收工。什么500两？父亲，3小姐替我们除邪罪的报酬是500两。什么？要500两这么多？唐姑娘，你这是抢钱啊你！人是你找来的，这个钱你自己付，我哪来的500两银子给外人？你这孩子，你做事没个轻重，竟然被人讹了这么多银子！父亲，这个钱我来出。小锦，今日谢谢你了，一会儿我让人拿钱给你。我家出了这样的事，不好再留你和令姨了，我请父亲派2个护卫送你们回去。稍后会有人来接我的。啊，提醒杨小姐一句啊，这个屋里的东西不要碰，尤其是地上的血水，更加碰不得。最好全都拿去烧了。邪祟虽然除了，但被邪祟碰过的东西都沾染了晦气。你哪儿来这么多钱？你是不是动了库房里的银子？还是你母亲偷偷给你银子花了？我告诉你，你别再被那唐三给忽悠了。我们府里一点值钱的物件都在这屋子里了，这哪能拿去烧了呀？父亲，银子是我变卖首饰换来的，您能别说了吗？你的首饰不也是拿家里的钱买的吗？那说到底，花的还是家里的银子。你父亲说的是，你这孩子平白浪费了几百两银子。母亲，3小姐可是帮我们除了邪祟，可他也害得你老祖宗亡故了。我没追究他的罪责，便已经是对得起他除邪祟的功劳。这样的杨家如何长久？二哥，大姐，三妹妹莫不是算到我会来接你们？嗯哼，自然。阿娘不放心，非得让我来看看你们。杨家可是出什么事了？杨家老祖宗过世了。什么？夜深了，先回去再说吧。他都想跟着小锦一起学道法了。大姐啊，你命数极好，将来呢会荣华富贵，造福一方的。啊，我还没问。我能看出大姐心里在想什么哦。小锦你，怎么啦？或许是他看错了，小锦的眼睛清澈明亮，怎么会有红光呢？踏上马车的时候，唐诗锦忽然一顿，转回头看了一眼漆黑的杨府，似乎太顺利了。大夫，我母亲到底怎么样了？为什么会突然这样？老太君腿上的伤病着实诡异，我拿银针试探过，老太君的腿骨上竟然生了剧毒啊！为何会如此？家母此前只是摔伤了腿，并未中毒。大夫，你可看仔细了？
老太君病症如此，老朽又岂敢妄言呢？你可否能看出家母中的是什么毒？此毒罕见，老朽偏生从未见过。前说老朽医术不精，一时找不到解毒之法呀。再去找。侯爷要找什么？找大夫。真金双倍，将京城医术好的大夫都请来，集思广益。本侯就不信找不到治好老太君的办法。是。谁能救我母亲，本侯必有重谢。侯爷，我等商量了一个法子，或可保住老太君的命。什么法子？断去双腿，兴许能保老人家一命。不，我不要断我双腿，明儿，我宁可死，也绝不断腿。母亲，若不断腿，您的命怕是……你就没想过去找唐时锦来？唐孝明一愣，虽说此前我不信他，可如今连大夫都没法子，唐时锦能瞧出我的腿病症恶化，必然是有法子的。可他开口就是3000两银子，您忘了？你就不能先答应他？再怎么说，她也是你女儿，即便出了我唐家，她也翻不了天。也罢，儿子天亮就去找他。你还要等天亮？我老婆子在这儿受痛，你竟还坐得住？你个不孝子，现在就去！是，儿子现在就去。母亲，您别动怒，劳烦诸位照看好我母亲。待我母亲病愈，本侯自有重谢。应该的。二哥，让车夫走侧门回府。为何？因为不想浪费我的禁言符。开门，让唐时锦出现见我。谁啊？是我要见唐时锦。你去告诉唐时锦，他父亲有事要见他，让他出来见我。有病吧？大晚上不睡觉，你敲什么敲？开门！我可是镇南侯，是唐时锦的父亲。我管你是谁？我是唐时锦的亲爹。开门！这就是你们魏家的待客之道吗？各位是小锦他们回来了。是镇南侯来了，说要找三小姐，我把人挡门外了。做得好，你退下吧，不必理会。是。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妈，听差了吧？天快亮了，熬夜对女孩子不好。大姐，快回房去睡吧。二哥，你也早些休息啊。阿娘半夜把我从床上打起来，就为了看你俩，你俩才是阿娘的心头肉啊。今夜辛苦你了，快去睡吧。回到房间，卫士正在房里等着他们。阿娘，令姨，小姐，你们回来了。阿娘，这么晚了还要您等我们，对不起，让您担心了。你们没事，阿娘就放心了。你们老实同阿娘说，你们究竟为何留宿杨家？杨家有邪祟，我们是去抓邪祟的。那抓到了吗？抓到了。阿娘要看看吗？不用了。小锦有本事，阿娘很高兴。可这深更半夜的，你和令姨出门也该多带几个人才是啊。听阿娘的。今晚阿娘想跟你们睡，你们可嫌弃阿娘？阿娘说什么呢？我巴不得跟阿娘一起睡。唐时锦不喜欢与人同床，但今夜似乎也没那么不喜欢。我要睡外边。阿娘，好像有人在敲门啊。没有，夜深了，快睡吧。唐孝明拍了一夜的门，愣是没人来给他开门。杨家深夜挂出了白灯笼，只等天一亮就为老祖宗发丧讯。两个偷偷摸摸的身影趁着天没亮，悄悄溜进了老祖宗的屋里。老爷，你说老祖宗会把那宝贝藏在哪儿？我要知道还用得着来这儿找吗？老祖宗现在尸骨无存，那宝贝那也不能随身携带呀。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舒兰，怎么是你啊？那玉簪怎么在你手里呢？快拿来给为父。杨舒兰往后退了一步。这并非父亲的东西，父亲不敢拿。放肆！什么叫为父不该拿？你这是跟为父说话的态度吗？玉簪是老祖宗留下的杨家祖传的物件，本就该是为父的。玉簪在杨舒兰头上发出淡淡的光泽，杨丽万看的眼睛都直了，恨不得直接上手去抢。老祖宗没了，父亲不难过吗？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愈发的胆大妄言！将簪子交给我，回房去。父亲还记得唐时锦说过，接触过邪物的
都会染上晦气。父亲，你不怕吗？我有什么好怕的？3年前父亲病重，就应该死了。是兄长的寿元，让父亲多活了3年。现在父亲是时候把这些寿元还回来了。他不敢置信地看着他。舒兰，你怎么神神叨叨的？快将簪子给你父亲，随我回房去休息。杨舒兰直接将他为数不多的寿元吸了出来。杨舒兰一松手，他就像一滩烂泥一样摔在地上，尸体以肉眼可见的迅速老化下去。别杀我！我求你别杀我！这些年我对你还是不错的吧？你还敢说你对我不错？杨夫人的寿元很快就被吸干净，却在最后关头，杨舒兰松了手。精彩，真精彩！为什么不杀了他？让他疯疯癫癫的活在对我的恐惧之中，不是彼此更痛苦吗？而且杨家夫妇一夜之间双双暴毙，岂非惹人怀疑？可惜你的任务失败了，不仅没除掉唐诗锦，还让他抓走了我们的宠物。你想让我除掉唐诗锦，可我与他素不相识，如何接近他？倒是他大姐姐与我互称姐妹，我只好以请她们姐妹除邪祟为由，邀她们过府，如此才有机会下手啊。哼，可你让唐诗锦安然无恙地离开了杨家。是我们都太低估了唐诗锦，没想到他道法那么厉害，你的宠物根本就伤不了他，反而被他抓了，老祖宗也被他识破，幸好他没有怀疑我，否则我恐怕也逃不过。是这样吗？是。宋家毁于他手，你们杨家也败下阵来，这宠物你还能养吗？为何不能？老祖宗没了，我再找个祭品便是了。好，我再信你一次，杀了唐诗锦，别再让殿下失望。杨舒兰皱眉，他与他一样，不过都是棋子罢了。阿锦最近在做什么？三小姐近日去了趟太子府，还去了趟杨家，赚了不少银子。太子府，杨家水深，也不知道阿锦能不能看透。主子，还有一事，杨家老祖过世了。莫非与阿锦有关？本王有些事情要与阿锦商议。主子大可直说，想三小姐了呗。唐大姑娘，求你去看看我家小姐吧，我家小姐不好了。怎么会？杨家的邪祟不是除了吗？邪祟是除了，可我家老爷突然也病逝了，夫人受不住打击也病倒了，可怜我家小姐孤苦无依，被人欺凌，外头那些人都欺负到我家小姐头上来了，奴婢怕小姐想不开会做傻事。你别着急，我随你去看看。多谢大姑娘。小姐，杨舒兰真的会害我吗？大姐，安心待在家里吧，剩下的事情有我呢，不必多想，做人嘛，问心无愧就行。纸人唐令仪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个小乞丐给唐诗锦送信来了。信上说，想要唐令仪活命，就让唐诗锦一个人来杨家。小锦真厉害，什么都猜对了。大姐知道你道法很深，可你一个人去，千万要当心啊。我有分寸，大姐放心。哟呵，纪灵镇，小锦，你来了。你藏得挺深的，可你不够厉害。若你能一举歼灭杨家，我也不必想法子第二次请你来。你想杨家覆灭？如今是要你与杨家一同去死。想法不错，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了。我自知是没有那个能力的，毕竟养了那么久的邪祟都不是你的对手，所以只好请你大姐姐帮忙了。如今你大姐姐在我手里，你若不听我的，我就用她的魂魄祭阵。哦，你想让我如何做呢？献出你的灵魂，成为我的祭品，我便放了你大姐姐。杨小姐，你是不是把我想得太高尚了？我怎么可能用我的灵魂去救她？你怕死？废话，谁不怕死啊？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大姐姐吗？随便。我大姐死了，我还能为她报仇；我死了，谁能为我报仇啊？还
还是我为他报仇，成功率更高一些。你莫不是想拖延时间，想找破绽的法子？小姐，做我的祭品吧，你没得选择。就这么个破阵，还用得着想法子？五雷符，雷击劈在杨舒完头顶，却突然有一道光芒帮他挡住了雷电。我知道你道法厉害，你若再敢招来天雷，我便让唐令仪给我陪葬。你就没觉得哪里不对劲吗？我大姐姐是不是很轻啊？与邪祟为伍，终究没有好下场，你还有回头的机会。他早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杨舒完这是要献祭自己的魂魄，启动祭灵阵。唐诗锦甩出一张锁魂符，将他的魂魄禁锢在肉身里，随后祭灵阵消失了。我败了，杀了我吧。你还用得着我杀吗？你连自己的灵魂都保不住，是谁教你练邪术养邪祟的？想知道吗？我偏不告诉你。杨家真正的邪祟是老祖宗不假，只不过他杀了老祖宗，又被那人看中，成了新的嗣主罢了。他实际上并非杨家嫡女，他娘是妾室，是杨夫人膝下的儿女都死没了，才将他从妾室那里抢过来。他的生母也被杨夫人害死，所以他只想让杨家消失。听完他的心声，看着他充满恨意的眸子，虽然你可怜，但你还是得说，你背后的人是谁？我不会。一道真言符打在他身上，释迦，方才那人似乎是想夺着玉簪。抓到你了！鬼虚道长的弟子果然有点能耐。过奖。哎，阁下认识宋之礼吗？他跟你一样，都这么见不得人。你俩呢，都属于阴沟里的老鼠。殿下有令，必须得拿回玉药。19王爷，王爷总是会及时赶到，来替我善后。怪我来迟了。不迟啊，杨家豢养邪祟，这人已与宋家和杨家是一伙的，王爷可以好好查查他。我刚在他身上打下了追踪符，你让人跟着这个纸人，就能知道他逃去了哪。高峰，当当，王爷，我又找回你一部分紫气喽。为何他们皆是以本王的命额，做些歪门邪道的事？都说紫气东来，手握王爷的运势，不但可以好运连连，还可以满足自己的一些贪欲。夺你命格之人，便是利用了人的贪欲，以7星阵分散你的命格，再选出可以利用的7个容器来掩藏命格，才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秘密。只有等自己的修行足够强大，才能够承载地心秘。王爷最近体内的煞气减轻了不少吧？等我把这部分紫气渡给你，你的阴寒之症应该就不会再复发了。本王会尽快找回过失，解除血印，将戒指交给你。王爷有这份心，不枉费我辛苦帮你找运势。紫气渡完了，这玉簪是杨家的东西，就交给王爷处置吧。刚才那鼠辈好像是奔着这簪子来的，没了紫气，这就是个普通的簪子罢了。并不普通，这是玉药。玉药？那是什么？杨家祖上曾有一大批珍宝，其中不乏金银玉器。杨家祖上带着这笔价值不菲的宝物陪葬了。所以，这是杨家祖上造墓的钥匙。瞬间错过1个亿，难怪这个玉簪跟普通的簪子不一样。杨家的邪祟是你说服的，这玉药你若是想要，可以给你。不了，我虽然也赚死人钱，但我不赚黑心钱。杨家的事，本王会派人处理干净的。这玉药，唐诗锦听见叮的一声脆响，玉簪在他手中断成2截儿。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杨家既已无人了，这玉药不传也罢，留给杨淑兰陪葬吧。
唐诗锦与他并肩而行，默默走回魏家。江，王爷，京城有姓江的大户人家吗？江四卿，避国舅。什么意思啊？鸿胪四卿江之州，江家出美人，江府长女入宫为妃，封江美人，独甚宠，江家尊荣，避国舅。杨淑兰死前提到的江，会不会就是这个江家？本王去查。知我者，王爷也。太子殿下恕罪，玉药被那唐诗锦夺了去，19王爷突然出现，我这才失手。又是唐诗锦，罢了，本太子领教了他的手段，你等更不是他的对手。近期都给我安分些，别叫萧燕抓到什么把柄。退下吧。是，殿下保重，属下告退。殿下息怒，那唐诗锦说，殿下务必要心平气和，眼见他的恢复。本太子确实低估他了，宋家和杨家都毁在他手里，失了最重要的子气，连杨家墓里的财宝也拿不到手了。若叫萧燕找回他的地形运势，本太子如何与他抗衡？是唐诗锦坏事。你说的不错，可本太子的眼睛还需要仰仗他。既然斗不过他，便将他留在身边，你以为如何？殿下的意思是，本太子还缺个太子妃。走着走着，唐诗锦肚子突然叫了起来。饿了。唐诗锦点头。走吧，带你去吃饭。三妹妹，你怎么在这儿？来吃饭。王爷带我三妹妹来吃饭，有何不可？小锦，我们又见面了。陆胖，好久不见。当着外人面能别这么叫吗？给我留点面子，私下里可以叫，而且我已经不胖了。唐诗锦张口就要说我兄弟。站着说话，不是满香楼的待客之道吧？是陆某怠慢了，19王爷亲临是我这香满楼的荣幸，王爷请。阿锦，我们坐这边。据说19王爷不近女色，小锦果然特殊，我方才没吃饱。说着就跟去了萧燕和唐诗锦的雅间。有好戏一瞧，他怎能错过？你跟我二哥认识啊？我俩是同窗。你还有同窗？我虽是个商人，但我也是读过书的，否则目不识丁，如何经商？听闻陆家欺压弱小的商铺，逼得人破产，离开京城，可有此事？那是流言。我陆家作为京城商会的龙头老大，想搞谁还需要欺压吗？是方家害我在先，王爷手眼通天，想必不会不知道吧？我与小锦也算青梅竹马，上次没来得及，这次正好趁此机会能与小锦叙叙旧。不算，我不喜欢胖子。他现在不胖了。阿锦饿了，多吃点。王爷你也吃啊，这家酒楼的菜做得不错的。好。不必，自家酒楼，小锦想何时来便何时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账记在我的名下便是。本王带他来吃饭，无需记你的账。银子刚好掉在伙计端的托盘里。放心吧，你争不过王爷。他争什么了吗？王爷，杨家的事传进了宫，陛下召王爷进宫。王爷有事就先去忙吧，我跟二哥回去。好。三妹妹，王爷方才对你笑了。他经常对我笑啊。王爷对你笑，你有何感觉？什么感觉啊？二哥瞧出来了，你确实不会对19王爷着迷。师傅说过他缺了一魄，没有情根，所以确实不会对谁着迷。我虽不为19王爷着迷，但他长得确实比你们好看。王爷是我见过最好看的男人。罢了，三妹妹，我们回去吧。二哥，你等我一下。然后他跑到路边，背对着光，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又用符纸叠了个金元宝烧了起来。三妹妹，你方才在与人说话？不是人。想起凝香，他想问的话默默地憋了回去。你是谁？你要带我去哪里？我死了吗？不死，可来不了这地方。你走运，渡过了冥河，
去排队投胎去吧。是谁救了我？除了那道姑，谁还有着多管闲事的毛病和好心啊？如果有下辈子，他会报答他的。啊，有生意！小姐，江姑姑来了。谁？江姑姑？就是江家以前的大姑娘。江家？三妹妹，你还是不要见了，我怕她来者不善。都说她与瑞王和离，皆因你而起。明明是你救了瑞王府的小公子，他们却怪你头上。这样不辨是非的人，不见也罢。他不是来找我麻烦的，倒是你最近要小心啊！啊，我给你的护身符，记得要贴身佩戴。三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唉，该有的劫挡不住啊！我去见客户啦。三小姐，冒昧前来，我知道很唐突，还请你救救嫣然。说着便要给他跪下。啊，王妃不必如此。我已经不是王妃了，我本名姓江，名月贤。三小姐唤我名字即可。嫣然郡主的事好说，这次呢，我不需要银子，只需要你记着我一个人情。说不准今后得请你帮我忙呢。我能帮你什么忙？姑姑放心，不会伤及你的性命和名誉的。三小姐言重了，我答应三小姐便是。我随姑姑走一趟吧。啊，你和长生如今住在哪里啊？住在积云巷。哦，去积云巷。三小姐，依然在王府，不在积云巷，我们直接去王府不行吗？是吗？姐姐，长生，没事吧？让娘看看。这时，屋子里传来风铃的声响，煞是好听。长生只是个孩子，他没有做错什么，你连你弟弟都不放过。是他抢走了母妃，我恨他。三小姐是说，有东西盯上了长生，是嫣然郡主的生魂。嫣然在这儿。他走上前去，在江月贤肩膀上拍了一下。嫣然，真的是你？你为什么？因为我恨他，我想让他去死。姐姐，你别叫我，我不是你姐姐。这一切并非你弟弟的错，是母妃对不起你。就是他的错，如果不是他，你和父王就不会和离。是他抢走了你全部的爱，我也是你的孩子，你为什么不爱我？他不是我弟弟，我要他死。唉，你对长生的恨意太深，不惜生魂离体也要来置他于死地。但你丢了魂，12个时辰之内，魂魄若不归体，你就会变成一个活死人，永远也醒不过来了。我不在乎，大不了一起死。母妃为了他，可以什么都不要。如果他死了，母妃就只有我了，他就不会抛下我。嫣然郡主业障缠身，终会害人害己。母亲，你既然这么不爱我，为什么要生下我？母亲可怜，难道我就不可怜吗？是我的错，我错了，嫣然。母妃求你，跟三小姐回去吧，等你醒来再来找母妃，好吗？母妃，你会回来吗？他已经回不去了。你还是只要弟弟，不要我。是你，都怪你多管闲事，不然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唐师姐，你把母妃还给我。这倒霉孩子，缺爱缺的都失去理智了。三小姐，嫣然她抓回去打回肉身就好了。你这个女儿就是欠打。多谢三小姐，我随你一起去王府，我要亲眼看着嫣然醒来才能够放心。娘亲，我也想去看姐姐。要去就去呗，反正不碍他什么事儿。王爷，王妃回来了。哪儿还有什么王妃？她还回来干什么？让她滚！唐时锦，又是你！你当我瑞王府是什么地方？由得你想来就来？是我请三小姐来的，她是来救嫣然的。你还有脸提嫣然？带着你的孽种滚出王府，否则休怪本王让你们母子有来无回。
嫣然郡主只是被吓掉了魂，用不着这么大费周章的招魂。哪来的小丫头，竟敢在此大放厥词，打断了贫道招魂，说招魂失败，害及郡主性命，你当得起吗？你这招魂符都画的不对，就这能招来魂，也是有鬼了。放肆！这招魂符，贫道花了10年功力才画出来，你敢说我画的不对？难不成你还会画符？这招魂符呢，我倒是会画。小丫头，你说你会画符，你师承何人啊你？啊，师承金皇冠。那不过是庆王修来养活你的地方，你也好意思拿出来说？天一道人可是国师弟子，你怎配与他相提并论？国师的弟子好像也不怎么样嘛。道长不必理会他，若救回郡主，本王必有重谢。瑞王发话，天一道人又举起桃木剑跳了起来。嫣然，你醒了，你可吓坏父王了。啊，他不是嫣然郡主。哼，谁说我不是嫣然？父王，我就是你的嫣然郡主啊。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谁？为什么要霸占我女儿的身体？哼，谁是你的女儿？我可是王府的郡主，你是哪来的下人妈子，敢乱攀关系？父王，你快处罚他！道长，这是怎么回事？王爷莫要听信小人胡说，一个小丫头片子哪懂什么道法？嫣然郡主既已醒来，那便说明招魂成功啦。他直接祭出一张符箓，轰隆一声，滚滚天雷如蛟龙一般盘旋在嫣然郡主头顶。天雷，是你自己从这具肉身里滚出来，还是我把你劈出来？我不出来，是你们把我招来的，这具身体就是我的。片刻后，嫣然郡主醒了过来。我不会感激你的。哦，我不需要你的感激，毕竟不值钱。没事就好。从竞技营出来时他还好好的，怎么就……父王，我没事，我就是太累了，魂魄才走丢的。嫣然，你若不想看到我这边走，但我希望你能不要再记恨你弟弟，你能不希望看到你们姐弟相残。你又要走？哼，我早就知道的，你眼里只有长生，我活该被你抛下，往后我也没有你这个娘。对不起，嫣然。今后你们母子不得踏进王府一步，给本王滚！唐诗锦没兴趣听这对前妻前夫争执，他转身就走。站住！赏你的。不想小姑娘你竟有上品灵符，倒是贫道看走了眼。虽说是你让郡主回魂的，但那招魂阵跟招魂符都是我画的，郡主的魂未必不是贫道招来的，只是叫小姑娘捡了个便宜罢了。这银子理应分贫道一半才算说得过去吧。你脸皮够厚啊！就你画的那招符阵、招魂符，招来野鬼霸占郡主的肉身，这银子你拿得亏不亏心啊？人呢？师傅，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他呀？跟个人都跟丢了，哪来这么多废话？还不快给我找去！嗨，这儿呢，你们是在找我吧？哟，小姑娘，又遇到了，好巧啊！方才听小姑娘说五雷符是你自己画的，不知可否拿出来给贫道瞻仰一二啊？凭什么？就凭我们都是修道之人，若当真是姑娘自己画的，又何必吝啬一张符呢？给我们看看，又有何妨呢？哼，我要是不给呢？我只是想看看你的符纸，你这小姑娘怎的这般小家子气？今儿贫道把话放在这儿，姑娘你最好把你的布袋给我，否则贫道怕你会有血光之灾呀！呵呵，明抢不成，开始搞威胁恐吓了。我有没有血光之灾不知道，但我知道你很快就会有血光之灾。听说你还是国师的弟子啊？唉，有你们这样的弟子，不觉得给国师丢脸了吗？既然知道我是国师大人的弟子，还不快快把你肩上的布袋交给我？想要符，自己来拿呀！老道士摩拳擦掌的要去抢符，被唐诗锦一把拽进巷道里。想要符纸，好说，有本事拿走，都是你的。你想做什么？我说了，你有血光之灾啊！
住手！住手！快住手！你这小姑娘怎么这么粗？1刻钟后，一只手从巷道里爬了出来。救！下一秒，老道人又被拖回了巷道里，进行新一轮的教育。师傅，进。世子，好像有声音，奇怪，这些人怎么都不动呢？救命啊！抱歉啊，有点私人问题要解决，打扰了。然后把人拖回了巷道里。世子，光天化日之下私自斗殴，是犯了律法的吧？不是斗殴，你看那被打的人有还手之力吗？世子，要不要去阻止一下？万一打死了人，是不是不好？京城每天都得死人啊，难道我们每件事都要管吗？救命啊！救命啊！唐姑娘，是我，你哪位？唐姑娘不认得我，我却是见过你的。小姐，她是欣然郡主，是崇王的女儿。哦，嫣然郡主找我麻烦的时候，你不是也在吗？看来我命里跟郡主犯冲啊！如果你也是来讨公道的，我只想说，崇王妃以咒术害人，遭到咒术反噬，是她害人终害己的下场。你这人怎么说话的？王妃过世多日，你竟敢编排她，你好大的胆子！绿萝，不得无礼。世子，小姐，是崇王府世子。是你呀？你就是唐家三小姐啊？把家字去掉，我跟我阿娘。别废话了，你们一起上吧。做什么？打架呀！你们来找我不就是想打架吗？我奉陪。不，我是来见你的。谢我？我父母早已貌合神离，母妃以咒术欲祸害他人，终究是怨不得旁人。与其在怨恨扭曲之中过一辈子，现如今的结局对于他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你目光清正，天庭饱满，看似纨绔放荡，实则是个重情义的。心静心明，方可一生顺遂。三小姐是在为我算命吗？很少有人不在意外界的声音和看法，你很通透，像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不过你桃花黯然，子女宫微薄，倒适合修道，与我道家有缘。我若出家，桃红柳绿他们是会伤心的。谁？花楼里的姑娘们。既然三小姐这么看得起我，我也不方便说。崇王妃并不是我们的生母，我们也没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再说了，这瑞王府不也成了别人的笑柄吗？咱们也不怕没伴儿啊。没什么事，我就先走啦。且慢，我跟你几句啊。本世子特地前来拜访魏将军的。哦，那请吧。我哥看上你了。没人这么清新脱俗的夸过他，你是第一个。我和他没缘分，不过你哥最近恐怕会有灾祸，让他少走夜路。我舅舅在前院，我们不同路。这对兄妹俩最近都有横祸呀，看来他的钱袋子又要鼓起来了。夫人，小姐，奴婢刚从前院路过，听见将军发了好大的脾气呢。兄长为何发脾气？奴婢不知道。今日家中有什么客人吗？有啊，欣然郡主和世子来做客了。崇王府的郡主和世子，他们来做什么？恐怕有好事哦。小姐，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天机不可泄露。二哥呢？他还窝在房里赶工呢，也不知道礼部最近为何会这般忙碌。你二哥忙得连门都不出了。唐诗锦掐指一算，面色有些凝重，径直转身出门往唐玉妍房间去。母亲，三妹妹，你们来的正好，我有事要跟你们说。二郎，你这是？母亲，我想娶淑仪，还请母亲去帮我提亲。小姐，你快看看他身边有没有什么脏东西。二哥，你画的这是谁啊？是淑仪啊。呀，我想起来了，二郎画的是江家小姐江淑仪。那江家小姐还活着吗？母亲，你说什么呢？淑仪自然是活得好好的，还请母亲去江家为我提亲。淑仪她在等着我呢。不成，之前是你说对江家女无意，怎么现在又要娶她了？做人岂能出尔反尔，没点信用？母亲，此亲是儿子年少无知，不识自己心意。我与淑仪乃两情相悦，
我唐玉言此生非她不娶，母亲若不允，儿子便终生不娶妻。你，二哥，你为何突然说要娶江家小姐？你见过她吗？见过她。什么时候见过？我……唐诗锦打了个响指，唐玉言就昏了过去。小姐，她这是着什么魔了？二哥应该是中了迷魂术。阿娘、大姐，你们对江家熟悉吗？小门小户出了个美人，飞上枝头罢了。江家是鸿胪四卿，官职虽不高，可尊荣却很高。二郎一直在家里，怎么会中迷魂术呢？兴许是闭门不出之前就中了。要不我们把二哥挪回床上去啊？就让他这么躺着。小姐，这迷魂术能解吗？能，不过这迷魂术的根源在对方身上，得从施术之人下手。阿娘，你和大姐照顾好二哥，我出去一趟，想办法去见见那位江小姐。三小姐，你来寻我是有什么事让我做吗？我确实有事想请你帮忙。三小姐请说。我想请你回趟江家，我要见一个人。谁？江淑仪。淑仪？三小姐见她做什么？有事，江姑姑可否帮忙？你救过长生的命，这点小忙哪里算得上什么？我这便回去一趟。三小姐，很抱歉，我没能见到淑仪。看来只能我自己去一趟了。你去了也见不到的，淑仪不在府中。哦，她在哪儿？在宫里。江美人念家，便召淑仪进宫去陪她。三小姐，我如今的身份，进宫只怕是无能为力。对不起，没能帮上你。你没推辞，便是偿还的人情。长生还在家等你呢，你回去吧。普通人要进宫，得有个领路的才行。他顿时想到了19皇叔，却不想到了王府，又被告知王爷去了京畿大营教场练兵，得傍晚才回来。啊，他是谁啊？那是王爷的好友和军师吴相公子。奇怪，他竟算不出这人的来历与命理。唐诗锦回到魏家，正想去问问外祖父和舅舅有没有空陪他进趟宫。三小姐，我们又见面了。你不是被我舅舅赶出去了吗？怎么又来了？我这次不是来找你舅舅的，我是来找你的。找我做什么？我是来帮你的。唐诗锦眨眨眼，你不是想念江淑仪吗？我把她打晕了，带出宫来见你。乖乖，大意呀！我是郡主，想进宫随时可以，想见江淑仪也不难，打晕她也很容易，就是偷偷带出宫费了些事儿。说吧，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换个地方说。好说。郡主请。碧螺春，喜欢吗？客随主便，我都可以。我哥不在，你不必拘谨。我为什么要拘谨呀？我把江淑仪敲晕了，她应该过会儿才会醒。你要见她是因为你二哥？想不到魏家还有你的眼线呢。并非眼线，我只是跟你舅舅身边的小厮打听了一下他的行踪罢了。听说你在找江淑仪，你二哥出事了。你打听我舅舅的行踪做什么？我想做你舅母。你这么直接的吗？我看上了你舅舅。有眼光。你不笑我？我为什么要笑你啊？你喜欢谁是你的自由，只不过你成年了吗？我早已及笄，年18。哦，那还好。但是你们这年纪相差的有点大呀。他看起来不老。舅舅虽年近40，但身姿挺拔，骁勇善战。幼年时我落水，是他救了我。兴许他不记得，他抱过我。原来你是馋我舅舅的身子啊！以我舅舅的脾性呢，断然会拒绝你。说句不好听的，他怕是拿你当孩子呢。正是如此，所以我才来找你。我也不能左右我舅舅的决定啊！你俩年纪摆在这儿，我舅舅要真娶了你，不得被人唾沫星子给淹死啊！再说，崇王能同意吗？我父亲不管我，但你舅舅不同意。你想让我去劝我舅舅？欣然郡主点头。看在你帮我敲晕江淑仪的份上，
我呢送你一张姻缘符，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多谢。还有啊，记得帮我劝劝你舅舅，他如果选我，本郡主不会让他后悔的。这是什么地方？新人，你好大胆子，你敢在宫里行凶，我一定要告诉我大姐姐。哎，他醒了。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把我绑来是想干什么？江姑娘别激动，本郡主只是请你来王府做客，要喝杯茶吗？喝茶就不必了，我大姐姐见不到我会着急的，郡主也不想给王府惹事吧。我要回宫去找我大姐姐去了。你喜欢我二哥？你对我做了什么？啊，定身符。想问你几个问题啊。我二哥身上的迷魂术是你下的？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对我使了什么妖术？快放开我！我大姐姐可是正得圣宠的江美人，你得罪我，对你没好处。正得圣宠不代表以后也得宠哦，你不承认也没关系，我能自己查探。指尖定在他额头上，对他进行了搜魂术。大姐姐，这个法子真的管用吗？唐家真的会来提亲吗？怎么，你还信不过大姐姐？我只是担心，毕竟唐二郎说过对我无益。男人的心最是善变，你只管等着唐二郎来求你便是。不是你啊。你对我做了什么？哦，原来是你大姐姐。我说了，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放开我！王爷救我！唐世锦在王府使妖术，还请王爷严惩。父王，你们这是在聚会？不是，女儿请江小姐和唐小姐来喝茶的。唐姑娘人不错，值得结交，好好招呼你的朋友。是。成王说完，就这么不痛不痒的走了。你们简直欺人太甚！郡主就不怕得罪我大姐姐吗？送她回去吧。不问了。我已经知道是谁对我二哥下手了。他想做我二嫂，我阿娘不同意，这点浅薄的迷魂术就想迷住我二哥，再回去修炼个几年吧。把江小姐安然无恙的送回宫。她这个2个时辰后自动解开。那就把江小姐抬下去吧。他一定要告诉大姐姐，让大姐姐替他出气。你不怕啊？本郡主有什么好怕的？论出身，她们江家姐妹可比本郡主差远了。郡主真性情也。既如此，我也就先回去啦。等等，我们如今算是朋友了吧？算。是朋友，别忘了帮我说服你舅舅，让我做你舅母。能不能心想事成，就要看你的造化了。与此同时，京郊练武场，世子萧雪第28次被迎面袭来的长枪震飞。不打了，小皇叔，你放过我吧。侄儿愚昧，不知何处得罪了皇叔，还请皇叔明示。你不要再折磨我了。听说你去了魏家？是。去做什么？喂，这是我的私事，没必要跟皇叔禀报吧？你想跟本王抢人？皇叔这话何意啊？难道魏家有皇叔的人？唐直景啊？靠，真直接。皇叔的意思是想让三小姐做我的皇婶儿？不是，皇叔啊，你哪差了个辈分呢？不合适吧？再来。不差，是我说差了。皇叔跟三小姐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侄儿不敢妄想。侄儿说，皇叔您饶了侄儿吧。滚吧。我说皇叔啊，你这个注定孤独一生的人，怕是不知道这世间有很多抛不开的感情吧？唐世锦回到魏家，就碰到了魏雨泽。舅舅，小姐，郡主来找你了。欣然郡主方才在门口，请我去喝了杯茶。他找你做什么？也没做什么，就是替我将江淑仪打晕了，带来见我。我好问问是不是他给二哥下迷魂术。胡闹！江美人正得宠，你们开嘴搭，保不准他不会记恨你们。你们若想见江家小姐，我带你去江家就是。江淑仪躲到了宫里，本来是想请舅舅帮忙带我进宫的，郡主抢先一步把他打晕带出来了。舅舅是在担心我们吗？自然。是担心我呢，还是担心郡主啊？你二哥的迷魂术，当真是江家姑娘所为吗？是啊，但不是江淑仪，是她姐姐。预言的安危不容有失，舅舅这便带你进宫。不着急呀，现在着急的该是江家姐妹。而且舅舅虽然能进宫，却入不了后宫，
二哥有我守着，不会有事。我猜过2天，萧美人就会找我们。毕竟是她妹妹想嫁给二哥。有需要舅舅帮忙的，尽管开口。欣然郡主让他劝舅舅，让他做他舅母。怎么，有事要与舅舅说吗？没事，我去看看二哥。大姐姐，唐诗锦说唐二郎并没有中书，他娘也不同意他娶我，唐玉妍并未去我们家提亲，这可怎么办呢？你见过唐诗锦了？他好像很厉害。有多厉害？不过我倒是听说，这位唐小姐是从道观里出来的。既然她说唐二郎没有中书，那我们便亲眼看看不就成了？恰好御花园的花儿都开了，我便摆个花宴，请他们进宫来。你既喜欢唐二郎，姐姐我明日亲自给你指婚。多谢大姐姐。你呀，也不知道你瞧上那唐二郎什么？他如今连侯府都不回了，就赖在魏家。你若嫁过去，是嫁进魏家还是嫁进唐家啊？唐二郎温文尔雅，又是探花郎，并且他跟外头那些见异思迁的男人不一样。男人哪有不见异思迁的，只是没到时候罢了。那阿娘、大姐姐，这是隐身符，若遇到危险可以用。母女俩点点头，小心将符纸收好。二哥，马上就要见到江小姐了，你开心吗？自然开心，今日我便要当众向淑仪求亲。这要不是自己儿子，非得一脚踢开，太丢人了。做什么去？坐下。闲言碎语，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又不会少块肉。贵妃娘娘到，江美人到。见过贵妃娘娘，江美人。诸位不必多礼，我瞧着到了百花齐放的时节，如此美的景色，应该有人观赏才不辜负。这才摆了个宴席，请大家来赏赏花，说说话。江妹妹说的不错，诸位都随性些。皇后娘娘身子抱恙，来不了，本宫便同你们一起赏花。什么身体抱恙啊？不过就是怕被我抢了风头，不敢来罢了。皇后又如何？照样得避我风吗？唐二公子，听说你找回了妹妹，可是你身边这位？他只觉得脑子里浑浑噩噩的，好像忘记了他要来干什么的。回娘娘，这是我三妹妹。瞧着是个灵巧的，听说你心悦我小妹，画了很多她的画像。一上来就暴露了。是。娘娘误会了，我二哥一心只想升官搞事业，并无心悦之人。是吗？忽然，唐诗锦发现他身上的怨念加重了，那怨念直接影响着唐玉妍的思绪。我想娶。唐诗锦伸手在他后背上拍了一下。二哥，你想说什么？我想说，你说的对，我并无心悦之人，但我什么时候画过江小姐的画像？没画过啊。你胡说，他分明就是画了。他还求唐夫人来提亲，说要娶我。别叫我唐夫人，本人已休夫。再者，我儿子要娶谁，难道我会不清楚吗？大姐姐，帮帮我。唐玉妍面色淡然，丝毫不受迷魂术的影响。难道真是唐诗锦做了什么手脚？魏夫人，我看不如叫你儿子自己亲口说，他到底是不是心悦淑仪？好家伙，身上长出的怨气都有1人高了。不是。你与淑仪男未婚女未嫁，我看你们就很般配啊。趁着今日好欢好景好时节，不如我做主替你们指婚，郎才女貌，成为一段佳话。三妹妹，我头疼。很快就不疼了。说着，唐诗锦掌心汇聚灵力，混合符箓融入唐玉妍的体内。江妹妹没事吧？这贱人不会又想栽赃她吧？是她低估了唐诗锦。唐诗锦，你好大的胆子！你敢害我大姐姐？坏，长点脑子！从头到尾我都没靠近过你姐姐，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害她了？她这是被反噬了。胡说什么呢？我这不过是上火了而已。江妹妹，寻常上火，撑破天也就是流流鼻血，你这好端端的突然吐血，哪里是上火的症状？倒是唐姑娘说的反噬，不知是何意？这位美人身上有极重的怨气，想必是供奉了什么邪物，作为交换，让邪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饲养这种邪物，往往都是会付出代价的。
江美人想用迷魂术来控制我二哥，但我二哥心智坚韧，迷魂术没成功，他这才遭到反噬。三妹妹，我当真这么心智坚韧，没被人控制？二哥，你也长点脑子。什么？竟有此等事？听唐姑娘的意思，江妹妹岂非是在宫里施邪术，祸乱宫规？荒唐！收我养邪物有证据吗？凭空污蔑宫妃才是犯了宫规。贵妃娘娘可莫要听信她的一面之词才好。呀，美人娘娘，你的脸怎么了？你还敢说你没有供养邪物？我的脸怎么会这样？我的脸怎么会变成这样？看看这张脸，完美诠释了什么叫一半天使一半魔鬼。江美人原来这么丑的吗？好可怕，我不敢看，怕做噩梦。大姐姐，你不是我的大姐姐。你躲什么？我就是你大姐姐，还不过来扶我回宫？江淑仪被吓得直摇头，不想死就给我滚过来！江美人抓着他的手快速离开。诸位都回去吧，管好自己的嘴，切莫乱说。是。众人纷纷行礼告退。魏夫人，请留步。你家三姑娘呢？啊，兴许是刚才人太多，与我们走散了。唐诗锦用凤仪符到未央宫的时候，江淑仪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你大姐姐呢？不，我没有大姐姐，别过来，你别过来，不是我大姐姐。唐诗锦抬手打了个响指。现在可以清醒的说话了吗？你大姐姐以前不长这样吧？或者说以前她没有那么美？她怎么知道？你们还有个弟弟，但是夭折了，对吧？你怎么知道？是唐令仪告诉你的。哼，你弟弟啊就在这里。你说什么？你就不好奇你大姐姐为什么会越变越美？她一直都很好奇。答案就在这里。唐诗锦一挥手，一排书架自动挪开。救我！唐诗锦抬手祭出一张镇邪符，还想逃？黑气只得窜回本体里。他的胃口会越来越大，当你满足不了他时，他就是吞噬四主。方才你我斗法，你们反噬一体，他也受伤了。他想要你的灵魂让他恢复呢。地上一头白发的人颤了颤。你的愿望是变美，但当你满足不了他，他同样也满足不了你，你还会付出与邪物交换的代价。你也不想想，世上哪有不用付出就能获利的好事呢？你知道什么？神尊就是让我变美了，神尊可以满足我，我也可以满足神尊。是你伤了神尊，夺走了我的美貌。哪有神尊需要血因为祭，人血滋养的？神尊，我愿意用我的血变美，求神尊让我变美。你的血已经满足不了他了。取了一根银针取他眉间穴。放开我，放开我！唐诗锦，我们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不就是一个迷魂术吗？也值得你在宫里这样大动干戈。让你二哥娶我妹妹，究竟哪里委屈他了？哼，对我二哥下手，就是跟我过不去。我二哥不想娶江淑仪，你有什么资格强迫他？你还是想想，陛下见到你这副尊容，会不会被你吓死吧？陛下驾到！陛下，江妹妹宫里竟还有这等密室。朕的爱妃呢？这密室又是怎么回事？陛下，你瞧，这供奉的是个什么邪物？三小姐，江妹妹哪里去了？小姐，没事吧？我没事。你就是与庆王府报错的那个唐诗锦，你怎么会在此？朕的爱妃呢？陛下，你的爱妃就在你眼前啊。她是朕的爱妃。陛下小心，江妹妹年轻貌美，哪里是这个模样？万一是什么邪祟伤着陛下，可怎么好？灵慧，是你吗？你不是灵慧，你是谁？你把娘娘弄到哪儿去了？爹！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陛下如今相信臣妾并非胡言吧？江美人她就是豢养了邪物，才会变成这样。不，陛下，不是这样的，你要相信臣妾啊！
是他对臣妾施了邪术，臣妾才会变成这样的。是他要害臣妾，陛下，你要救救臣妾啊！他说的可是真的，当真是你以邪术害人？就这脑子是怎么当上皇帝的？朕听闻你是在道观里长大的，保不准会些旁门左道的妖术。陛下所言极是，这位唐三姑娘一句话便让瑞王和离。从王妃病逝，她着实是有些见不得光的手段。娘娘变成这样，定是她对娘娘做了什么手脚，还请陛下将她抓起来严加审问，她定有让娘娘恢复如初的法子。江美人养小鬼确实见不得光，她的脸是遭了小鬼报复，恢复不了。小鬼不是那么好养的，尤其是心怀怨恨的小鬼。胡言乱语，这里哪有什么小鬼？你敢当着陛下的面妖言惑众，该当何罪？你吼什么？江大人这么激动，莫不是被小锦揭穿了真相，心虚了吧？江大人身为父亲，难道会不知道自己女儿变得和从前不一样了吗？陛下，江美人进宫前，臣父曾见过她，她那时相貌普通，只是个寻常姑娘家，并不似入宫后美艳异常。若不是做了什么匪夷所思的事儿，一个人的容貌哪里会发生这么大的改变？我女儿说她养小鬼，她就是养了，臣父敢以性命担保。你，汤世锦，你说江美人养鬼，可有凭证？那这就是凭证。不，她的神尊，她的美貌，是你，汤世锦，是你害的，都是你，都是你！我要杀了你！却不想神像里的一团黑气缠住了她。滚开！我这是在给你报仇！你个养不识的白眼狼！他是在给自己报仇呢。怎么回事？他这是发什么疯？唐世锦好心打了个响指，一道金光乍现。鬼，有鬼啊！陛下，快捉鬼啊！陛下，江美人当真与鬼为伍，证据确凿，她养鬼祸乱后宫，罪不容赦啊！你可能解决这小鬼？能啊，要收钱。收了这小鬼，朕自有赏赐。江大人，你看这孩子面熟吗？拿开，别靠近我！陛下让你收鬼，不是让你吓唬人的。他可是你的孩子呀，江大人，怎么你不敢看他呢？放屁！我哪来的孩子？你休要在这血口喷人！他像是哭了。江大人老来得子，可惜幼子不幸夭折。江大人忘记了吗？啊，我的儿子。三小姐是说，这是江美人的弟弟，她为何会将自己的弟弟养在身边？因为至亲的血脉，养出来的小鬼更容易听他驱使。江流慧，你竟如此狠心，这般对待自己的幼弟，本宫看你是疯了。你一个年老色衰的老女人懂什么？贵妃娘娘不过是嫉妒臣妾得宠罢了。臣妾的幼弟夭折，臣妾给他供奉点香火有何不妥？什么养小鬼，臣妾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分明是要污蔑臣妾。都到这个地步了，江妹妹还嘴硬呢。若不是养小鬼，你何须将你幼弟藏在神像里？任你如何诡辩，也逃不过祸乱后宫的罪名。未央宫藏着鬼婴，陛下日日留宿，万幸没伤着陛下的龙体，否则未央宫上下万死难以谢罪。有的，我观陛下印堂发黑，阴盛阳衰。陛下近日是否常常感觉到心悸，时不时有胃冷、做梦、夜不能寐等症状？是因为陛下的阳气不足，若长此以往，会影响陛下的寿数。枉朕将你宠成心头宝，你居然要害朕！不，臣妾没有，臣妾爱慕陛下还来不及呢，臣妾怎会害陛下？是他胡言乱语，陛下莫要信他。你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杀害自己的幼弟，将他禁锢在这里为你所用，所以他才想要你的命。当真是丧尽天良。他说的是真的吗？江灵慧沉默了。你为什么要杀害你的弟弟？为父待你不薄啊，即便你不是最出色的。我不出色，待我不薄。爹，
我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呀，你满意了吗？你明明我刻苦用功，学的知书达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可在你眼里，我姿色平平，资质平庸。尤其有了小儿子，您对我是更不满意了。不管我情练得多好，都抵不过一个尚在襁褓的孩子一笑，简直可笑。只是因为这个，你便要杀害你弟弟，你还敢说你知书达理？你简直恶毒！分明是你们男人看人只看美色，没人看见我的才情。可这世上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即便是有，你也不想想，为何偏偏会落到你头上？若不是你，我便是这个幸运的人。这等好事就是落在了我身上。我好不容易将他养熟，能为我所用，是你毁了我唾手可得的一切。养鬼婴的禁术是谁教你的？神像又是哪来的？够了！江美人施邪术，祸乱后宫，将其贬为宫人，有居冷宫。今日之事不得外传，违者同罪论处。臣妾遵旨。他摆摆手，立马就有2个工人将发疯的江灵慧拖了下去。唐诗锦，你斗不过他的。别以为你赢了我，他会为我报仇的。我等着你们跟我一样下地狱。我在冥府有熟人，我下不下地狱不知道，但你一定会下的。他是不是知道的太多了？江美人道行不够，养的小鬼很容易被人发现。若是我养，必能叫人死得悄无声息。他这是在威胁他吗？哼，当我没瞧见皇帝眼里的杀气吗？听闻太子的眼疾也是你治好的，唐家认回来的女儿，这可是很有能耐啊。多谢陛下夸赞，鬼婴已经收服了，陛下可以付银子了。你要多少银子呢？我治好太子殿下的眼疾，前后太子会付9万两。什么？9万两？你治病就如此贵？贵妃娘娘的意思是，太子殿下的眼睛不值9万两。他是故意针对他，还是他原本说话就这样值？赏你1万两，你们都退下吧。真小气，出手还不如太子大方呢。回头非得将太子叫进宫来好好教训一顿。唐诗锦，你刚才说朕阴盛阳衰，可有化解之法？有啊，我可以给陛下画补充阳气的符箓，500两1张。这女子，她莫不是这辈子没见过钱？那你就便画2张吧。好说，2张1000两。那贴身佩戴，可驱散陛下身上的阴气，补回阳气。没想到他堂堂皇帝竟也信鬼神之说。陛下，您的身子才是最要紧的，陛下龙体安康，便是天下百姓之福呀。回到魏家，唐诗锦便用从江美人那取来的眉间穴替唐玉颜解了迷魂术。我要去把那些画像都处理掉。想到他竟躲在屋里痴迷的画江淑仪的画像，还说要娶她，他就觉得自己好蠢好蠢。阿姐，听闻你进宫了，宫里的人可有为难你？正好他也要跟他说说江家的事儿，于是掏出瞬移符，眨眼间他便出现在萧燕面前。你入宫的事情本王听说了，可有瞧出什么不妥？啊，我正要跟王爷说这个呢。江美人虽养鬼婴，但她身上没有紫气，江大人身上也没有。王爷查过江家吗？江家可还有什么别的运势？江家的运势就是江美人入宫为妃，江家2房有一子，养在江之若身边，江家效忠于楚军。江灵慧变美，应该只是她养鬼婴许下的心愿。至于你说的江家子，没准就是从杨家逃走的黑斗篷，都是太子的走狗，没跑了。这么看来，在背后设计你命格的十有八九就是太子呀。本王不这么认为。啊？为什么？本王尚未出生时，太子亦未出世，如何算计本王？说的也是，你与太子差不多大，辈分上却高出一截。今天我从江美人的话中套出她背后有人指使，陛下却有意替她遮掩。所以我猜，即便太子不是背后算计你的主谋，他与这件事也脱不了关系，说不准是皇帝。这话是能随便说的吗？
但转念一想，三小姐能这么无所顾忌地说出这话，说明她信任主子呀。哼哼，总之我瞧皇帝父子俩的面相啊，都不是什么好人。萧燕眸光幽深沉静地看着他。我这也是拿王爷当兄弟，才实话实说的。本王不想和你做兄弟。啊？那你想与我做什么？日后你就知道了。我们来说说湘家子吧。他若是太子的走狗，太子又与私藏紫气的家族有关，想来江家子干的便是替太子铲除异己的事。以王爷的权势，将他抓起来查问一番，应该不是问题吧？这个江家子有些不一样。哪里不一样？长得很干净，平素很文静。他更加好奇，想见见了。江公子前几日随几位世家公子出城夜猎去了。我得回去多画些符，又有银子赚了。对了，王爷府上有个门客叫无相公子，我在他身上嗅到了同类的气息，不知王爷可否让我见见他？你见过他？在王爷府上打过一个照面。他回来过？属下不知，属下去问问。看他俩的表情，好像有些不对劲儿。主子，府上无人见过他，三小姐会不会是认错人了？我并不认识他，谈何认错？但我确实见到了呀。可府里没人见到三小姐说的人。他与你确实是同类。从他口中听到一个劲爆的消息，他是国师？哪个国？哪个师？北离国师。啊！这么说，他与解除血印、拿回情魄只有一步之遥。等一下，国师不是个老匹夫吗？你师父归虚道长，应该也能随心变化自己的面容吧？明白了。唐诗锦在心里爆了句粗口，然后转身就走。想要确定江家人手里有没有紫气，王爷就准备一下，跟我去夜猎吧。你要带本王一起去？王爷还有别的事吗？要是没时间的话。无他事，不过带上本王，你不嫌麻烦吗？闲的，但这不是为了不辜负你的信任吗？若是换了别人，你也不会嫌麻烦。会啊，但王爷不一样，我赚钱，王爷查人，咱们分工合作，两不耽误嘛。王爷登门有事远迎，小姐，是你带王爷回来的吗？王爷要跟我出去一趟，我们回来准备点东西。阿娘有客人。三小姐。虫王面带忧虑的走出来。19弟，你怎么来了？三哥是来请阿锦帮忙的吧？虫王点头，看向唐诗锦。三小姐。虫王不必说了，我已经知道了你的来意。5000两，我保证将世子平安的带回来。5000两？虫王莫不是嫌贵？不能吧？世子的命应该值这个价吧？好，如此，那便有劳三小姐了。有什么需要本王帮忙的，三小姐尽可开口。他本来是想说他收到了歹徒的勒索信，让他准备5万两银子赎金。19王爷与我同去，没什么需要虫王帮忙的。三哥准备好银子来赎人就行。没看错的话，19弟是笑了吗？19弟，萧巡那小子可是得罪了你？没有。那你为何揍他？你打了萧世子啊？只是试试他的武功罢了。我们皇族可以养出纨绔，但不能养出废物。我听你瞎扯。有道理。萧巡夜练失踪，可见平时历练不足，武力太低。三哥管教不严。萧巡性子散漫，他只想做个闲散王爷，本王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小姐，你又要去救人？阿娘别担心啊，一点小事，我能摆平。王爷，我家小锦就拜托你了。夫人放心，小锦很厉害的，本王恐怕还需要她照拂呢。小姐，你们要早去早回。他这个不近女色的19弟看上唐诗锦了，难怪萧巡被他打一顿。看来他儿子是没那个命喽。天黑前，他和萧燕赶到了五行山脚下。三小姐有什么吩咐，请直说。那你运势有点低啊，买符吗？跟上次一样，10两银子不打折。买。三小姐，一张符能够护属下平安吗？属下这里有20两，买2张可以吗？够。高大哥，你留点给我们呀！三小姐，我们也想买符。都有，别抢啊！10两银子一张，贴身佩戴，可保平安。玄影卫买了符，藏进怀兜里，个个都神气昂扬的。唐诗锦手心里藏着最后一张护身符，偷偷塞到萧燕手里。王爷，看在你的人跟我买了这么多符的份上，
这张符免费送给你。山里有阴气，这符可以挡一挡。多谢阿锦。下次让他们都找阿锦买符去。你们在山下接应我们，等找到人，我和王爷会将人带下来的。三小姐啊，这夜里山路不好走，要去还是让属下们去吧，也好保护王爷跟您啊。你们去了也是拖我后腿。山里不仅有毒蛇猛兽，说不定还会有个别阿飘。你们要是迷路了，我还得去找你们。算了，三小姐说让他们在山下等，他们就在山下等，不去拖王爷和三小姐的后腿。那主子就……啊，你得去，你跟去可以打下手，总不能叫你家王爷去伺候人吧？是，跟着主子是属下的分内之事。那我们就上山吧。杀了他！护身符为什么不管用啊？小姑娘到底行不行啊？我当然行。紧接着，一道金光打出，将原本压在萧巡身上的人全部掀飞。你果然来救我了。拿钱办事，保你平安。放心啊，你不会死的。萧巡这回是彻底安心了，就那样安详的躺着，也不着急爬起来了。唐诗锦又打了个响指，被控制的公子哥们原本呆滞的目光逐渐变得清明。怎么多了个姑娘？什么姑娘？那是救兵，您不用死了。唐家的小道姑果然有两把刷子，居然能闻着味儿找到这里来。你说的每个字我都不喜欢，所以我决定教你做人。大言不惭。手下败将。看来这上次打人，居然是还手下留情的呀。她好飒爽的小姑娘，我喜欢。你们谁认识这个小姑娘？1刻钟内，我要知道她的家世背景。谢公子，你以为你还在京城呢？这个你最好是别惦记。为什么？阿锦，你又不等我。这不是察觉到世子有危险吗？他要是出什么事儿，我这一趟不是白来了吗？这种体力活，下次等本王来就好。阿锦的瞬移符太快了，纵然他轻功再快，也赶不上他的符啊。是救王爷，见过王爷，没想到来救我们的居然会是王爷。救你们的是阿锦。多谢阿锦姑娘。阿锦也是你们那叫的。那我们该叫什么呀？不知这位姑娘该怎么称呼？叫大师，脑子呢？皇叔，你们有没有带吃的？我们已经被困在这里整整5日了，肚子已经饿到走不动了。哎呀，皇叔若是再不来的话，我们铁定得饿死在这儿。不吃点东西啊，我们怕是会拖皇叔跟唐姑娘的后腿。你瞧本王像是带了吃食的样子吗？不像。唐诗锦伸手往布袋里一掏，有馒头吃吗？他们可都不是啃馒头的人，发霉的贡品都吃了，还嫌弃馒头，脑子有病。要不是看在你是世子的面上，早打你了。于是几个公子哥一人拿了个馒头，默默地啃了起来。咦，这家伙也太不经摔了吧！照你那个摔法，换谁能扛得住啊？小，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好像少了一人呢？少了谁？是2个，江彻不见了，还有赵阳，赵阳也不见了。坏了，江彻是我带出来的，他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怎么跟江家交代呀？江彻人呢？你们有谁看见他了？世子，你来瞧瞧，这位你们认识吗？是赵阳。要杀他们的居然会是赵阳。你们倒是聪明，知道躲进这5帝庙里。是世子带着我们躲进来的，还得多谢世子，不然我们怕是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山里乱窜，没准早就走散了。谢公子不必客气，往后有美人的话，多多孝敬我一些就是。什么美人？世子真会说笑。赵阳，他死了吗？还活着。要带他下山吗？我只负责带世子下山。姑娘，你是不管我们了吗？这山里有鬼打墙，我们走不出去。姑娘丢下我们，我们会死的。我可以带你们下山，但是不白带。然后唐诗锦就变戏法似的从随身布袋里掏出纸笔，转头在供桌上刷刷刷写着什么。我保萧世子平安回家，费用是5000两，你们也不例外。如果同意，就在这字据上签字，我带你们下山。5000两而已，我签。其他人见状也纷纷签上了自己的名儿。唐诗锦收起字据，又给他们每人1张符，送你们的，保平安。另外这山里被人设下了迷阵，山中起了迷雾，下山途中如果与我们走散了，
遇到了你们口中的鬼打墙，只需一泡童子尿就可破除，所以不必惊慌。公子哥们面面相觑，最后默默地跟紧了唐诗锦。你们这是？童子尿，唐姑娘，你也太高看他们了吧？他们哪一个还是什么童子啊？世子与我们不过半斤8两，我们不是童子身，难道你还是吗？我是啊。别开玩笑了，萧世子的红颜知己都能排满整条街，他要是童子身，他谢恒能把家里的妾室都遣散了。唐诗锦啧了一声，侧目瞧了眼身边风光霁月的男人。我是。知道了，你是童子。那个不管赵阳了。你心善，你去背他下山好了，下山后再让他杀了你。那人顿时不说话了。出了武帝庙，便见先走一步的萧洵蹲在地上。谢公子，江彻是你带出来的，你要对他负责啊。走上去一瞧，江彻正昏在路边的草丛里。难怪萧燕说江家子很干净。唐诗锦看他面相缠绕着一丝黑气，便掐了个手势驱散了那丝黑气。世子，你们，我头好疼啊！你还能走吗？我们要下山了。江公子是吧？签个字吧，5000两带你下山。我没钱，我替他出。唐诗锦挑眉默许了。江家子确实很干净。阿锦觉得赵阳只是替罪羊吗？是不是？反正他都离不开这座山了。唐诗锦话音刚落，就感觉攥在手心的一张符箓微微发热。他死了。他留在赵阳身上的追踪符感应不到活人的气息了。山林里起了很大的雾，一路上伴随着乌鸦的鸣叫，根本就分不清方向，也看不清前路。突然，乌鸦想上前攻击，被唐诗锦一挥手拍死。幻术而已，没胆子露面的就给我好好缩着，要是不知死活的挡我的路，我就捏死他。1个时辰后，唐诗锦带着他们走出了迷雾。高峰，放本世子下来吧，本世子可以自己走了。难怪三小姐要他跟着，原来是伺候这位世子爷的。爹娘，父亲，母亲。见到自家儿子无恙，老母亲们顿时喜极而泣。见过王爷，就是王爷救了这些孩子们，王爷大恩，微臣等没齿难忘。救人的不是本王，你们该谢的是他。谢就不必了。5000两银子，让令郎平安下山，给钱吗？5000两，不是5万两吗？什么5万两？你们夜猎几日未归，我们都收到了绑匪的勒索信，要求每家准备5万两银子赎人。竟有这事？5万两的赎金缩水成了5000两，亏大发了。白纸黑字写的清楚，你们的儿子回来了，我只收你们5000两，麻烦结一下账，我好回家吃饭。姑娘是救人的，还是绑人的？看不出来吗？绑匪要5万两赎金，元和姑娘只要了5000两。姑娘可知，城防营的人已经将这山包围了。是啊，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姑娘你救的人？毕竟我们谁也没看见呢。保不准5万两银子也是姑娘你要的呢。高峰，把人押回山上。是。王爷，这是为何呀？人是阿锦救下来的，不想出报酬的便出赎金。何须高峰动手那麻烦？我能把人带回来，自然也能送上去。啪嗒，一个公子哥消失了。儿啊，我的儿，你把我儿子弄到哪里去了？既然诸位不肯付酬劳，那就自行上山去接儿子吧。唐姑娘，我是信你的。父亲，确实是唐姑娘救了我们，那字据也是我们自愿签的。这山里有迷阵，我们还撞见了幻术变的鬼，要不是唐姑娘，我们可能就回不来了。是啊，娘，多亏了唐姑娘救了我们，要不然你们就见不着儿子了。歹徒让你们拿5万两银子赎人，阿锦把你们救回儿子，只收5000两。尚书大人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嘴脸，可不太好看呢。王爷说的是微臣狭隘了。唐姑娘救了犬子，谢某无以为谢。这5000两银子乃是唐姑娘该得的。谢大人，你要出1万两。这是为何？父亲，还有江彻那份，我答应替他出了。既是犬子答应的，我谢家自不会赖账。1万两在此，唐姑娘你数数。你们呢？我们也出钱。唐姑娘，我错了，我不该怀疑你的。我出1万两，你能不能把我儿子变回来？我求你了。好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乃我们修道者的本分。娘。
儿啊，你吓坏为娘了，多谢唐姑娘。快走快走，回府去好好给少爷驱邪。江贤侄，你随我们一道回去吧。多谢唐姑娘救命之恩。收了钱的不必道谢。唐姑娘，我们还会再见面吗？看相算命、捉鬼驱邪、安家镇宅，有需要随时可以找我。好，我一定找你。没出息的东西，还不快给我滚上去！江彻，回家之后要看得开一些，切莫学江代大小姐做一些糊涂事，害人终害己啊！皇叔，我父王没过来接我，你顺我一程呗。世子，属下送您回府吧。你倒还真是个会察言观色的。应该的。我不用你送，本世子还有些话想问一下唐姑娘呢。萧巡说着，就自己靠近唐诗锦。我还以为你真的把贺晨那小子送回山里去了。障眼法罢了，我又不会仙术，哪能说送走就送走啊？只是将那个贺家公子暂且藏在马车里罢了。在本世子眼中，你的道法跟仙法无甚区别，你画的符可是无所不能了。萧巡盯着小皇叔的冷眼，不必夸我，5000两不打折。你也太小瞧我陈王府了，5000两不会少你的。腿脚这么利索，自己走回去吧。世子，保重。皇叔，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这里离京城可是好几十里路。皇叔，等等我，你等等我！阿娘，大姐姐，你们怎么都在迎接我啊？娘不放心你，你再不回来，阿娘都要使唤二郎去寻你了。萧燕后脚从马车里出来，王爷，崇王兄可在魏家？在呢，下来无事，正与我兄长下棋呢。啊，光顾着说话了，王爷请进吧。小锦，你同王爷说什么呢？阿娘，车上有几箱银子，你找人帮我搬下来呗。箱子，本王让人帮你搬。那就有劳王爷了。高峰，仔细些，别漏了阿锦赚的银子。王爷若是觉得我太放肆没规矩，要直说啊，我就不拿王爷当兄弟了。萧巡呢？哦，他呀，晚点到。这是答应给你的报酬，5000两白银，你说说。多谢王爷。阿娘你瞧，这里还有一份呢。我家小锦最能干了。这种被母亲夸奖的感觉，心里暖融融的。见过19王爷。魏将军不必多礼。听闻王爷跟小锦去寻夜猎失踪的世家公子，想必人应该已经救回来了吧？有阿锦在，人自然得救。崇王爷有查过，那些勒索信的字迹被刻意模仿过，查不出是何人走起。你们可抓到了绑匪？舅舅说的绑匪就是个小公子哥儿，不过应该只是个替罪羊，已经死了。这不知背后之人挟持这些世家公子究竟有何意图？我知道啊。哦，小锦知道什么呢？刘叔，帮我搬个镜子来。是。王爷，也得请你帮个忙。你说。帮我把今日那些家属都请过来。高峰，主子稍后，属下这就去请人。啊，魏将军啊，叨扰了。尚书大人客气。唐姑娘，我们又见面了。谢大人，坐吧。谢王爷。阿锦，人都到齐了，你想做什么便做吧。今日请诸位来呢，是想让诸位看清楚了，真正想害你们家儿子的人是谁。这5000两银子，我挣的清白。就在众人狐疑的时候，只见唐诗锦指尖扬起一张符箓，甩手撇到了镜子上，镜子里的景象也发生了变化。殿下恕罪，是卑职失职，卑职实在斗不过那唐诗锦，山中的迷阵幻术也困不住他，人都被他救走了。这么说，我银子没赚着，倒是让他赚去了。卑职办事不力，请殿下责罚。唐诗锦赚了本太子9万两银子还不够，竟还要从本太子嘴里抢吃的，此女子着实有些贪心啊。太子慵懒地坐着，他身侧摆放着一面铜镜，他们都没注意到左蟒的披风底下藏着一张纸人。本想是用这些世家废物贴补点本太子损失的银子，没成想最后为唐诗锦做了嫁衣，倒让他赚得盆满钵满。他才没兴趣跟太子作对呢，他只是喜欢赚钱。本太子的眼睛尚未痊愈，暂且不能动他，等本太子彻底康复，定要娶了他。如此本太子既不会亏欠，又能拉拢魏家，也不算违背本太子的初衷。
你在想屁吃？敢把主意打到阿锦身上，肖战这个太子是过得太安稳了些。太子如此坑害他们家，还想拉拢他们。殿下，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崇王还在查勒索信。勒索信又不是本太子写的，让他查便是。唐诗锦收回手，符箓化为灰烬。哼，太子殿下还真是生财有道啊！诸位都看清楚了，我这5000两银子收得很良心吧？唐姑娘大意，是我等心胸狭隘了，还请唐姑娘勿怪。怪倒是不怪，别背地里传我的闲话就行。几人闻言更是羞愧地低下了头。唐姑娘，我是一直相信你的。真相都看到了，你们可以走了。下官告退。以谢家为首，几人达成共识，今后绝不帮扶太子。小姐，你是如何让我们看到太子府的景象的？镜子只是媒介，通过天眼符便可做到。在武帝庙里收拾赵阳的时候，他在赵阳身上留下了一个纸人，幕后黑手来杀赵阳灭口，那纸人就会藏在那人身上。崇王可还要继续下棋？不了，萧巡为何还没回来？恐怕还要再晚些时候。王爷若是担心，不妨叫人去接一下世子。崇王似乎明白了什么。19弟不走吗？本王还有事，3哥慢走。说的好像这魏家是你家一样，当真是半点都不见外。哦，19王爷还有事吗？他就随口一说，想多待一会儿。王爷许久不来与老夫商讨兵法战术了，老夫来迟迎候王爷，王爷莫怪呀。老将军，别来无恙。谢王爷记挂，老夫有个好外孙女，捡回了条命，否则以后怕是没机会同王爷探讨战术了。父亲，你随我来，我有话要问你。小锦，你舅舅是个迟钝的，你可不能学他。你要好好招待王爷，如此才不失我们家的礼节，知道吗？外祖父的话我记下了。王爷，老夫还有些事，就让我这外孙女陪王爷说说话吧。无妨，老将军请便。还不跟上？父亲，您要同我说些什么呢？哼，说你是个憨憨，没瞧出自个儿是个多余的吗？当真是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魏玉则一噎。你说你如此呆板，我还如何指望你娶媳妇儿？难怪你至今孤家寡人一个，府里的事都得靠你妹妹来操持。他不知道哪里得罪了老父亲。王爷既不是奔着魏家来的，也不是奔着你来的，他是奔着小锦来的。你说你杵在那儿凑什么热闹？就你这样呆板的，哪有女子看得上你？父亲，这些话你在我面前说一说也就算了，别去孩子们面前说。哼，我看等玉颜娶媳妇了，你都未必娶得上。喝外甥的喜酒，我看你好不好意思？你是我爹，我真。王爷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太子方才的话，你不必放在心上。什么话？王爷指的是他说要娶我的话。萧燕默然。我与太子没缘分，我也没有放在心上。萧家似乎没有子气，我们还得另外查。你与本王可有缘分？我能算出别人的缘分，却算不出自己的。不是有句话叫医者不能自医吗？大概便是如此。我们修道者也并非事事都能知晓的，否则这世上哪还有天机二字可言？不过王爷的缘分，奇怪，我竟也算不出来。王爷为什么这么问啊？这破戒中封印着你的一魄，便是你感情迟钝的原因，对吗？不错，师父说我缺了情魄，于感情上较为迟钝，但我觉得我挺聪明的啊，因为我一眼就能看穿人心。那你可能看穿本王的心？很奇怪，看不清。本王一定尽早找回国师，替你解除血瘾，归还情魄。王爷一言九鼎，我信得过王爷。皇叔今日怎么有空进宫来了？一个短命鬼也想癞蛤蟆吃天鹅肉。方才他已经向父皇请旨，赐唐诗锦做他的太子妃，父皇已经同意了。太子的眼睛可还看得清路？侄儿的眼睛多亏了锦妹妹医治，已经日渐康复，有劳皇叔关心。
你是该好好谢谢阿锦，否则一个瞎子是当不了太子的。皇叔说的是，本太子这不是特意进宫，给他求了一个大大的恩赏呢。本王也准备了一些恩赏给太子。说完，不等太子反应，就目光冷淡的从他身边掠过。四妹妹，是饭菜不合你胃口吗？舅舅，准备接旨吧。将军，宫里来人了，请将军前去接旨。小姐，你算到宫里会来旨意？这旨意送错地方了。你去吧。小姐，你可算到这圣旨说的是什么？要不我们也去瞧瞧？阿娘想去，我们就去看看吧。父亲，那我们去了。唐令仪和唐玉妍姐弟俩对视一眼，自己家想去便去，走着，你俩也随我一起去瞧瞧。咱们家可好久没有迎接过宫里的旨意了。惠祖父，我服您。魏将军，父皇有旨，将军接旨吧。太子和19王爷一起来，这道旨意恐怕不容马虎。唐家有女，贤淑大方，钟灵毓秀，温良敦厚，品貌出众。与太子乃佳偶天成，今特赐堂女娇娇为太子妃，命礼部择良辰吉日，操太子大婚，钦此。怎么回事？你敢篡改父皇的旨意？奴才不敢，太子明鉴，陛下的旨意就是这么写的呀。竟然真的是赐婚唐娇娇，怎么会这样？皇叔，这圣旨是不是你搞的鬼？太子是在质疑陛下的旨意。虽然他算到贵人会帮他摆脱渣渣的纠缠，但没想到贵人的做法会这么直接。太子殿下，这旨意似乎不该送到我魏家来。太子殿下，莫不是走错了地方？太子大约是想请魏家做个见证，他想娶唐娇娇为太子妃，毕竟未来太子妃是由将军的妹妹养大的，来魏家通禀一声，倒也说得过去。是，王爷说的是，但这旨意着实不该由我魏家来接，还请公公送去唐家才是。我妹妹虽然教养过未来的太子妃，但是终究并不是唐家人，不好越俎代庖。皇叔，算你狠！他要回宫去问问父皇为何会改变主意。太子，皇叔还有何事？不等等你的太子妃吗？唐娇娇，接旨吧。娇娇见过19王爷，见过太子殿下，见过魏将军。谁让你来的？是王爷让娇娇来的，娇娇领旨谢恩。当事人都听旨谢恩了，这下太子想不认似乎都不行了。多谢王爷，助我摆脱恶心男。现在还觉得本王是画大饼吗？不，王爷乃真君子也，说话一言九鼎。大步走出魏家，太子上了马车便扬长而去，根本没去看唐娇娇。唐师姐，做人最好不要太贪心，我若成不了太子妃，也绝不会让你好过。太子这么快就回来了？贵妃娘娘，我还有事要同父皇商讨，先行告退。你速去告诉齐王，让他收拾收拾，随本宫去一趟唐家。是。父皇为何改了旨意内容，让儿臣险些在魏家抬不起头来？问，你还好意思问？你自己做了一些什么，还需要朕来明说吗？朕都替你觉得丢神。莫不是19皇叔在父皇面前说了什么，还请父皇明示？这是老19送来的，你自己看吧。太子费解，捡起来一看，脸色变了又变。现在明白是为什么了吗？你干的好事，就连朕都跟你一起丢神。父皇，这是无稽之谈。这是庆王送来的手书，言明不会认回唐娇娇，并且太子与唐娇娇情投意合，早已私定终身。若是庆王府认回唐娇娇，堂兄妹不顾伦理的厮混，皇室颜面无存，则会被天下人取笑。萧燕拿着这封手书逼到了他面前来，无形中被自己的儿子打了脸，他只能顺势而为，将唐娇娇赐给太子。微臣见过贵妃娘娘。侯爷不必多礼。见过齐王殿下。侯爷请起，是我与母妃叨扰了。齐王言重了，贵妃娘娘里面请。侯爷，你女儿在花宴上戳穿了江美人，祸乱后宫的毒计，功不可没。本宫对她实在欢喜得紧，怎么不见她出来见见本宫呢？贵妃娘娘说的可是微臣前不久认回的小女石锦，她自幼流落在外，野生也长惯了，不免有些没规没矩。贵妃娘娘下次还是莫要召她进宫参加宫宴为好。娘娘，听闻唐家三小姐并不住在唐家。你怎么不早说，让你去打听唐诗锦的事？她不在唐家，这么重要的消息，你怎的等我来了唐家才说？是奴婢的疏忽，忘了与娘娘说。娘娘，请里面坐下说话吧，微臣这边去请家母来。不必了，本宫是来见石锦的，她既不在，本宫便不叨扰侯爷了。侯爷弃珍珠而选榆木，可见是人老眼花了。本宫看着唐家很难兴盛起来。
唐诗锦那忤逆不孝不安分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珍珠？锦儿，咱们走吧。三小姐想必随她母亲去了魏家，我们去魏家瞧瞧。母妃，我累了，我想先回府。本宫知道今日你劳累了，但就今天，你听母妃一回，母妃保证你见了唐诗锦不会后悔的。唐诗锦能治好太子的眼疾，能收服江美人养的鬼婴，想必也能治好齐王的腿疾。早知道诗锦不在，本宫就不来了。见过贵妃娘娘，齐王殿下，起来吧。听闻你并非庆王所出，而是侯爷从乡下捡回来的。贵妃娘娘这话何意？娘娘还不知道吧？陛下已经赐婚我与太子殿下。我虽不是唐家亲生，但我一直将侯爷当成亲生父亲看待。要说真正与齐王殿下有婚约的，该是小景才对。毕竟她才是唐家三小姐。你说的不错，与齐王有婚约的是真正的唐家三小姐，不是什么麻雀都能变凤凰的。陛下赐婚你和太子，却因庆王上书称你非亲王妃所出，要成全你和太子这对野鸳鸯呢。父亲，我不是亲王的孩子吗？这么说，王爷早就知道太子和唐娇娇有私情。不错，本王将此事传信告知了庆王，庆王夫妻很疼爱你。我知道，父王母妃一向待我很好。庆王夫妻待小锦好，我谢他们都来不及呢。萧燕轻咳一声，略有些尴尬。他唤庆王夫妻、父王母妃，都未曾与卫士解释，他便注意到了。阿娘，你也待我极好啊！你们都是我的亲人，我很感激阿娘生下我，庆王妃养大我，我会一辈子报答你们的。阿娘也很感激庆王妃将你教养得这样好。母女俩气氛融洽，其乐融融。忽然，唐诗锦收敛了笑意：“舅舅，我要与你一起出门。”啊？去哪儿啊？将军，京兆府的刘大人上门拜访，曹勇大哥也跟着刘大人一起来了。请，快请。曹勇见过将军。你与刘大人一同前来，可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我妹子不见了，还请少将军救救我妹子。魏将军，下官有礼了。下官收到一诡案，特来求助将军。大人请说。今日下官接到报案，称京城外30里的长寿镇时常有少女失踪，搅得镇上百姓人心惶惶。镇上衙门又能力有限，所以这桩案子我就是接了。这位是？这是我外甥女小锦，你可是算出了什么？舅舅，我们要赶紧离开，拯救失踪少女要紧，不然等会儿又要应付找上门的桃花。曹勇，我们路上说。多谢将军。阿锦，不带我吗？王爷想去，那就一起去吧。阿娘，辛苦你搞人际关系了。卫士一脸懵。路上，唐诗锦听他说起了长寿镇诡异的事儿。从古至今，鬼背负了太多黑锅。镇上人想找天师来捉鬼，可找来的都是些神棍，都是坑钱的。我不是啊，我看人开价，绝对是童叟无欺。其实刘大人同我说过，将军府上有个道法厉害的大师，但我没想到会是将军的外甥女。三姑娘不在，她去哪儿了？啊，方才府尹大人来了，说是城外镇上有鬼案，小锦自在惯了，便随他舅舅去救人了。京兆府的案子，何至于让魏将军前去？官府没人了吗？他紧赶慢赶，没想到还是来迟了一步。是我家小锦爱闹腾，娘娘息怒啊。夫人别误会，本宫没有怪石锦的意思，只是没见着石锦，有些可惜罢了。本宫还想让齐王见一见他呢。有句话说来也不怕叫娘娘笑话，娘娘大约还不知，我带着孩子们与唐家已然断绝了关系。夫人的意思，本宫明白。本宫也不瞒着夫人，本宫确实喜欢石锦的孩子，想撮合他与齐王。毕竟他与我儿本就说了亲事的，不是吗？不过本宫也没有要逼迫夫人的意思。多谢娘娘体恤，当初娘娘说定的是唐娇娇，并非小锦。但石锦才是你的女儿，即便夫人离了唐家，也改变不了孩子们的出身。本宫只希望夫人不要急着拒绝本宫。夫人不赞同，无非是因为齐王的腿脚不便，说是石锦能治好他的腿，夫人又有什么理由拒绝这门亲事呢？唉，太高的权势，本宫不敢保证，但本宫能保证，石锦若不嫌弃我儿，将来必不会让他受丝毫委屈。我儿若健全，品性修养，绝不弱于任何人。我以姚家100年埋煤做担保。并非我要拒绝娘娘，
只是我不能替小景做主。我虽是他阿娘，但他有自己的主意，我不想勉强他。所以，不论是替齐王医治，还是婚嫁一事，都需小景点头。本宫理解夫人的心思，待石景回来，本宫还会再来的。天快黑了，天黑林路不好走，我们得快些赶路，夜里容易迷路。说着说着，好像还真迷路了。将军，我们好像迷失方向了。他明明是顺路走的，可似乎一直在林子里绕圈子，小小迷阵罢了。过。将军，你外甥女真的是大师啊！我还以为她同那些道长一样，也是神棍呢。嗨，正常，你也不是第一个这么认为的。莫要小瞧小景，有小景在，必能救回你妹妹和失踪的少女。我们还有个同行的伙伴呢。唐世锦想说，倒也不用如此粗暴。跟着我们做什么？怎么是你？哎呀，松手！你弄疼我了。你来做什么？这山中有迷阵，你就不怕出不去吗？魏将军是在担心我。此地危险，郡主还是回京的好。你就是在担心我，对吗？小景刚刚不是破了迷阵吗？有你们在，我怕什么？哎，你算到我会跟着来？你还记不记得答应过我什么？这么重要的行动，你居然不告诉我，太不够意思了。没告诉你，你这不也来了吗？这就叫该来的挡不住。在成为你舅母这件事上，我是不会气馁的。魏雨泽耳朵动了动，脸色越发冷硬。就怕你撩不动我舅舅。不过呢，有毅力有志气是好事，加油，我看好你哦。皇叔，在小景成为我皇婶这件事上，我也很看好你哦。你是懂得如何拍马屁的，但这马屁拍歪了呀。就算19王爷不想拿我当兄弟，也不会想拿我当老婆呀。萧漾弯了弯嘴角，还好马屁拍得正好。林中迷阵已破，郡主不便跟着我们。来人，送郡主回京。魏将军，你是以什么身份命令本郡主的？这里不是郡主胡闹的地方。本郡主没有胡闹，说不准本郡主还能帮上你们的忙呢。郡主若是真的出了什么事，能够保证崇王不找我们的麻烦吗？父王会觉得我飞蛾扑火，自作多情，认为我自作自受。不可理喻。王爷，郡主是你侄女，她的安危交与王爷，莫要拖我们的后腿。她又不是来找本王的，她找谁，谁负责？这还是皇叔吗？阿锦，过来先用早膳。这位壮士，烦请你让个座。是我无礼了，郡主请坐。唐姑娘竟也来了，有19王爷和唐姑娘在，下官就安心了。这镇上失踪的少女定能获救。江大人，与我们说下具体的情况吧。自1月前起，镇上就不断有少女失踪，且都是在成亲之日被人掳走。下官接任县令时，失踪案就有好几起了。下官曾带领县衙追查过，可掳走少女的似乎并非常人，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下官也是无奈，这才求助京兆府与唐姑娘的。哦，一点线索都没有吗？江大人摇头。王爷可还有什么要问的？听阿锦的。大人放心，我算过了，失踪的少女还活着呢。唐姑娘神算呐，那不知要如何解救那些少女？这个嘛，得加钱。衙门办事应该有公费的吧？这长寿镇就是个小县衙，公费实在不多。不过镇上有一姓朱的富户，他们家的心腹也被掳了去，朱家出3000两的赏银，谁若是能救回朱家少夫人，赏银就归谁。很好，张大人说话算话吧。下官虽不才，但好歹是县令，这一点面子还是有的。要救人，就得先弄清这么多少女是怎么失踪的。得办一场亲事才行。阿锦是想将背后的鬼引出来。聪明，办，必须办。我掐指一算，后日就是个好日子，一嫁去，让你侄儿在这天成亲，非常合适。可这什么都没准备。张大人现在可以回去准备啊。大人一切从简即可，小姐的目的在于抓人，不在于办喜事。下官明白了，下官这便回去准备，后日请几位来喝喜酒。谁爱嫁谁嫁，我不嫁。孙小姐不愿意嫁，我可以找人替你嫁。你是何人？啊，我就是县令大人请来捉鬼的。你是大师，那他呢？你女儿不是不愿意嫁吗？本郡主替她上花轿。郡主真的愿意替我上花轿？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不会拿我家顶罪吧？蓉蓉说的不错，若是出了什么岔子，我家怕是吃罪不起呀。本郡主是娇贵，但不是胆小鬼，不敢上就别废话。看你这腰挺圆的，这嫁衣想必不合本郡主的尺寸。趁着还有时间，拿去改改吧。小姐，
掳走少女的当真是鬼吗？未必哦。舅舅，这个给你，记得贴身佩戴，可保平安。这时辰已经差不多了，新娘子怎么还没好？舅舅，女孩子上妆是不能催的，尤其成亲是女子一生中最要紧的时刻，自然要美美的。怎么不见郡主？小姐，你与郡主来往，舅舅并无意见。只是他毕竟是王府的郡主，若是真的出了什么事，你觉得崇王不会追究我们吗？舅舅也说了，他是郡主，他是奔着舅舅来的，舅舅的话他都不听，我哪管得了啊？你是在调侃舅舅吗？今日郡主离介绍距离最近，舅舅要保护好他哦。小丫头跑得倒挺快，不过她说的最近是什么意思？背后说人坏话，将军风度减半。郡主，怎么会是你？就算要找人顶替新娘子，也不必郡主以身犯险。吉时已到，新娘子上花轿了。将军，迎亲队伍来了。魏将军，今日多谢你了。计策而已，江公子不必当真。快些，都摆好，一会儿大师就来了。做什么？这是为道长准备的。啊？哪个道长？江大人，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江大人对其也是笑脸相迎。江大人请来的大师可到了，贫道正想与之探讨一下道法，也好能研究一下待会儿要怎么捉鬼啊。道长想跟我切磋一下道法吗？你，看来是上次的教训不够，让你这么快就又出来坑蒙拐骗了。你说谁坑蒙拐骗呢？我可是国师弟子，你说话给我注意些。两位大师，你们认识啊？认识啊，我还教他做过人呢。认识是好事啊，两位可以一起捉鬼救人啊。想来分我的赏银？不可能。什么叫做你的赏银？那是朱家的。你一个小姑娘脸皮怎么这么厚呢？谁捉住鬼救回朱家少夫人，赏银就是谁的。别以为你有几张厉害的符箓，贫道就怕了你。有本事你别用五雷符，贫道要跟你比道法。王爷来了。阿简的阵法布置的怎么样了？哦，还没动手呢。有人要跟我比道法。居然是19王爷。王爷，我打你师弟，你不生气吧？师弟？难不成是师兄？你不是国师的新传弟子吗？国师并未收弟子。啊？那你……空有其名罢了。呵，敢打着国师的名号招摇撞骗，你修行不高，胆子倒是肥啊！我没有，我就是国师座下的扫地弟子，也是弟子，远远的。我也听过国师讲道，这算不得招摇撞骗。滚！是，贫道，我这就滚。没想到天一道长就是骗子。唐姑娘，今日就靠你了。唐姑娘，我们又见面了，我几个想敬你一杯，感谢你的救命之恩。你是谢恒，我叫谢恒。唐姑娘，我敬你。嗨，谢恒，你慌什么呀？唐姑娘又不吃人。哟，谢兄害羞了。难不成你在面对你的酒房妾室的时候也如此青涩呀？别胡说。年轻人要节制，这种事来多了，身体会被掏空的。唐姑娘对我们有救命的恩情，我们也敬唐姑娘。唐世锦也不扭捏，同他们动了一杯。只此一杯，果酒最好入喉，后气却大。你不常喝酒，会醉的。果然，只有他长得最有辨别度了，过目难忘的帅。醉了？没醉啊。谢公子，你们怎么会来啊？是江彻邀请我们来的。昨日他给我们传信，说他要成亲了，请我们来喝喜酒。哦，这样啊，那你们去喝喜酒吧。王爷，你说江彻明知道这只是做戏，为什么还要邀请京城的朋友来呢？此案因与江彻无关。唐姑娘，王爷，你们能来，我最欣喜不过。借着我大喜之日，我敬你们一杯。本王给你不面，阿锦就算了。听王爷的，我敬王爷。江公子分得清真假吗？自然是分得清的，我不会误了唐姑娘的事。唐姑娘请放心。唉，又一个痴儿啊。阿锦见过很多痴儿。啊，倒也没有。王爷知道我失了情魄，所以对感情迟钝，但我知道爱情的苦不好吃。若是有人不让你吃苦呢？王爷，你是在撩我吗？不是撩，是心中所想。阿锦会反感我吗？不会。那本王会继续努力的。你认真的？难道他真的从一开始就对他有非分之想？阿锦刚说江彻是痴儿，可是从他的面上看出了什么？你是唐大师吧？听闻县令大人请来一个道法高深的大师，想必就是姑娘。你是？朱子谦，你的赏银是我出的。哦，你好。唐姑娘既收了赏银，
我夫人。囊舅，此人的面相客气呀，他夫人怕是命不太好。江大人，新场。都别拖后腿，牢记本官说的，所有人撤退。嘿嘿嘿嘿嘿，一群胆小鬼，大爷我呀，不过是吹了一口气，就吓得屁滚尿流的抱头逃窜。嘿嘿嘿，哎，真他娘的丢人呢！你俩生前死后都做贼的，就别在那大言不惭了，丢人！别以为你身上有点道法就能够治得住我们可是10里8村出了名的恶鬼。像你这样细皮嫩肉的，可不够我们哥俩塞牙缝。哎，臭丫头，你对我们做了什么？10里8村出名的恶鬼，难道不知道这里布下了法阵？就你俩这样的，也好意思说自己是恶鬼？恶鬼都嫌你俩丢人啊！说，谁把你们放出来的？你别欺鬼太甚！给你们3个数，不然叫你们灰飞烟灭！别，大师，我们错了，别批我们。我说，是朱少爷让我们来见衙的，镇上被掳走的少女，也是他干的。胡说八道，我根本不认识你们。啊，朱公子别激动，我知道是他俩冤枉你了。呵，当着我的面撒谎，知道后果吗？他晃了晃手指，五雷符轰隆一声。我说，是江公子指使我们的。唐时锦一抬头，江彻不见了。大师，我们错了，求您放了我们吧，我们一定好好做人，不是好好做鬼，我们洗心革面，我们重新做鬼。若你2人死后乖乖去冥府，受个几百年的罚之后，兴许还有转世的机会，但现在你们没机会了。不！原来真的有恶鬼，唐姑娘，你除了他们，那我夫人和失踪的人……朱公子别着急，这鬼只是有心人用来转移视线的，想调虎离山，好在背后下黑手呢。难道还有别的鬼？此人应该还在县衙。不好了，唐姑娘，不好了，新娘子被抓走了。是江彻，大人，掳走少女的是江彻，快派人将他抓起来。朱公子，你莫不是被恶鬼吓坏了？今日是江彻成亲，引出恶鬼，他怎么可能是掳走少女的元凶呢？方才唐姑娘说了，是江彻以恶鬼来转移视线，意在调虎离山，掳走新娘。我什么时候说是江彻了？空气中还残留一丝鬼气，唐时锦顺着鬼气转身就走，萧燕自然是跟着他的。朱自谦愣了愣，也跟了上去。唐姑娘，这后院没路了，怕是藏不了人的。大人刚搬来县衙，对县衙恐怕还不太熟悉吧？面前是怪石假山，确实没路了。唐姑娘人呢？王爷也不见了。明明就是没路了，他是怎么消失的？江大人，过来吧。这县衙居然还有这样一处地方，藏得这样隐秘，难怪无人察觉到。障眼法罢了，不过普通人自然也瞧不出来。失踪的女子应该都在这了。在他开门的瞬间，屋子里10几个少女惊惧而狼狈的互相抱在一起，害怕的看着门口。别怕，你们得救了。哐当一声，在江大人他们进门前，一股阴风将门关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到这里来了，2只恶鬼都拦不住你。唐时锦，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坏我好事，既然你要救这些女子，那便由你来做我的祭品吧。救命！你设还魂阵是想复活谁？你道法高，用你的血还魂阵定能起效。哼，你知道上一个想拿我当祭品的人是什么下场吗？他怎么能跟我比？唐时锦，你不想救郡主和你舅舅了吗？救我！小姐，舅舅，你没事吧？放了郡主，你若是肯认罪伏法，后可留你个全尸。没想到魏大将军这么天真呢，想让我认罪伏法，你们还是先想想能不能活着离开这里吧。除了还魂阵，他还在这院子四周布满了火药。哎呀，倒也不用这么狂躁。这样吧，你不就是想复活这还魂阵下的人吗？我可以帮你啊。这漏洞百出的还魂阵，我就不问是谁教你的了。但还魂阵得配合还魂术才能融合，只有阵法没有符咒是没用的。这点你难道不知道吗？不过如果换作是我操作的话，成功率翻倍哦。太子殿下没告诉过他还需要还魂术。我凭什么相信你？我当然是有要求的。你放了这些人质，我帮你完善还魂阵。毕竟以你的那点微末的道行，想还魂阵起效用，那是痴人说梦。江大人，院子四周有火药，大人清理干净。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快去！是，我马上去。
好，我答应你。不过我也有个条件。你说。我可以放了这些女子，但郡主和你舅舅得留下。在你完成还魂阵前，我手里怎么也得有2个人质，不是？可以。不可，我可以留下，你放郡主离开。舅舅莫急，王爷，劳烦你带他们离开这里。你要当心。你可以开始了。唐诗锦抬脚上前，看了眼血淋淋的祭台，心里暗骂一声畜生。你要复活的人叫什么名字？双儿，他叫双儿。天地无极，阴阳错道，双儿速来。随后一缕阴魂出现在唐诗锦面前。双儿。阴魂看了他一眼，眼睛里有迷茫。双儿，是我呀，我终于又见到你了，我好想你，你再等等我，我马上就能让你活过来了。阴魂还是不说话，只呆呆地站在那里。双儿，我们马上就能相见了。这具尸体已经去世很久了，虽然冻在冰棺里，用冰棺延缓了尸身的腐烂，这就算是复活，也成僵尸了。你救活双儿，我便认罪。唐诗锦没说话。我知道你道法高，你定能复活双儿。唐诗锦抬手打了个响指，阴魂消失了。你耍我！砰的一声，身子就飞了出去。人死不能复生，这点道理不懂吗？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就连冥府都不敢这么胡作非为，凭你也想逆天而为？紧接着，他抬手甩出一道火符，顷刻间，冰棺里的肉身燃烧起来。不，你该死，你们都该死！我要你们给我和双儿陪葬！说着，他掏出一个火折子来，点燃后径直扔向屋檐下。怎么回事？为什么火药没有爆炸？唐姑娘，这院里铺的火药太多，一时半会儿清不干净，所以下官便将外面的湖水引进来，淹了火药。不知如此，可还算稳妥？江大人做得很好。黑斗篷听得脑门突突直跳。江城，怎么是你？居然是你！你这是想害死我呀！眼看我就能复活双儿了，是你们坏了我的好事。我只是想要双儿活过来，为什么你们都要阻止我？双儿早就投胎了，刚才出现的不过是个虚像罢了。是你执念太深，否则这虚像如何能幻化出双儿的模样？江城早已力竭，他认命地躺在地上。也好，这样我和双儿下辈子还能在一起。你做的太多，没有下辈子了。江城是咬舌自尽的，却因唐诗锦的话，眼睛睁得大大的。还魂阵是太子交给你的吧？你做太子的爪牙，专门替他干些铲除异己的事，对吗？江城不服气地瞪着他，没吭声。你现在呢有2个选择：一，我松手，你的魂魄便会落在太子手里，成为他府中大量阴气中的一员。江城眼睛里闪过一丝畏惧。还有第2个选择，跟阴差回冥府受刑。二者有何区别？我说你一个干兼职的，怎么比我们这些专业勾魂的还勤快？冥府又不开你月钱，就没见过你这么爱多管闲事的。嘿，大白，冥王就算开我月钱，我也花不了啊。这鬼魂屠害少女，心理变态，我最看不起这样的人了。先丢进冥河里游个几百年再说吧。哦，小黑，太子府里封锁着大量阴魂，你看看能不能向你们领导报备一下，然后解决一下吧。你师傅没教过你不要多管闲事儿。说完，大白、小黑就带着江城的阴魂回了明道。他就提个意见而已嘛。阿锦，唐诗锦看了看他的面相，微微摇头。也罢，这个芝麻小官我不做还不行吗？江城犯下这么恶劣的事儿，王爷不迁怒于他，他就该磕头谢恩了。等等，王爷好像在这儿呢。王爷，下官绝没有蔑视朝廷官职的意思。李小姐，江城死了，那郡主呢？郡主应该是被江彻带走了。我在郡主身上留下了追踪符，小黄会带我们找到他的。他管这纸人叫小黄。大白是白无常。那小黑？黑无常，我与他们交情还不错。舅舅沉默了。辞官吧，你没什么官运。啊！郡主，我做梦都没想到你会主动嫁给我，今日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现在没有人打扰我们了，今夜之后你就是我的人了。这里没人，郡主喊叫没有用的，浪费力气罢了。堵着你的嘴也是怕你不肯跟我来，没伤着你吧？想着你干什么？你是不是有毛病？你不知道我不是你的新娘吗？你既上了花轿，入了我的洞房，便是我的人。谁入了你的洞房？你说话给我注意些。
别败坏本郡主的名声。今天的事是本郡主大义为民除害，而且本郡主还救了你的未婚妻，你不感激本郡主就算了，居然还对本郡主心怀不轨，难怪你未婚妻瞧不上你，你个人面兽心的东西。郡主喜欢魏将军吧？那魏宇泽与虫王同辈，你看上他就不怕被人耻笑吗？本郡主喜欢谁关你什么事？呸！本郡主不管看上谁都不会看上你，你也配替魏将军？他平定蛮夷，保边关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劳苦功高，这条臭鱼也配耻笑他？无妨，郡主现在夸他，明日便会夸我。今夜我们慢慢融合，我想与你融为一体。不要脸！江彻再次转身往酒水里放了颗药丸。郡主，喝锦酒，不可不喝。砰的一声，房门被人踹开。你们怎么才来啊？你要是再晚来一点，我的气脉保不住了，你就更不会要我了。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郡主身上有追踪符。唐姑娘是要杀了我吗？我杀你做什么？杀人会损害我的修行，染上因果业障更是不值。魏宇泽已经解开了欣然郡主手脚上的绳子，他站起来就是一脚踹在江彻背后。小锦不杀你，本郡主可不会放过你。本郡主不修道，不怕损道行。踹了人一脚，自己还扶着魏宇泽喘粗气。郡主可还好？有些乏力，不碍事。江彻如何处置，就交给王爷啦。高峰，带下去。你与我都是求而不得的人。第二天，唐氏锦起人就准备回京。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为唐姑娘准备的盘缠，还请唐姑娘收下。朱公子，冒昧问一下，你认识朱大福吗？啊，认识，正是表兄，不过已经过世了。哎，少爷，就是他。王魏老爷送葬的时候遇到的那个高人，那就是这位姑娘。唐姑娘救下我魏国门的妻子，又送我舅父安然下葬，与我朱家有恩，此前在此谢过。从你面相来看，你克妻。这500两银子我不白收你的。那这张符你拿着，能改一改你的运势。他克妻？王爷，你先去忙吧，我想在这逛一逛。本王不忙，我陪你逛。王爷与魏将军去了长寿镇的事，陛下知道了，将府尹大人叫进了宫，陛下正等着王爷进宫前去说明案情呢。属下来的不是时候。高峰，你变呆了。主子这是嫌弃我了？王爷有事还是先去忙吧，不好叫宫里的人揪住王爷的画饼。再说有王爷在，我不好施展拳脚。哎，皇叔不用担心，我替你看着小锦，他逛街我陪着，他买东西我付钱。阿锦，有什么好玩的，回头说与我听。好。郡主是不是应该回府了？我不回去，小锦要去逛街，我答应了19皇说要陪着他。你这么着急赶我回去干什么？罢了，他一个做长辈的，何必与一个小辈多说？小锦，京城我熟，我带你逛。好啊，肚子饿了，我请郡主吃饭吧。郡主知道京城哪家酒楼最贵吗？最贵的应该就是香满楼了。我们就去香满楼。你是不是想坑我啊？你悠着点儿，我可没剩多少银子了。唐姑娘来了，楼上天子雅间正好空着，这就给您安排上。但凡是唐氏锦到店，必须按伺候我的威格伺候她，要把她当姑奶奶一样供着，见她如见我。想不到香满楼的人如此恭维你，那这顿饭是不是可以不用给钱了？你可以敞开了吃啊，放心，不会让你掏钱的。唐姑娘想吃点什么？你们店里最贵最好的都要。都要？不行吗？行是行的，就是二位姑娘吃得完吗？啊，吃不完打包。贫道察觉到有同道中人的气息，不知姑娘可是道门中人？贫道有礼了。道长不是察觉到了同门中人的气息吗？怎么又问我是不是道门中人呢？我瞧这位姑娘周身灵气充盈，必是我道门中人，不知姑娘可有兴趣入我白云观？我师父是白云观主，大名鼎鼎的天师玄阳子。道门中人不讲究虚名，我看姑娘你根骨齐家，又有天资，不知可愿拜我为师？你怎么知道我根骨齐家？而且我有师傅了，不可以再拜师了。有师傅也无妨，贫道可以做你的老师，授你道门功法和经文。你身带灵气，贫道绝不会看走眼。若你学了贫道的功法，定能有所建树，没准将来会是最年轻的天师。道长修习的是画大饼功法吗？何为画大饼功法？啊，就是一种很厉害的功法，动动嘴皮子就能做到。大胆，你敢对我师父不敬？姑娘可是觉得贫道是在诓你？
修道之人不打妄语，贫道所言句句为真。以姑娘你的资质，若潜心修道，贫道必能将你培养成最年轻的大师。袁道主，你修道多少年才当上天师的？贫道已修道60余载，贫道今年已年过8旬。我师父18岁就是天师了，你修道60年才当上天师，可见你天资不太行啊。不是所有人都同你师父一样天资过人。确实如此。放肆！我师父乃是白云观主，道门天师，师父看中你，想收你为徒，那是你的福分。你居然敢这般轻视我师父，哼！我没有轻视袁观主啊，我说的是实话呀。贫道果然没看错，你很有天资，于道法上想必也颇有造诣了。贫道想收你为徒，也是出于爱才之心。我道门将来还是要靠你们年轻一辈的去发扬光大呀。小姑娘，贫道不勉强你拜贫道为师，不如就当你老师吧。你随贫道回白猿观做个大师姐如何？袁观主觉得自己凭什么能当我老师呢？袁观主，你知道我是谁吧？你师父贫道也曾有幸见过，只不过听闻归虚道长归隐已久，姑娘既这般坦率，贫道就不妨直说了。听闻你师父给了你很多符箓，其中就有五雷符，贫道这里也有一张五雷符，不知可否与唐姑娘你的比对一下？你这符招不来天雷吧？正是，这是贫道自己画的，但效用甚微。听闻姑娘随身携带了五雷符，这才想与姑娘讨教一番，看看贫道何处画的不对。不是画的不对，是修为不行，心也不行。我不仅有五雷符，我还有很多符，但是我饿了。袁观主，你打扰到我用饭了。是贫道失礼了，唐姑娘请用吧。袁观主是要看着我吃吗？那多不好意思啊，不如一起吃点啊。修道之人当借口腹之欲，贫道已用过素斋了，多谢姑娘好意。小姐，我吃好了，你去结账吧。不是郡主付钱吗？我没钱啊。你没钱你还点这么一大桌？我不管，反正吃霸王餐的人是你要来这里吃的。也不知道这酒楼收不收符箓，我用符箓当饭钱行吗？他这话摆明是故意说给他听的。姑娘不必苦恼，你既遇到了贫道，便是你我之间的缘分。这饭钱贫道帮你结了，就当是与你结个善缘。袁观主大爱，不愧是我们道门中人的楷模。这夸的一点都不走心，起码把人家名字喊对了再夸呀。小姐你来了，账就不必。却见唐诗锦抬眼间给他使了个眼色。虽然我们有些交情，但账还是要结的。这几位是？这位啊是大名鼎鼎的袁观主，饭钱他结。我师父是白云观主，不是袁观主。师父好心帮你结账，你居然会如此羞辱我师父？我羞辱袁观主了吗？没有啊，是袁观主自己说要结善缘，帮我结账的啊。你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堂堂白云观主不会是舍不得这点银子要出尔反尔吧？袁观主要是实在舍不得，本郡主差人回府送银子来结账便是，何必在这说大话？看来这几个道士惹得小景不快啊。既然是袁观主结账，那便将账单说与袁观主听。这一桌一共300两银子，道长您看是现银呢还是银票啊？无为，将银子给他。师父。玄阳子目光沉沉的朝弟子看一眼，只得掏出了钱袋子扔给伙计。刚好300两，那小的就告退了。唐姑娘，账也帮你结了，不知这五雷符是不是该给贫道了？我看道长一直盯着我的布袋，想必是他很得道长眼缘。修道之人嘛，讲究的就是一个缘字，不如我便将这布袋送给道长，如何？唐姑娘果然通透，那贫道就却之不恭了。姑娘，咱们后会有期。直觉告诉我，宣阳子被你坑了，那老道士是白云观主，确实很有声望。那你还帮着我坑他？我自然是向着你的。宣阳子再有声望，也不及咱们之间从小相识的情分深。以后见鬼了，找我，给你打折。剩下的韭菜帮我打包啊，我带回去给阿娘他们尝尝。你娘想吃，我让厨房重新做一份便是。不能浪费粮食，浪费可耻。那他以往似乎浪费了许多。此刻，宣阳子拿到了布袋，找了个安静的地方，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符呢？师父，我们是不是被他诓了呀？唐诗锦，大理寺羁押凶犯，仙人避让。
听说大理寺这次抓的是个江洋大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回总算是落网了。可不是，听闻大理寺的少卿大人今年才15岁，果真是年少有为啊！再看看我们家这个只会混吃等死的混小子，还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呐！是啊，少卿大人年轻有为啊！死人必死。他是杀人犯，当然会死。你是唐时锦？这位小大人面相清正，有无取心必有，官运亨通。小大人算卦吗？10两银子一卦，不灵不要钱。你不认识我？你是？也对，你没见过我。我抓人刚回来，我是唐逆。哦，就是我那个便宜弟弟啊。你说谁是便宜弟弟？没。听说你挑拨父亲母亲和离，还有祖母受伤全赖你。不，阿娘不是和离，是休夫。至于唐老太君，我治好了他的腿，你如果孝顺呢，应该跟我说声谢谢。这个三姐姐似乎有点意思。哎，大人，你是不是该去书院向先生报备你回京了呀？用得着你多话，给我好好盯着囚车去。一条巷道外站着2个道士。你去将那袋子捡过来。师傅。去，有为师在，你怕什么呀？师傅，你要是不怕，自己怎么不去捡？师傅，好像是空的。莫非连玄阳子都不是唐时锦的对手？师傅，那唐姑娘如此厉害，咱们还是不要觊觎她的福了吧？瞎说什么呀？什么叫做觊觎？修道之人本来就不该这么自私，大家干的全部都是除魔卫道之事，难道不应该拿出来分享一下吗？好像说得很对的样子，他竟无法反驳。若是我能得一张五雷符，我再照着画，兴许我也能画出五雷符来啊。可是师傅连招魂符都画不好。闭嘴！为师画不好，但为师至少画出来了。你敢质疑为师？徒儿不敢。他得再想想法子，把唐时锦的符箓都弄到手。小锦出门在外，还想着给我们带好吃的。你再瞧瞧你，整日不着家，阿娘算是指望不上你了。阿娘，我是你亲生的吗？你要不是我亲生的，我早将你赶了出去。他严重怀疑他是阿娘从哪个犄角旮旯里捡回来的。今日我遇到了唐逆。四弟，他回京了？啊，押了个凶犯回来。我们与四弟不便来往了。怎就不便来往了？唐逆是唐逆，唐府是唐府，你们仍旧是兄弟姐妹，除非唐逆不认你们，那便不来往。令姨，阿娘以往教你守规矩，谨言慎行。如今阿娘要告诉你，有时候可以不必那么守规矩。阿娘希望你们都能活得自在，不违逆本心的活着。是，女儿记下了。阿娘果然深明大义。你见过唐时锦了？忤逆不孝的东西，你可别学他。可他不是治好了祖母的腿吗？你可知，他要了你父亲足足3万两银子，就2张符而已，他便如此讹你父亲。但他毕竟治好了您的腿，3万两银子倒也花得值。我是他祖母，他姓唐，难道不是他该做的吗？祖母让我入学听课，难道不知做人要明辨是非，知恩图报的道理吗？你这是什么话？难不成还要我去向他道谢，对他感恩戴德？即便不感恩戴德，也不该如此说他才是。哼，该感恩戴德的是他，若无唐家，哪来的他？可唐家并未养育过他，又何来的恩呢？你听听，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好，就算唐家没养育过那个孽障，那你大姐和二哥呢？难道唐家也没有生养过他们？祖母一口一个孽障，换作是我也得断绝关系，并且治腿的3万两银子还要少了，应该多要些。而且魏氏是大姐和二哥的亲娘，跟着自己亲娘哪有什么亲疏不分，分明就是分得很清楚，说明魏氏对大姐与二哥来说比唐家更重要。祖母只知一味的怨恨大姐他们有什么用？怎么不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祖母息怒，母亲既然已经离开了唐家，您老人家就不要说她的不是了吧。横竖大姐他们现在也碍不着您的眼了，您心境平和，方能长命百岁啊。混小子，明明不是魏氏亲生的，也不知道怎么就那般向着魏氏。这天，魏氏拿着底下送来的账册，有一些发愁。阿娘可是遇到了什么难处？倒也不是难处，阿娘有个铺子生意不好，亏了本儿。阿娘在想，是关门还是改做别的生意。铺子？不如阿娘把铺子租给我吧，我付阿娘租金。跟阿娘还说什么租不租的，你想要拿去便是。只不过小景是想做生意嘛。
我想开个挂店。什么？挂店呢？卖符算卦，店名我都想好了，就叫不灵不要钱。啊？这间铺子在西街那边，偏僻了些。小景要开店，阿娘在东街找个条件更好的铺子给你。东街人气旺，客源好。就要阿娘亏本的那个，我去改改风水，就算再偏僻也能生意兴隆。而且酒香不怕巷子深，越是偏僻，对挂店反而越是有利呢。那便依你。夫人，小姐，四公子来了，让他进来吧。是。母亲，回来就好。你这身上是怎么回事？受伤了吗？母亲不必担心，这不是我的血。啊，阿娘别碰他。只见唐诗锦抬手祭出一张清洗符，同时他往符箓上注入了一丝灵气，消除了他身上沾的怨气。这是变戏法吗？你把晦气带进了魏家。是我唐突了，母亲莫怪。好啦，有小景在，任他什么晦气都进不了我们的身。你此番回京瞧着瘦了些，等会儿在家里用过饭再走吧。这个便宜弟弟要倒霉了。我准备开个店，算卦保平安，欢迎你光临啊。自己像是一头待宰的羔羊。二哥在吗？我是来找二哥的。找我做什么？想请你帮我写篇文章应付先生。嘿，你干脆让我帮你读书算了。那再好不过。唐玉妍瞪了他一眼。拜托二哥了，记得要模仿我的笔记，免得叫先生看出来又要唠叨我。我答应你了吗？母亲，饭就不吃了，大理寺还有公务，儿子就先告退了。等等，买符吗？可护身挡灾，10两银子一张，不灵不要钱。自家人的钱你也赚？亲姐弟也得明算账啊。哎，我不信鬼神，你留着二哥买吧。三妹妹，四弟是不是最近运势不太好啊？我问了他，他说不要的。所以倒霉蛋儿要倒霉了。深夜的刑场阴森诡异，空无一人。你是在找你的头吗？他抬手露出个头颅来。想要头吗？跟我走吧。阴魂伸手分离，顺着声音往黑影这边晃过来。黑影五指一抓，便将这具没有头的阴魂捏在了手心。穷凶极恶的杀人犯才是最适合养成恶鬼刺客的呀。清晨，唐玉妍正要出门当值。二哥，男孩子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拿这个给你，拿着防身。三妹妹，不会我运势也低吧？二哥不必担心，有我呢。等我领了俸禄，都给三妹妹。最近京城出了几桩命案，三妹妹出门也要当心。我会的。二哥有空多关注一下唐妮那个倒霉蛋吧。这世上哪来的狐妖？一群酒囊饭袋，不好好查案就知道推卸责任。这些死者确实死得奇怪，死者死前情绪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而且都有鱼水之欢。要不是心脏被掏空，看上去竟像是办那事儿时爽死的。大人看了许久，先歇一下。不是谁都像大人这般认真办案的呀。大人，礼部唐大人来了。二哥来了。猛地抽出一把匕首，刺向唐妮。唐妮，我说过你会死在我手里。这笑声像极了那个凶犯。四弟，你怎么样？死不了。他当即从怀中掏出唐诗锦给的符，朝那诡异的锦衣卫扔了过去。唐妮，受死吧！化作一团阴煞的黑气朝唐妮逼去。二哥，你让开！就在黑气要击中唐玉妍的时候，又一道金光打来。我兄长你也敢动？四妹妹，四弟中刀了，你要小心。放心吧，暂时死不了。原来这世上真的有鬼啊！臭娘们儿，你是什么人，也敢阻拦我报仇？你生前便是作恶多端之徒，死后该入恶鬼道。这片区域的阴差是怎么办事的？居然放你在阳间作乱！别以为你成了厉鬼就能在我面前蹦跶，惹到我便让你灰飞烟灭，连鬼都做不成。好大的口气！老子倒要看看你这臭娘们有什么本事！等我撕了你，再吞了你的魂魄，看你还敢不敢在老子面前说大话！哼，五雷符！轰隆一声，黑气就已经消失了。这怎么回事？怎么会突然打雷？找大夫。是。三妹妹，刚才的恶鬼消失了吗？没有。三妹妹不是说过，天雷下再厉害的鬼都会被劈得魂飞魄散吗？确实如此。可刚才那个无头鬼，
在天雷劈下来之前被人救走了。这么说，厉鬼还在，四弟今日被他所伤，他便是附在四弟身边之人的身上，如此岂不是防不胜防？那无头鬼应该是被人操控了，不然不会被人救走。唐逆砍了他的头，不杀唐逆，他是咽不下这口气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凉拌。你想要除了他，要么劈了他，要么封印他。如何封印？方才有人在天雷下救走恶鬼，说明对方也是个懂道法的，且道法说不定不在三妹妹之下。找到其肉身，再找一个与之同等的凶煞之物压关，辅以镇魂钉，便可将其魂魄镇压在肉身里。好，我们这就去跟四弟说，也不知道他伤势怎么样，流了那么多血。唐诗锦也跟着去了。四弟，三妹妹刚才说要找到那厉鬼的肉身才能除了他。唐逆欲言又止地看了眼唐诗锦，早让你买符你不听，这下知道厉害了吧？二哥，你是懂得补刀的。唐师姐，你还有符吗？叫姐。阿姐，是我有眼不识泰山，阿姐还有符吗？我买。护身符10两银子，但看你说想开店之后的第一个顾客呢，我给你2张，只收你1张的钱，剩下的1张你可以给你身边信任的人，这样就不会出现刚才的事了。多谢阿姐，银子等我回家后给你。不着急，你的劫还没过呢，你应该还会找我的。七杀虎的尸体呢？韦大人，七杀虎的尸体是下面的人处理的，许是丢去了乱葬岗，派人将尸体找回来。是。还等等，乱葬岗阴气重，我这有护身符，可以给兄弟们带在身上，避免阴气近身。多谢姑娘。10两银子1张，买的多可以打8折。不是说是给他们的吗？二哥，阿姐很缺钱吗？他不缺钱，他是喜欢赚钱。卑职罪该万死，请大人治罪。他竟然刺伤了大人。不是你的错，你只是被厉鬼利用了。这张符你带在身上，不可取下。谢大人。与此同时，一间光线阴暗的房间里，打坐的男人赫然睁开双眼。天雷！定睛一看，他还没死，下一秒他就被人擒住了魂魄。饶命！你胆敢擅自去找唐逆，莫不是真以为你成为了凶煞无敌了？不，饶命！我没想到那娘们那么厉害。你还敢狡辩？那人一把甩开了无头鬼，将他狠狠地摔在墙上。无头鬼惨叫一声。我告诉你，他不是你能碰的人，再有下次无需他出手，我先结果了你。你认识那女的？不该你问的别多问，否则我现在就捏死你。这个将他从刑场带回来的人究竟是谁？那丫头道法是越发精进了，召来的天雷威力极强，他险些没得手。别杀我，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为你妈属实战。去找太子，他府中有大量的阴气可以供养你，能够让你藏身。是。大理寺一点线索都没有，陛下祸水东移，拿百姓的命来给主子施压，真不要脸。萧燕抬眸看他一眼，高峰自觉默默地闭上了嘴巴。狐妖所为。主子，认真的？外面留言说是狐妖吃人心肝，主子也这么认为？得找阿锦帮忙。专挑年轻俊朗的男子下手，莫不是真乃狐妖杀人？也不知道19王爷能不能抓到凶手。二哥，你说什么？陛下让大理寺将此案移交给19王爷查办，限期半个月。半个月？以那狐妖杀人的频率，应该还会有受害者。三妹妹是说，真的是狐妖吃人心肝？这世上真的有妖吗？我没说啊，不是你们说狐妖吃人吗？不过会吃人的可不一定是妖，有时候人心比妖鬼可怕多了。这短短半个月颠覆了他过往15年的认知。这案子会不会是那恶鬼所为？我觉得不是。为什么？无头鬼是男的，虽然他死了，但并不能改变他的性别啊。他应该不喜欢男人。我定是将那恶鬼影响了思绪。叫你多读点书，你非得逃课，这不就闹笑话了？如今案子交给19王爷查办，你有空闲便乖乖回去读书吧。说来二哥也有错，不该帮你写文章作弊，以后别找我了。最后无语的被这对哥哥姐姐气走了。王爷是为了掏心案来的？正是，阿锦道法高，本王想请阿锦帮忙。既然王爷来了，想必也用不上我了，稍后还劳烦王爷将我三妹妹平安无事的送回去。自然。尸体都停在殓房，
唐诗锦站在尸体前，指尖祭出一张符箓，点在受害人眉心，便能查探受害人死前最后一点记忆。果然，他们的精魂都没了，心脏的窟窿上也有残留的邪气，凶手应该是某种阴煞之物。本王看过卷宗，他们的八字皆属阳。不错，有些邪物吸食八字属阳者的精魂，能大大提升修为。本王的八字亦属阳。你不行。为何不行？你威名赫赫，虽说你八字至阳，命格也缺失了。就算邪物想吸食你的精魂，但我想养邪物的人也不敢靠近你。那便再另外找一个饵。唐诗锦点点头。阿锦，为什么想帮我？大概是因为我拿你当兄弟啊。我知道你说过不想跟我做兄弟，那就付钱吧，就当你请我帮你抓邪物。阿锦，原来你在这儿，快跟我走，有人等着你去救呢。好好说话，别动手动脚。皇叔，我家闹鬼了，您能先别吃醋了吗？让阿锦跟我去抓鬼要紧。阿锦也是你叫的。小锦行了吧？皇叔，你能不能先让小锦跟我去救人去啊？怎么回事啊？你先说说，是你撞鬼了吗？不是我，是欣然。欣然病了，他说有鬼缠着他，可是我跟父王并未见着。王爷，他八字属阳。那便他吧。皇叔，你们在打什么哑谜呢？你立功的机会到了。皇叔抬举我了，谁不知道我无所事事，就只知道混吃等死啊。萧世子啊，好好表现，我去救郡主。我答应什么了吗？崇王府。三小姐，你来了。郡主怎么样？尚未醒来。唐诗锦掏出一张安魂符，融在郡主的眉眼之间。欣然没事吧？郡主只是被吓得神魂不稳，我给她用了安魂符，暂且没事。有劳了。郡主是怎么撞鬼的？本王不知，本王对他们兄妹向来疏于管教，不想欣然竟会出事。我没事，父王不必担心。你要是再不来，就没有舅母了。还有力气开玩笑，证明没什么事儿。你撞鬼之前碰到过什么东西？发生过什么事？或者遇到过什么人？我没碰过什么东西，也没遇到过什么人。你得跟我说实话，我才知道要怎么帮你啊。我见过你舅舅。没了？没了。会不会是魏将军？我舅舅是不会害人的。哼，一个老男人也不知道有什么令人着迷的，迷得他三魂不见七窍。说完，崇王一摆衣袖就走了。我父王没有不同意的意思，小姐，你别放在心上。不必同我解释，崇王同不同意那是你们父女之间的事，但你这一劫吧，确实与我舅舅有因果。什么意思？难道你舅舅也会出事？不会。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帮我抓鬼啊？晚上吧，白天你可以再养养精神。你的脸色现在跟鬼也差不了多少了。什么？你是说本郡主现在很丑？哎呀，我怎么能不梳妆呢？备水，我要沐浴更衣。郡主，稍后你让人去魏家替我送个口信，就说我今夜要帮你捉鬼，不回去了。行，包在本郡主身上。沐浴更衣之后，欣然郡主感觉浑身轻松了不少。那你去魏家，务必要把这些东西都送给魏夫人，就说小锦帮我捉鬼，这些是答谢她的，记住了，态度一定要好。奴婢记下了。入夜，欣然睡在床上，听见幽怨的哭声，她猛地睁开眼。本郡主才不怕你，你有本事给我滚出来，不要只躲在暗处吓人。郡主真的不怕我吗？一张放大的鬼脸出现在欣然郡主面前。郡主，我在江边好孤单呢，你能下来陪陪我吗？下一秒就被唐诗锦像甩大饼一样转着圈的摔打起来。救命！别打了，我不敢了，饶命啊！我问你，为什么要来纠缠郡主？我太可怜了。闭嘴！再哭，割了你的舌头！说，为什么缠着郡主？是有人让我来的，那人告诉我，只要郡主死了，我就能得到她的肉身。什么？是谁让你来害本郡主的？敢再那么盯着本郡主看，本郡主让小景挖了你的眼珠子！别闹了，你此刻能看见鬼，那是你被鬼缠，阳气弱了，你还想打他呢？你不是也能打他吗？那你打吧。欣然郡主败下阵来，说，是什么人让你来害本郡主的？我不知道。不说就让你灰飞烟灭！
不知道，我没见过那女子。女子？指使你的是个女的？你最好说实话，否则小锦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你哭爹喊娘。我没瞧见她的脸，只记得看身形是个女子，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啊。鬼话连篇，他说的是真的吗？我说的都是真的。是真的。我知道的我都说了，大师能放我走了吗？你想得美，小姐，收了他。确实如此，动了害人心思的鬼不能留。小锦，郡主怎么样了？鬼已经收服了，郡主无事。你老实跟阿娘说，欣然郡主找上你，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就是阿娘想的那样，欣然郡主想做你嫂嫂。啊？他可知你舅舅比他大了20岁？他知道啊，而且他不介意。回头你帮阿娘将这些礼物都还给郡主吧，无功不受禄。阿娘，郡主这是收买你呢，你收下便是。收买谁？看来舅舅最近很不顺心。兄长回来了，可见到白家姑娘了？他不见我，这桩婚事还是作罢了。3年前白家姑娘诚要为母守孝，如今孝期已过，她竟然还百般推辞。若不是要等白家姑娘，他兄长何至于到这个年岁还没娶亲？我看那白家姑娘就是没瞧上兄长，当真是没眼光。别胡说。兄长，你不了解女人，若她有意与你结亲，不会这么拖着你。横竖这亲事当年也没具体定下，白家既不乐意，黄了也罢，我兄长又不是没人要。留步，将我与白家姑娘的婚书找出来，送去白家，严明退亲一事，此后各不相干。是，老奴这便去。舅舅，婚书我能看一眼吗？婚书上只有舅舅一个人的手印儿。当年要定亲时，恰逢白家主母过世，白英要为母守孝，都等不起按这手印儿，这一耽搁就是3年。舅舅与白家姑娘确实没缘分，舅舅会有更好的姻缘的。那我这里有张姻缘符，送给舅舅吧。魏雨泽没接，魏氏一把接过，塞到魏雨泽手里。兄长不必不好意思，小锦的符最是灵验。小锦，小锦快来！春风楼新来了一批小官，听说个个都长得水灵灵的。为了谢你救了本郡主，今日啊，我便带你去开眼。找小官？哎呦，放心，都是清官，人家卖艺不卖身的。不过你若是有合眼缘的，找卖身的官也不是不行。郡主还会找小官？你舅舅最近闭门羹，吃饱了吗？哟，吃素啦。不过是觉得你舅舅又笨又不识趣罢了，人家这是给他下马威呢，他还眼巴巴的送上门去。我舅舅又蠢又笨又不识趣，你还惦记他做什么？他既不如小官水灵，又不如小官会讨郡主欢心。唉，可惜我舅舅今日啊，去退了白家的亲事，又拿了我的姻缘符，这缘分呢，也不知道签没签上。你给了你舅舅姻缘符，他当真退了个白家的亲事？郡主高兴吗？那个呆子还不算太笨，没在白家一棵树上吊死。唐诗锦笑笑不说话。你说服长舌鬼救了我，收银子了吗？举手之劳。虽说是举手之劳，但你救了我的命，怎么能不收报酬呢？那就500两银子意思一下吧。500两？你救了我哥5000两，怎么到我就只要500两？你是觉得我的命没有我哥的值钱吗？那给5000两，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就喜欢这样爽快的朋友。东征西战，受风霜与劳碌，年复年年。唱的是《霸王别姬》呀。恨之恨，无道情，把生灵涂炭，这孩的中国心，困苦连连。唱得不错，难得有人像你这般欣赏戏子的。众生平等，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戏可没有那么好唱，他们也只是在努力的活着而已。是啊，每个人都只是在努力的活着呀。英姐姐，听闻魏将军日日去白家求亲，可见是对你情有独钟啊。但我听说你并未见他，莫不是你瞧不上魏将军？英儿，你这么吊着魏将军，当心他被别的什么郡主抢走啊！这才是你想要我来看的戏吧？欣然喝着茶没说话。那什么郡主喜欢有婚约在身的男人，我哪里争得过？让给他便是。哦，你舍得？若魏将军是个洁身自好的，自不会与人有什么；若不是，我又何必抓着不放？这些人怕是还不知道舅舅已经让人去白家退亲了吧？所以你这般吊着他，只是为了给魏家一个下马威？
听说是他痴缠魏将军，前些日子还跟着魏将军追出京城去了呢。不生气啊？虽然他们说的不好听，但也没说错。本郡主做得出来，便不怕被人说。倒也不是吃醋，只是我若这般轻易应了魏家，怕是会叫他们觉得我廉价。我不见魏将军，也是想等他处理了外头的闲言碎语再谈婚事，也好叫魏家知道我白鹰不是没有脾气的。鬼哭狼嚎，这唱的什么东西啊？给我停了，换一个贵妃醉酒听一听。谢巡，你别闹了，人家唱什么是人家的事，你不爱听走就是了。不过就是一个戏子吧，我让他唱什么他就得给我唱，我难道付不起银子吗？那是谢家公子谢巡，一个纨绔，比我哥哥还纨绔。谢公子，戏一开腔，没唱完不能停，这点规矩你不懂？唐姑娘，你也来听戏啊？他是你兄弟吧？让他别打扰人听戏就行。谢巡，你赶紧走吧，你不听，有的是人听。就是你啊，要了我爹1万两银子，我都没讹过我爹这么多银子，你是怎么做到的？谢巡，小姐不是你能招惹的人，识相的一边去。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回去问问你爹。听说郡主喜欢老男人，郡主的眼光果然独特呀。再说一遍试试。郡主恕罪，谢巡他口无遮拦，我代他向郡主赔罪，还请郡主莫要与他计较。我说唐姑娘，我想跟你学一学生财之道，你可否教教我？谢巡，唐姑娘救过我的命，你马上向唐姑娘道歉。她救过你的命，关我什么事啊？你的命值1万两银子，着实是有些廉价了呀。你能别给谢家丢人了吗？大哥，你急什么呀？我不过是见唐姑娘会赚钱，真心想请教她的。若我也能像她一样画2张符就能赚到银子，那哪还会伸手找家聊去？你说是不是？你给我滚回去！谢巡勾唇，然后轻蔑地扭头离开。唐姑娘，很抱歉，我弟弟不懂礼数，我代他向你道歉。这个谢巡，本郡主非得找人好好教训他一顿。何必和一个将死之人计较？你是说谢巡会死？他眉眼间有死气。谢恒脚步一顿，回头看了眼唐诗锦，正想回去问问清楚，唐诗锦他们便已起了身。楼下的戏也唱完了，可以散场了。原来是郡主，不想在这儿遇到。脚下不注意被绊倒，忽然一只手揽上了他的腰。哎，白姑娘，小心！世子。下一瞬，他看到萧巡身后的人，眼里的欲望更深。阿姐，戏听完了，我送你回去。好啊。白姑娘怕是崴了脚，不如我送你回去。他哥还真是来者不拒呀。不必劳烦世子了。谢公子，你我两家顺路，不知可否载我一程？好。你最好不要答应，否则会有灾祸。唐姑娘，你这是何意？可是在暗指什么？又是否是在为你舅舅鸣不平？你配不上我舅舅。唐姑娘说话可要注意分寸，分明是你舅舅遇人。哼，你身上有多个男人的气息，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的你，有什么资格挑剔我舅舅？你血口喷人！唐姑娘，我们并无恩怨，你为何要这般污蔑我的清白？阿景说的不是事实吗？王爷，女儿家的清白最是重要。王爷素来公正无私，为何要帮着唐姑娘说话呀？你怎知本王公正无私？白鹰一噎，他还想吊死在你这棵树上呢。他跟萧燕都知道白鹰有问题，但抓贼拿赃，于是他适时地转换目标。你这么跟着他，对他没什么好处，会影响他的运势的。唐姑娘是在跟我说话吗？姑娘，你看得见我，你能不能帮帮我，让他回家，快些回家。阴阳殊途，你该尽早离去。你不想惹上灾祸呢，就不要多管闲事，赶紧回家。阴魂感激地看着唐诗锦。谢公子，我们顺路的，我脚崴了，不会耽误你多长时间的。多谢唐姑娘的好意，我将她顺路带回白府，便听姑娘的，回家去。有劳谢公子。谢恒身后的阴魂脸色变了变，他摇头想让谢恒听唐诗锦的，不要多管闲事，可他听不见。阴魂当即就飘荡着跟了上去。说救他，你会消亡？阴魂顿了顿，终是跟了上去。一个两个都不听劝，自找倒霉，他也没辙。他居然没选我。白鹰果然很聪明。萧世子摊手，表示这可不怪我啊，是他不上套。说不定是他太丑。谁丑？小皇叔，你说这话，你摸过良心没有啊？你们兄妹先回去吧，我得去盯着白鹰，顺便赚点银子。小姐要小心。去大理寺找唐逆，守住白家。不出意外，掏心案的真凶很快就会现形了。下次定要为小景讨些这种能来去自如的福。老王，
怎么还没到？他撩开车帘一看，前面竟是一片大雾，车夫竟不见了。忽然，车轱辘一个颠簸，一个娇软的身影软绵绵地趴在他身上，然后对上一双柔媚的眼睛。唐姑娘，你怎么在这儿？没想到你喜欢的人是唐姑娘呢。唐姑娘，你……我就在这儿，你不想跟我亲热吗？谢恒眼底迷茫，看在你八字属羊的份上，便宜你了。唐姑娘，我已经将家里的妾室都遣散了，我定会对你负责的。切，那唐诗锦有什么好的？她有我美吗？谢恒回答不上来，因为他的脑子里已经无法思考了，只能露出迷茫的表情。唉，若不是怕引起19王爷的怀疑，我何至于选你？萧世子也比你强啊。唐姑娘，我喜欢你。那你愿意为了我死吗？你救过我的命，我愿意的。没想到他对唐诗锦倒是有几分真心。好啊，那把你自己献给我吧。谢恒虔诚地亲吻着她。就在两个人干柴烈火将要点燃的时候，一股阴风吹了进来。什么人？恒儿，快跟我走！稀里糊涂的谢恒就被阴风卷下了马车。我还当是什么东西呢？原来是个游魂。他是我的猎物，你敢到我嘴里抢食？你个妖孽，为什么要缠着恒儿？他的心我要定了。唐姑娘，你在说什么？她不是唐姑娘，恒儿，你看清楚了。说时慢，那时快，白鹰五指成爪，猛地掏向谢恒心窝。不！谢恒只觉得他被一股极强的阴风震开，替他挡下了白鹰的魔爪。不自量力，一爪子将碍事的阴魂掀飞。你，掏心案的凶手是你！谢恒，你刚不是说愿意为了我去死吗？现在把你的心给我，祝我永享天颜吧。只要吃够749颗纯阳之心，他就能容颜不老，只差最后一个。你不是唐姑娘，他就该听唐姑娘的，不要多管闲事。别碰我的恒儿！既然你这么想死，我成全你。他的身后长出1人高的虚影来，满是妖邪之气。就在这时，一道金光打来。啊，我的尾巴！哎呀，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呀！江美人的迷魂术与你出自同类，只不过你身上的妖邪之气比他更重。你们一个养小鬼，一个养妖邪，不愧是一丘之貉。唐诗锦，你又坏我好事！哟，啊，你是说缠着欣然郡主的那长蛇怨鬼吗？那鬼已经被我收了，你是自己投降呢，还是我打的你投降？投降？做梦！欣然郡主自己不检点，与你舅舅眉来眼去，那谁不知道呢？你舅舅又是什么好东西，还想老牛吃嫩草？呸！真不要脸！呵呵，跟男人酱酱尿尿、采阳补阴的你就要脸啦？那是他们觊觎我的美貌，甘愿将性命献给我的。你也不嫌恶心，真把自己当成妖了？少说废话，今天你们都得死！唐姑娘小心！唐诗锦祭出一张符箓，破了周遭的迷障。他们竟在一处荒废的破宅子里。与唐诗锦一同来的还有19王爷萧燕。19王爷的身体必定比他尝试过的那些男人要强悍得多。收起你脑子里那些肮脏的想法。我肮脏？你如此黏在19王爷身边，敢说你对他没有同我一样的心思？不要以为谁都像你一样龌龊。交给我，莫要不开心。同时他招招手，破宅瞬间被玄影卫包围了。本王倒想看看，是你的尾巴快，还是本王的玄铁劲快。白鹰立马释放出妖灵虚影。王爷，是不是很像狗尾巴？你敢侮辱神尊！白鹰做出野兽的姿态，晃着巨大的尾巴朝他们砸了过来。萧燕手指一动，箭雨齐刷刷地从四面八方射了下来。他一抬手，掷出几枚铜钱，精准地套在玄影卫射出的箭头上，刷刷几下就射断了一截狐尾。乖乖交出你供奉的邪物，跟王爷回去受审，我便饶你一命。做梦！想要再次释放出邪灵，然而邪灵却不敢再出头来。神尊，你难道怕他不成？什么神尊？不过一个邪物罢了，吸食了几个精魂，就把自己当神了？五雷符。白鹰体内的邪灵为了自保，顷刻间便吞噬了白鹰这个宿主的魂魄。不，尊主救我！邪物想逃出这具肉身，可天雷的速度更快，顷刻间邪物便烟消云散，他的灵魂自是没保住，与邪物一同灰飞烟灭了。尊主，所以背后操控蛊惑他们的，可能不是太子那个狗东西啊？
恒儿，我说过，你若救他，便会消亡。魂魄虽没有心脏，但有魂体，如肉体一般，轻则残，重则亡。姑娘的告诫，我感激不尽，可我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儿子丧命啊？走吧，走吧。哎，大白小黑啊，别不理人呐！好歹我们也算半个同事呢，来都来了，怎么能叫你们空手而归呢？说话间，唐诗锦从布袋里翻了又翻，然后抖出一只鬼来。那，这长蛇鬼你们顺路带走吧。阴差大人，带我走吧，我差点就死在他那袋子里了，我愿意去地府，求你们带我走吧。黑白无常锁链一勾，二话不说把这没出息的怨鬼给勾走了。阿锦，你的铜钱。这是5帝钱，可以驱邪辟邪，你带在身上，若是遇到危险，我也能感应到，方便我及时赶到。阿锦待我极好。唐姑娘，你害了你娘。什么？恒儿。谢恒转过头，果真看到了母亲。恒儿，娘要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我的孩子，你不要太善良。真的是你？他伸出手，却触碰不到母亲。阴魂的魂体一点点消散。娘，你别走！刚刚白鹰要杀他，是母亲救了他。可惜了魏将军这个女婿。有什么好可惜的？白鹰不是瞧不上那魏宇泽吗？我看他能攀上什么高枝儿？大理寺办案，白鹰杀人犯案，奉王爷令，白家上下一律收押候审。大人为何带人来我白家呀？我白家可都是本分人呢，大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白鹰已经伏法，他乃掏心案真凶。哼，白家可真够本分的，有什么误会，尔等跟我去大理寺说吧。什么？这怎么可能？大人，此事定是有误会啊！给我搜！大人有发现。大人请看，这尊神像是不是非常的怪异？收好，拿回去给我阿姐瞧瞧。是。张波忽然一皱眉，啪嗒一声，神像掉在地上碎裂了。他咬我！那里面冒出一缕黑气来，那黑气直直地冲着唐宁和张波去了，却不想他们身上发出一道金光，将黑气震了回去。是阿姐的护身符。黑气不死心，还想撞唐宁，忽然一道金光打来，黑气彻底被打散。阿姐，你怎么来了？来驱除邪气。若不处理干净，他找到了新的栖身之所，就会卷土重来。然后唐诗锦又甩出一道明火符，不想唐宁将半截神像从火中挑了出来。阿姐，这是罪证，暂且烧不得。什么罪证？那就是我女儿供奉的一尊神像罢了。你家神像长这样啊？我家神像就是长这样啊！全都给我带走，务必要小心，上面的符不能拿下来。唐宁点头，还是阿姐厉害，未来姐夫也厉害。唐诗锦一不小心听到了便宜弟弟的心声，他有点懵，哪来的姐夫？不知魏将军考虑的如何？崇王的好意，魏某受之不起，王爷请回吧。将军，人生在世就只求一个问心无愧，将军不偷不抢，又何必太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呢？崇王一家这是上门来逼婚来了呀！魏将军几番拒绝，难道是觉得欣然配不上你？如今你与白家的婚事已退，我们都是清清白白的人。虽说欣然不是什么举世无双的大美人，但若魏将军带出去，想来也不会给你丢人的。楚王，我跟你同辈，你要将女儿嫁给我，不怕被人笑话吗？那正好，能做魏将军的老丈人，如此便和魏老将军一个辈分。能够做魏将军的大舅哥，我这身份辈分一下子也上去了呀。该说的本王都说完了，魏将军自己斟酌吧。魏将军若实在瞧不上欣然，本王自会为他另择一好夫婿。说完就走。将军，望你有机会喊我一声大舅哥啊。然后走得也很潇洒。你是将军，还不如我勇敢。出来吧。被你发现啦！我要去买缎子做嫁衣，你陪我去。我舅舅答应你了吗？他不答应，我就嫁给别人。你还是别去了，我现在心情不好，他会迁怒于你。你回去好好劝劝你那个呆子舅舅吧。行吧，让他静静吧。唐姑娘，怎么又是你？你还敢来？郡主，我是受人所托来向唐姑娘道谢的。说着，他示意身后的小厮拿上来一些朱砂黄纸。唐姑娘，多谢你救了我大哥。谢轩，你脑子被驴踢了，居然还会道谢？别冲动，不是一个人。怎么不是一个人？在秦风楼的时候，明明就是他。气息不对，应该只是长得一样。想起来了，你是谢归吧？不好意思，本郡主认错人了。
无妨，便是我们的父母也时常会将我们认错。谢寻若有失礼之处，我代他向郡主赔罪，还请郡主见谅。这黄纸朱砂是我大哥让我送给唐姑娘的，以表谢意。我喜欢。好奇怪的双生命格呀！你说什么？哦，没什么。你不是要去买嫁衣吗？欣然气鼓鼓的走了。秀秀，小景回来了。秀秀，如果郡主另觅夫婿，你就真的舍得？然后也不等舅舅回答，就摇摇手回内院去了。舅舅是过不了自己心里年龄这道坎儿啊。唐诗锦回房跟卫士说起了崇王一家上门来说亲的事儿。阿娘明日便去看宅子。唐诗锦提出想在挂店附近买宅子，那一片儿倒也清静，省了不少迎来送往，就听小锦的。就这样，卫士忙碌了几日。为什么要办？家里是住不下您吗？兄长要成亲了，魏家要有女主人，便是感情再好，也不能赖在家里了。这点礼数我还是懂的。他几时说要成亲了？兄长年岁不小了，还是不要太挑了。虽说郡主做我嫂子，要换他嫂嫂，我有些不好意思，但着实是兄长高攀了。一匣子首饰就把你收买了？唐姑娘，恭喜你开店，祝你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哦，多谢。你是第4位来祝贺我的。见过19王爷，萧世子。这位是唐妮，原来是少卿大人，有礼了。我说小姐啊，你画的护身符虽然确实好，但是却只能挡1、2次灾祸，符文便会消失啊。不知道有没有长效护身的东西，就比如贴身佩戴的法器什么的。有啊，不仅可以护身，还可以驱邪挡灾。好，就这样的。萧寻直接掏银子，我买。拿5帝钱，上面有我的灵力，戴在身上可长效护身。小姐，这铜钱多少银子？我要了。唐诗锦竖起2根手指头，200两倒也不贵，刚好本世子带了200两买胭脂。也罢，今日便不去怡红楼，先买护身铜钱喽。世子，你真的不考虑入我道门吗？你很适合修道。入道门能跟你一起修道吗？我听闻道家可以双修，不知可有此事？呵，童子鸡就不要只会打嘴炮了。萧寻，你皮紧了，有些日子没试你的武功了。皇叔，我跟小锦开个玩笑，你看我有那么多红颜知己，我怎么能出家修道呢？再说了，我哪里是皇叔的对手？小锦的道侣，那再怎么轮也轮不到我呀，对吧？关你面带桃煞，最近离女人远些吧，避免灾祸。5帝钱你们要吗？要。唐姑娘，我身上只带了50两，剩下的可否等我回家拿给你？可以。阿姐，我只有20两。你也先赊着，有银子再付。最后1个铜钱，唐诗锦看了看，送财童子马上就到。小锦，我来迟了。诸位好啊，在下陆修，诸位都是来照顾小锦生意的。陆公子，我要谈生意了，你们没事的可以走了。陆修身上有阴气，送财童子名不虚传。王爷还有事啊？不是，就是想多待会儿。他这是舍不得走？阿锦可会嫌我碍事？你愿意待就待着吧。小锦火眼金睛，是瞧出我遇到麻烦了。你身上沾了些阴气，面相嘛有破财之象，是家中生意出了问题，最近总破财吧？小锦果然厉害，最近我黄了好几桩生意，损失了不少银子，家中父母也时常身子不适，就连下人都经常倒霉。这次想请你去看看，莫不是我家又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你身上有我的护身符，不必担心，阴气伤不了你。话虽如此，但我还是破财了。不是闹鬼，你家最近是不是有生人啊？我家姨母家道中落，前些日子来投奔我家，我母亲顾念姐妹情谊，便将姨母留在了府中。我随你去陆家看看。王爷也去？王爷若无事，就帮我看店卖符吧。听阿锦的。19王爷真会装腔作势。表哥，你回来了。这是我姨母的女儿赵莹莹。表哥，这位姑娘是谁啊？她是我的发小小锦，近来诸事不顺，我请小锦来替我瞧瞧。小锦姑娘还会看风水呢。赵莹莹看着她的眼神充满防备。我对陆胖还真没有非分之想，倒是莹莹姑娘的非分之想，虽未说出口，却震耳欲聋啊。表妹，你先回去吧，不要打扰小锦。小锦，你随便看。什么发小，叫得那么亲密，我都没叫过表哥陆胖，表哥什么时候胖过？我看他分明是对表哥有妄想。莹莹，这是怎么了？表哥带回来一个女子，说是看风水，却与他言谈亲密。母亲，表哥拒绝了你为我说亲的意思，如今他又带了个女子来陆家，我还能嫁进陆家来吗？你说你表哥找人来看风水，母亲已经找人将你的八字与陆修的八字给人看了，最近陆家生意不顺，只要你俩的八字相合，再送到你姨母手里，让他知道你能旺陆家，他定会同意你入府的。
莹莹想做陆家少夫人，母亲会帮你的。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修儿，你怎么来了？这位姑娘是你请回来的客人吗？我不喜欢别人动我的八字，姨母，你犯了我的忌讳。你这孩子，哪里是我动了你的八字，是你母亲将你的八字交给我的。你母亲也是关心你的终身大事嘛，这才让我找人好好算一算，你和莹莹的八字是否……我说了，我对表妹无意。你与表妹住在陆家，我能忍受，但若姨母存心想些别的，是我就不能招待姨母了。你这是什么意思？莫不是看我们母女落难，就不认我们这门亲戚了？你这话是想将我们母女赶出去呀？若不是我们家道中落，如何能厚着脸皮来投奔你们呢？原以为你们母子是个重情义的，不想竟也嫌弃我们。莹莹，我们还是走吧，免得在这里惹人嫌。表哥，我母亲对你没有恶意的，你能不能别赶走我们？我跟母亲会流落街头的。表哥，你不是打赏一个乞丐都能让他一生富裕吗？难道我和母亲对你来说还不如一个乞丐来得亲吗？先别急着哭，等我先解决了破财局，你们再处理私事。这对母女道德绑架玩得溜啊！什么破财局？莫不是姑娘在陆修面前说了些什么，才叫他对我这个姨母这般态度？破财局就在这儿，社局让你破财的就是他们。你说什么呢？你这是污蔑！表哥，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外人呢？怎么回事？姐姐，我若不是实在活不下去了，也不会厚着脸皮来投奔你的。不想竟是如此惹人嫌。你若是不想收留我们母女，那可与我直说呀，何必让修儿寻这般荒唐的借口来赶我们走呢？你做了什么？为何要赶你姨母走？娘，我没有要赶他们走，我好心接济穷亲戚，他们却反过来坑我，在家中设下破财局，叫我生意不顺。娘，你这些日子身体抱恙，也是因为这破财局破了咱们家的风水。竟有这事儿？什么破财局？我听都没听说过。陆修找来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丫头，就说会看什么风水。切，这种人我见得多了，都是些招摇撞骗的。保不齐就是来骗陆家的钱财的。姨母，是不是莹莹做错了什么，让表哥不高兴了？表哥要赶莹莹走。莹莹，你先别哭，待我问清楚再说。为什么还要问？姨母难道不该帮助我们把表哥带回来的女子赶出去吗？对了，那女子呢？找着。唐诗锦正蹲在一棵富贵树底下，这东西污秽且有毒，陆夫人体弱，不宜靠近。这棵树怎么？这树的叶子怎么都变黄了？树下埋着阴毒之物，等这棵树彻底枯萎，陆家就完了。来人，给我挖开！你与莹莹来投奔我，我将最好的院子留给你们住。这院子的风水原是1等1的好，这棵富贵树更是我花了大价钱买来的，是整个风水的阵眼。为何下面会埋的东西？我哪知道？这院子里的东西我们未曾动过呀。树下的土被挖开，露出一个黑色的坛子来，一股难闻的恶臭便泄了出来。陆胖，你最好回避下。为什么？陆修身子很诚实，已经探着身子看了过去，然则看一眼便吐了。都说了让你回避啦。好奇害死猫。然而这坛子里埋的就是一只猫，一只被扒了皮凌虐致死的猫。但这只猫只是食材，破财局的真正手段是坛子里的蛊毒。陆修吐得胃里一阵痉挛。娘，你看看，我是不是说过穷亲戚不能接济？你好心留他们住下，他们去要我们陆家玩完呢。你们陆家是富贵，我们家是落魄了。那你这般说话是瞧不起谁呢？什么穷亲戚不穷亲戚的？亲戚就是亲戚，你说话怎么能这么刻薄无情呢？接济亲戚不是应该的吗？我养条狗，狗还知道给我看家护院，那叫你们反咬一口。姐姐，你就看着你儿子这般羞辱我，我可是你的亲妹妹呢。陆夫人身子晃了晃。娘，你身子不好，坐下说。即便你们陆家不同意与我家莹莹说亲，也不该这么污蔑我们呢。我可真冤呐，平白无故被人扣了这么大一顶帽子呀！真想给他用禁言符，这么理直气壮不要脸的还真是少见。这阴毒之物当真不是你干的？什么阴毒之物？我住在陆家，寄人篱下，每日战战兢兢，连茶水都不敢多喝一口，哪里敢买这等东西呀？姐姐啊，你莫要听信小人挑唆呀！秀儿，此事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小锦说是他们，就一定是他们。我冤呐！你怎么能信外人，不信你亲姨母啊？
说不准是哪个下人埋的呢，又保不齐是他，是我埋的。是谁干的？是我干的。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不受控制的说了真话？他咬紧牙不肯说，最后还是抵不住真言符的威力。是我干的。我原是想等陆家生意不顺，破点财，有点小灾，再让人将莹莹的八字拿回来，与陆修八字相合，让你们陆家看看，娶了莹莹，你们陆家便能驱散厄运。等我女儿做了陆家少夫人，到时候我自然会把这坛子里的东西给挖出来，如此便不会有人发现了。母亲，你怎么都说了呀？说完之后，真言符就失了功效。不是的，姐姐，你听我说，不是这样的。不必说了，我好心收容你们母子，你们却想坑害我们家。秀儿说的对，亲戚可以救济，但不能救气。你们今日便离开我们家吧。你不过就是嫁的比我好了些，有什么可得意的？如今我落魄了，你却要我看你的脸色过活啊！你是不是觉得你陆家赏我一口吃的，我就得对你感恩戴德呀，我的好姐姐？他来投奔陆家，他好吃好喝的照顾着，竟是收留了一头豺狼不成？升米恩，斗米仇，不过如此。小锦，今日多谢你了，我们还有些家事要处理，不便留你。酬劳我稍后让人送去你店里。唐诗锦点头，他随手甩下一张符，那棵枯黄的富贵树叶子逐渐变绿了，瞧着生机勃勃。你家的风水局修不好了，这坛子我就先带走了。王爷，你眉间有黑气，最近要小心啊。本王会时刻将阿锦的护身符带在身上。王爷该回家了。好。遇到阿锦后，本王是不是越来越柔弱了？是的吧。主要是三小姐太强了，几乎用不着主子出手。哪知当天夜里，萧燕在回府的路上便遇刺了。什么人敢拦王府车驾？退下！主子小心！无头狮似乎确认了目标，大锤哐当哐当砸了2下，然后朝萧燕狂奔过来。刹那间风刃四起，鬼气在宝剑的星芒下荡然无存。太子殿下，培养了这么久的雄狮，竟还是敌不过小皇叔。太子，道尊叮嘱过，这雄狮尚未练成，我们不该冒进。回来。五雷符。镇鬼符。唐诗锦赶到时，看到天上降下的天雷，惊呆了。难怪唐逆找不到那具砍头尸，原来是被人捞走了。你会画五雷符？国师曾教本王画过2回，我也就会画这个，其他的符本王不如阿锦。七星剑，王爷果然深藏不露。此剑专克妖鬼，乃降鬼除邪的上等法器。19王爷根本不是什么小可怜，他是扮猪吃老虎啊！阿锦喜欢，送给你。宝剑认主，不听旁人号令。哼哼，以为躲在背后我就揪不住你了吗？让你尝尝我自创的寒冰符。怎么回事？他操控招魂符的手竟肉眼可见地爬上了一层寒冰。王爷，1日之内不得招2次天雷，否则怕引起百姓恐慌。这无头凶尸，我们换个方法镇压吧。听阿锦的。今日不管是谁想刺杀王爷，我断他一臂，以作惩戒。唐诗锦2手结印，打下一个符咒，无头鬼的胳膊上出现碎冰的裂缝。殿下，这冰如何破解？左莽见太子疼得满头大汗，着急的拔剑想将冰敲碎。你是想砍了本太子的手吗？就在碎裂延伸至骨头的瞬间，一缕金光出现，阻止了骨缝深入裂开。道尊，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轻举妄动吗？你以为凭你这点手段就能杀19王爷？我以为凶尸练成了，便想除了萧燕这个绊脚石，可没想到他竟能召天雷。说来也是道尊给我的符太弱了，非但没有五雷符这样厉害的符箓，就连其他的符威力也不如唐诗锦的强。道尊的道法莫是不敌唐诗锦？哼，你自己愚蠢，还在别人身上找理由。我若是你，便不会去招惹唐诗锦。同为修道之人，我不否认他是个天才，小小年纪对道法的造诣已远远高出许多修道一辈子的人。你们的目标是19王爷，这是北离国的江山，不是唐诗锦。莫要拎不清轻重，我是太子，注意你说话的态度。不要以为我父皇倚重你，你就不能将本太子放在眼里。若不是我，莫说你这个太子，就连你父亲都未必能爬上那个皇位。19王爷乃天命所归，是我助你们逆天改命，你们父子才有今日。太子白着脸，一时无言反驳。道尊为什么不早点来？本太子这条胳膊险些废了。太子的眼睛不是也险些废了吗？
当初我将19王爷的命格一分为7，你们本可以将拥有命格的7人培养成最优秀的刀，可你们连这一点小事都办不好。杨家、宋家相继败在唐时锦手里，唐时锦已将萧燕的命格找回其2，若他找回所有命格，萧燕就会回到原本属于他的命运之上。你这个太子不废也得废了。道尊教训的是本太子鲁莽了，那不知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做？哼，不要再去招惹唐时锦。然后人就消失了。迟早有一天，本太子要他跪在我脚边，奉我为主。殿下息怒，道尊所言不无道理，殿下还是先忍忍吧，养好伤再说。还不去给本太子宣太医？是。有何不妥？有人破了我的寒冰符，太子背后果然有修为很高的人啊。阿姐，可能查到是什么人？对方隐匿了气息，这样远程的距离感应不到。阿姐，这具尸体怎么会在这儿？不仅尸体在这儿，阴魂也在这儿，脑袋还在太子府，得拿回来与尸身一起镇压才行。太子府？阿姐的意思是这具尸体被太子捡去了？太子难道有收藏尸体的癖好，还是说太子府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阿姐，我去吧。你的官职大得过太子啊！喏，把这尸体和阴魂带回去，我去就来。王爷，无图师我可以找人抬回去，可阴魂……只见萧燕抬手一抓，便将那被镇鬼符镇压的无头鬼给抓在手里。走吧，这就抓到了。19王爷也会抓鬼？唐时锦悄无声息地到了太子府，无头鬼的脑袋就摆在太子书房里，并且头颅上贴了符箓，施了障眼法，肉眼看上去就是摆了一个个大盘子。心术不正，有这样的储君，国之悲哀啊！唐时锦站在一架置物架前，目光冰冷。这架子上摆了不止1颗人头，这样的人怎配为君？天理循环，太子种下恶果，业障满身，等报应来临的时候，必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唐时锦拿了1颗头颅便离开了，他的身影消失后，黑袍道尊便出现在头颅架前。19王爷可真是捡到宝了。忽然唐时锦的身影再度出现，黑袍道尊也在一瞬间消失。跑得还挺快。等他先处理了这个无头鬼再说，不怕揪不住那些阴沟里的鼠辈。找一口棺椁，把无头尸放进去，再找个凶煞之物来镇棺。无头鬼的阴魂呢？我找镇魂钉，给他钉在肉身里。棺椁好说，可镇棺的凶煞之物要去哪里找？唐蜜看他扒了身上的布袋，像是里面的东西太多，半天翻不出来他要的镇魂钉。阿姐看起来真不靠谱，镇魂钉这样的法器，就像分垃圾一样。我不靠谱啊！你早就成了无头鬼的刀下亡魂了。唐时锦翻出镇魂钉以及无头鬼的头颅，晃了晃。萧燕挥手放出阴魂，砍他脑袋的那把刀便可镇棺。果然还是王爷聪明啊！真不知道你这个大理寺少卿是怎么当上的。刽子手的刀沾染了太多的鲜血，且大多都是大奸大恶之人，绝对是凶煞之物，用来镇棺最合适不过。我这就去取刀。很快，唐蜜就取来了刽子手的刀。一切备妥之后，唐时锦手指结印，以符箓将无头鬼的阴魂封印进肉身里，再用砍头的刀镇棺。棺材上又多加固了一层法咒。抬去埋了吧，切记啊，不可靠近水源。唐蜜招招手，张波便带锦衣卫将棺椁抬走了。阿姐，你还欠我180两呢，准备什么时候给钱啊？谁知唐蜜顿时一脸委屈，不甘心地看了眼19王爷。唐时锦似乎察觉到什么，你拿了他们的护身铜钱？阿锦的法器不能给不相干的人。19王爷的语气竟有些委屈和埋怨。你竟然把我卖给他们的5帝钱都要了回来？不是要，是抢。最近大理寺有2个外放的名额。姐夫，这是阿姐给我们护身的，再说我们都掏了银子的，你这样明抢不合适吧？就这姐夫2字取悦了19王爷。外放就不必了，铜钱留下，护身符给你。他拿一张护身符换5帝钱，当时萧世子和谢恒的表情都是一整个大无语啊！你还是我的皇叔吗？你该不会是被哪个不要脸的鬼给毒死了吧？我皇叔可干不出来这般厚颜无耻的事啊！听闻甘州缺个郡守，本王看你挺合适。皇族养出个纨绔也就算了，养出个废物便是丢皇族的脸，你也该去历练历练了。爆粗口的话到了嘴边，硬是给他憋了回去。不就是一枚铜钱吗？皇叔要的话拿去就是。杜甫，不，皇叔还不是小姐的夫呢，竟然就这般霸道不讲理，过分，太过分了！将来一定会是个杜甫。这护身铜钱可是我们花真金白银买来的。萧世子和少卿大人都乖乖地交出了铜钱，谢恒敢不给吗？
萧燕同样甩给他一张护身符换铜钱，谢恒只能默默地把护身符收起来。陆某有的是钱，不像王爷这般抠搜，多少铜钱我都买得起。你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给了他们护身符，没亏待他们。好吧，你有权你任性。5滴钱还我吧。萧燕将4枚铜钱给他。还有王爷身上那枚呢？既然说法器不能随便给人，那便一视同仁。对阿景来说，本王是不相干的人。你这可就双标了呀。阿姐，我也想要。19王爷眸光幽冷地睨了他一眼，他顿时又怂了。罢了，你要就给你吧。他好像总是对19王爷无可奈何呀。萧燕深邃的眼眸认真的凝视。那个，我有事想与王爷说，我们换个安静的地方说话吧。用述一符回王府。王府还能防止隔墙有耳，可行。于是他掏出一张瞬移符，带着19王爷消失了。主子为了和3小姐亲近，连马车都不要了。我昨夜突然想到了在经书上看过的西星图，然后呢找二哥要了一份京城的地图。根据地图，我夜观星象，大概策划了一下。那王爷请看，这是我结合星象及京城地貌画出来的。他画的是一幅星象方位图。萧燕想了想，拿起笔在他画的方位图上标注些什么，其中就包含拥有过紫气的宋家和杨家，没找回的紫气很有可能就在这些地方。唐诗锦眸色有些凝重，因为萧燕标注出来的有一处竟与他有关。这天，唐家门口有个站立不安、来回徘徊的人。3小姐，请问姑娘你是唐家3小姐吗？我是，你是？太好了，终于见到3小姐了。我是长寿镇上孙家的表小姐，我表姐像是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听闻3小姐道法高，我是来找3小姐买符的。你要买符？周倩点头。买什么符？驱鬼符。可以，去拿张驱鬼符给这位姑娘。是，奴婢这就去。随后莫锦拿了张符出来，唐娇娇递给周倩，周倩连忙道谢，但唐娇娇却并未松手。3小姐的符要多少银子？唐娇娇还是没说话，目光瞥了眼她那荷包。50两，3小姐你看够吗？唐娇娇仍是不说话。100两总该够了吧？这位姑娘，求符应该有诚心，心诚则灵。我身上只有120两，3小姐你看。够了，这符你拿去吧。周倩忍痛将荷包给了唐娇娇，然后抓紧时间上了马车往回赶。正好我昨日看上了一对红宝石打的石榴钗，这银子刚好够，今日便去买了吧。小姐，可那符……他自愿买符，我又没逼他，与我何干？小姐聪慧，奴婢陪小姐去买钗吧。石榴多子多福，正适合小姐与太子呢。这天，谢恒来到挂店。唐姑娘，你之前说谢寻乃将死之人，他可是会有什么劫难？能不能给他求一道护身符保平安？你拉错人了。我是谢龟。你们即便长得一样，但气息和灵魂是不一样的。唐姑娘，不知我大哥方才那些话是什么意思？谢寻有劫，你也有。谢龟皱眉，还请唐姑娘明示。公子，这再耽搁下去啊，就耽误了出发的时辰了。先生还在等公子啊。大哥，我并不信这些，先生还在书院等我，我先走了。谢公子最近要出远门。谢龟脚步一顿，你听见了？看在谢恒没拿到5帝钱的份上，我免费给你算一卦。你此行大凶，劝你不要去，去了就回不来了。你命中有一劫，面带死气。谢寻虽有死劫，但他的死劫中尚有一线生机，而你并无生机。子不语怪力乱神，我是读圣贤书的人，唐姑娘的好意，谢某心领了。说完，他带着书童头也不回地离去。这孩子不听劝呐。唐姑娘，我提醒过了，这便是他的命数。我虽修道，但亦不能违逆天意。谢恒怔住了，心头充斥着浓浓的不安。他要去找谢龟，提醒他务必要注意安全，最好是能劝他别去了。小姐，天色晚了，今日的符都卖完了，我们打烊吧。大姐，还有人呢。唐姑娘。谢公子。唐姑娘，你不是说谢寻的死劫中有一线生机吗？为什么他没能回来？唐诗锦闻言眯起眸子。谢龟回来了，唐姑娘，你能帮我去看看谢寻的魂回来了吗？谢兄，节哀。唐兄，我家闹鬼了，我继母怀疑是谢寻回来了，他知道唐姑娘的本事，想请唐姑娘去替我们问问，是不是谢寻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大姐，二哥，你们先回去，我去谢家走一趟。天色晚了，我随你同去，横竖我回去也会被阿娘打去接你的。
也行，二哥跟我一起去吧。那大姐，你最近运势也有点低，这护身符和瞬移符你带在身上，早些回家。我与二哥解决了谢家的事，就回来。好，你们要当心。一到谢家，唐诗锦便发现有很重的阴气痕迹。唐姑娘，我儿发生意外，不幸离世，今日家中不太平，想请唐姑娘看一看，是否我儿魂归来兮。谢大人节哀，具体情况谢恒已经在路上跟我说过了。早听说唐姑娘会道法，救了谢恒好几次。谢逊他们的船发生了意外，他没能回来。可我知道，他回来了，定是他回来了。他肯定是不甘心就这么死了，想来拉谢贵做垫背。这个不孝子！住口！谢玄也是你儿子，他人已经不在了，你还说这些混话做什么？你季氏垂下头，没再说什么。你们把他找来做什么？找了道士做法事还不够吗？唐姑娘见谅，昨日碰到个云游的道长，他说我家中有阴气，我们这才知道是谢群回来了。可是那道长似乎道行不够，没能够招来谢群的魂，我便想到了唐姑娘，你与谢恒也算有几分交情，便让他去请你来。我知道。够了，我说了，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谢群发生意外，你们应该要做的是接受事实，而不是在这里靠鬼神之说来麻痹自己。唐姑娘，这是我们谢家的家事，不劳你插手，请回吧。上次我们见面，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唐诗锦双指竖立，祭出一张招魂符。人未死，如何能招得来魂魄呢？谢家人听闻此话，皆是一愣。谢龟，还不速速现身！顷刻间，一股阴风袭来，空气中带着潮湿的水汽。慢慢的，一个脸色姜白的阴魂出现在唐诗锦面前。母亲，莫怕，我不会伤你。只不过他的肉身落在了水里，所以只能以这副模样见人。你是谢玄？阴魂有些悲痛的摇摇头。他是谢龟。不可能，龟儿不是在这儿呢吗？唐姑娘，你可莫要诓我们。母亲，我是谢龟。放屁！龟儿就在我身边，他还活得好好的。你是个什么东西，竟敢冒充我儿子？夫人，你有2个儿子，你分得清他们谁是谁吗？你是龟儿，那你是？我才是谢龟。谢逊，你死了就该去投胎，你还回来做什么？阿逊，你不必如此，不必为我一辈子活在愧疚中，亦不必为我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何要冒充谢龟回家，却说自己尸骨无存？谢大人还不明白吗？你们都不看好的小儿子谢寻，他是不想你们太难过，同时他也愧疚，谢龟因他而死。谁让你救我？你为什么要救我？谁稀罕你救我？我死了，对谢家不会有任何改变。可你死了，我就要面对他们的指责，他们的谩骂，还要背负你的一条命。谢龟，你问过我吗？怎么会这样？意外发生，所有人都希望死的人是我，回来的是你。你让我背负你的命，我就让你活着，有什么不对？轩儿，你糊涂啊！他一点都不糊涂，但凡回家的不是谢龟，他便会承受父亲母亲失望的眼神和责骂。为什么死的不是他，而是谢龟？死的是龟儿，不可能！我的龟儿明明还活得好好的，龟儿，你为什么要咒自己呀？你看，母亲多希望死的是我。谢龟，你死就死了，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呢？我们是双生子，我是你兄长，救你是应当的。他回来是不想谢寻一辈子活在对他的阴影和愧疚中。唐姑娘果然是好本事，我伪装的那么好，就连最疼爱谢龟的母亲都没发现，却被你一眼看穿了。我说过，即使长得一样，但一个人的气息和灵魂是不一样的。谢龟救你，便是你死劫中的一线生机，但这也是他的死劫。我告诫过他，去了就回不来了。若是他当初信了唐诗锦的，没有随船而去，会否真的可以躲过一劫？你的灵魂向死而生，而他再不得归。你说你告诫过龟儿，你知道他会发生意外是不是？你为什么不救他？你既算得出来，为什么不早说？你为什么不救龟儿？是你害死了我儿子，你还我儿子！替人改命是要付出代价的。呸！什么代价？无非不就是没给你银子。王爷还是修道之人，竟如此的见死不救！你修的是哪门子的道啊？像你这么没良心的人，就该天打雷劈！住口！唐姑娘见谅，我夫人她伤心过度，一时口不择言，还望你海涵。无妨，但谢夫人说的不错，我收银子办事。贵公子的阴魂，你们是想送他去投胎呢，
还是让他成为游魂野鬼？谢龟已经过了头七，鬼差还没来将他带走，要么是漏掉了，要么就是因为他的尸体被流水冲走，上不了岸。这样的人是无法入冥府投胎的。请唐姑娘送我儿去投胎吧。5000两，我送他入冥府。至于投胎，排队去吧，他管不着。谢尚书一口答应，唐诗锦便抬手接应，随即面前出现一条阴绿色的明道。母亲，不要怪谢寻，这是我的命，非他的错。最后他看向谢寻，但唐诗锦直接把他送走了。他收回手，明道消失，又祭出一张符箓，将谢家的阴气都消散了。我已送他入明道，谢尚书可以付钱了。龟儿，我的龟儿！唐诗锦收了钱，便不再多留。你身上有谢龟的因果，若想赎罪，可以连同他的那份一起活着，而不是舍弃自己活成他。唐诗锦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唐诗锦从谢家出来，看到一个金贵的背影。王爷，你怎么来了？我二哥呢？本王让他先回去了，谢家的事解决了。啊，其实我早看出谢龟会死，而我也可以替他改命，但我没有这么做。王爷会不会觉得我见死不救？你已经提醒过他，是他执意要去，与你无关。阿锦，答应我，不要轻易给人改命。瑞王府，大宗嫣然和长生姐弟俩和好之后，嫣然时常往积云巷跑，对此瑞王是有怒难言，最后将这些怨气通通转移到罪魁祸首崇王身上。让你办的事办妥了吗？回王爷，都办妥了。崇王有意偏向19弟，当本王看不出来吗？这次定要让崇王府翻不了身。这天，世子萧寻狼狈地跑到唐诗锦的挂店。世子可是遇到了什么危险？这里有小姐画的护身符，世子要买一张吗？多谢唐大姑娘好意，但这符怕是救不了本世子。他求助的小眼神巴巴地望着唐诗锦。小王婶儿，救命啊！你叫我什么？我叫你姑奶奶也行，不看僧面看佛面，你不看我的面子，也看在我皇叔的面子上。姑奶奶，你救救我，我保证我以后绝对不敢不听你的。告诫过你啦，离女人远点。你现在不仅面带桃煞，还一脸的倒霉相，有牢狱之灾。离我远点，别把霉运传给我。这什么？他被女人陷害还不够，还要他坐牢？小姐，你能不能算出来是谁想害我？我给你200两。世子，有人状告你草菅人命，残害自己的骨肉，跟我们走一趟吧。小唐大人，你要抓我？一律办事。世子，别为难我。那女子死了。什么？怎么死的？自尽，并且还是在崇王府门口自尽的。我萧寻行得正，坐得端，不惧大理寺查问。他甩手转身就走。唐诗锦眼神晶亮，然后低头画符。阿姐，你不救他？世子是我的大客户，自然是要救的，但让他坐2天牢，压一压他的桃煞也不碍事。他命里有这一节，而且他不能白救啊！这种长期客户，我得等崇王上门来详谈呐。阿姐真会赚钱。比你是强了那么一丢丢的。难怪母亲他们能这么硬气的离开唐家，认回来的女儿是个宝。可惜做梦不识货，将这么个金疙瘩赶了出去。唉。不出2天，崇王就找上门来了。王爷请喝茶。你早知道本王会来吧？你可有法子能帮到萧寻？以崇王府的地位，应该能保住世子性命吧？唉，保住性命有什么用？我要的是他清白做人。这次世子沾上人命官司，人死了，死无对证。崇王想保住世子的清誉，怕是不易。不必说了，3万两，能否请你出手？就喜欢这样直接的客户。我与世子多少也算有些交情，如今他有难，我自不会推辞。次日，唐诗锦便跟随崇王去了大理寺。阿锦，过来坐。19弟，这不合规矩吧？此案与瑞王兄毫无关系，你在这儿亦不合规矩。与他有关系，他身上有咒消世子的怨气。此处是公堂，注意你的言辞。若再信口开河，便是19弟也护不住你。瑞王兄如此着急，莫不是被阿锦说中，心虚了？此案与19弟也没什么关系，你又来此做什么？本王掌握经济营，守卫京城防卫。京城有命案，本王当然有权过问。本王也很好奇，瑞王如此穷追不舍，究竟是为什么？萧燕则带着唐诗锦去到了他的位置上。带世子上来问案吧。当即就有锦衣卫去大牢里将萧寻带来。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与花娘之间清清白白，她腹中的孩子不是我的。你们问多少遍，本世子都是这么说。花娘以死明志，难道她会用自己的性命和肚子里的孩子来冤枉世子吗？谁人不知世子风流，时常出入怡红楼，怡红楼的人都可以作证。
世子与花娘感情极好，花娘虽置身风尘，却是个烈性女子，卖艺不卖身。她的房间只对世子开放，对此世子可有什么要说的？大人，能不能用你的脑子好好的想一想？他是花魁，他的房间怎么可能只对我开放？只对我开放的，那就不叫花魁了。主审官一噎，世子乃是花娘的入幕之宾，这总没错吧？不错，我可是给他花了不少银子，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花娘的知己并非只有我一个，说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大人你有什么证据吗？到底是他审问世子，还是世子审问他？小荀，你现在是疑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竟诘问诸位大人，你眼里还有王法吗？睡王叔，你急着想定我的罪，难道就是你在背后害我？放肆！你这是藐视公堂！小荀，你始乱终弃，花娘虽出身风尘，但她为了证明她的供词，可以以死明志，你能吗？睡王叔目的暴露了，原来王叔想让我去死啊！这是在审案，没人听你耍嘴皮子。花娘肚子里有你的骨肉，撞死在你崇王府门口，众目睽睽，这点你无从狡辩。瑞王看了眼主审官，诸位大人，案情已经很明目了，依本王看，可以宣判了。这是不是有点草率了？世子还没认罪呢。王爷，你看这该如何判决？还请王爷示下。瑞王越俎代庖，妨碍公审，来人，将瑞王请下去。小燕，你敢！高峰已经带着玄影卫上来了，主审官默默地擦了擦汗。啊，王爷请等一等，瑞王与此案有些因果，等先还了世子清白，再请他下去吧。瑞王突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萧燕摆摆手，高峰就带玄影卫守在公堂外。诸位大人，萧荀虽是本王的儿子，也不替他辩驳，他是花魁常客，亦无可辩解。几位大人可以判他个风流浪荡之罪，可要说他始乱终弃，戕害人命，我崇王府是不认的。那女子撞死在我王府门前，冲撞我王府，本王没找怡红楼问罪，以示仁慈。花魁是自尽，与萧荀何干？凭何说是他害人？可亦无法断定花魁腹中骨肉不是世子的，毕竟他生前亲口状告世子，还去王爷您府上闹事。我可以让花娘开口说出实情。人已经死了，如何开口？死人也是能开口说话的。唐诗锦抬手结了个手印。他鬼啊，真的有鬼啊！世子，你为何不救我？老实点，不然叫你魂飞魄散。花娘，我待你不薄啊，你就是这么对我的？萧世子，我也不想啊，可你若是收我入府，我们不就能日日在一起了？我在王府哀求的时候，你为何不肯应我？花娘，你我之间向来都是清清白白，你心里应该非常的清楚，我为何不应？谁让你来找我的？世子，我不想死，我知道这位姑娘道法深，我死未过7天，世子可否请这位姑娘让我活过来？只要我能活过来，我便说出实情。哼，生命只有一次，你自己都不爱惜，把命作没了，现在又想活啦？哼，别说我不能让你死而复生，就算能，我也不会这么做。你不想帮世子洗脱冤屈了吗？你以为你不说实话，我就不能让你开口了吗？唐诗锦甩手往女鬼身上扔了张真言符，说是谁让你冤枉世子的？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是贺郎，孩子可能是贺郎的，也可能是瑞王的，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的。你好大的鬼胆，敢攀咬本王！说话间，他手速极快地扔出手里的符，唐诗锦果断出手，掷出一枚铜钱，符纸在碰到武帝钱时便自动燃烧了起来，很快化为灰烬。唐诗锦，当着我的面就想杀鬼灭口，瑞王是不是太心急了些？原来王叔你也是花娘的入幕之宾啊！其实王叔你身份尊贵，又与王妃和离了，男人嘛，总是有些需求的，找花魁或者小官什么的也没什么。可是你不该将这黑锅甩到侄儿头上来吗？胡说八道！小荀，你自己放浪形骸，休要在此血口喷人！王爷，说不准我肚子里的孩子真是您的呢。我可以帮你验证一下哦。一个继子也配怀上本王的孩子？若不是看你已死，污蔑本王，定要一律严惩。说完，他衣袖一甩，走得脚下生风。诸位大人，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趁着花娘还在，赶紧问。不知他口中的贺郎是？我不记得了。有人给他用过摄魂符，他的记忆出现了缺失。王爷，您看这供词他能作数吗？他不是受害人花娘吗？是，自然是。是为何不能作数？本官宣判，
经受害人辨认，花魁自尽案与世子无关，其腹中骨肉亦非世子所为，故大理寺会将案情张榜，以证世子清白。世子多有得罪了。这鬼地方，本世子一刻都不想多待，臭死了。谭姑娘，多谢。啊，不必客气，我收了钱就得把事情解决好，下次有需要还找我啊。下次？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本世子难道还要劫难？谁知道呢？王爷让贺家公子给花娘用了摄魂符，他的记忆便会模糊，自然就不会记得见过王爷。就是可惜让萧寻逃过一劫，崇王为了救儿子，竟不惜拉下脸面去讨好一个女子。要不是唐诗锦多管闲事，此番定能叫崇王府元气大伤。那名女子确实可恶，仗着会一点道法，便四处诓人。无妨，这次让他们侥幸逃脱，还有下次、下下次，本王就不信他们能一直这么幸运。骗子，这符纸都是假的，诸位莫要被他们给骗了。唐家女卖的这符纸，害死了我的女儿啊！您可是有什么误会？我们的符纸绝无可能弄虚作假，店里的符纸皆是我在售卖，我不记得夫人来这买过符啊。唐诗锦呢？让他出来见我，我要让他给我的柔柔偿命。夫人，你冷静些。我女儿没了，你让我怎么冷静？今日若不给我个说法，我就一头撞死在你们店里。唐令仪脚下一个踉跄，往后摔去。大姐，没事吧？没事，就是这夫人说咱们的符是假的，害得她没了女儿。小姐，不如我们报官吧。你说我的符是假的？不错，就是你这个骗子，你的符害死了我的蓉蓉。蓉蓉？唐诗锦瞧着孙母的面相，有些眼熟。你来买过符？是倩倩来的，她亲自从你手里买的符。你确定这是在我手里买的符？是在三小姐手中买的符没错，我花了120两银子。我不记得我卖过符给你啊，我甚至不记得我见过你。我找的就是唐三小姐。你找的不是我，你们要讨公道，找错人了。啊，你们找的是唐家的娇娇吧？她卖给你们的符与我们可没什么关系，京城谁都知道，我们姐妹早就不住在唐家了。倩倩，你带回的符纸是不是从她手里买的？姨母，我不知道，她不是你要找的三小姐。哎呀，我告诉过你要找回道法的唐三小姐，你为什么会找错人呢？哎呀，对不起姨母，我不知道她不是。你女儿还没死呢，看她面相，金元尚在，孙荣应该还没咽气。什么？三小姐，求你救救我女儿！你要什么？哪怕是倾家荡产，我也答应你。唐娇娇，你没什么想说的吗？唐娇娇，你站住！大姐，你们这是做什么呢？啊，就是他将符纸卖给我的，要了我120两银子。你个骗子，居然拿假的符纸来骗我，你这不要遭报应吗？这位姑娘，话可不能乱说。我何曾卖过什么符纸给你？我既不修道，也不画符，画符的是我三妹妹。姑娘，你找错人了吧？不错，我家小姐根本就没见过你。什么120两银子？我家小姐像是缺你那点银子吗？莫锦，不得无礼。姑娘可能不知道，我是未来的太子妃，实在不是姑娘可以污蔑的人。姑娘若是将银子花在了别处，再买了张假符回去，骗家中长辈，谁又知晓呢？你太子妃，倩倩不得无礼。唐娇娇，你知道我有的是法子让你说实话吗？这是真言符，可以让人说真话。是不是你卖的符，一试便知。唐娇娇心虚的后退了2步。无需浪费阿锦的符。王爷每次来的这样及时，一张符而已，倒也不费什么事，我随时可以画。高峰，把东西还给他。是，周姑娘，这钱袋子可是你的？是我的，银子居然还在，多谢王爷。姨母，你看，我确实拿银子买了符纸的。这银子是唐小姐拿来小店里买了一对红宝石石榴钗，正好是120两，姑娘可以钦点一下。我花银子买对钗子，有何不妥？哈，你买钗子，连人家的荷包都舍不得丢。未来太子妃真的卖假符骗人啊？什么骗人？分明就是骗钱呐！听闻，这位未来的太子妃，虽然只是侯府的养女，但教养是极好的，看来传闻不实啊。哎呦，唐姑娘的符纸啊，我买了，是真的。没想到另一位唐姑娘居然卖假符纸骗钱，这未来太子妃也穷得太不像话了。对不起，三小姐。符纸是奴婢卖出去的，与我家小姐无关。莫锦，竟然是你！难怪你说你挣了100多两银子，要送我支钗当新婚贺礼。我还纳闷，你从哪儿赚来的这么多银子？你糊涂啊！小姐待奴婢一直极好，奴婢太想为小姐做些什么了。你实在不该诓人。姑娘，
对不住，是我这丫鬟不懂事，我代她向姑娘赔不是，这支钗就送给姑娘，就当是我的赔罪。你不要脸！姑娘生气也是应当的，这钗还请姑娘收下，否则我实在是过意不去，回去我也会好好责罚莫景的。拿开，别碰我，谁稀罕你的钗？姑娘若实在不解气，不如打我2下解解气吧。你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看来19王爷带来的荷包真相不如他的真言符好使啊。倩倩，不要再说了，既然是一场误会，银子也还了回来，此事就接过去吧。太子妃的丫鬟以后莫要再害人才好。夫人说的是，务必好好管教身边的人。说完，他就要带着穆锦离开。卖假符纸欺诈他人，损害阿锦名誉，还没赔偿就想走了。高峰，把人带去金鸡营。小姐救我！王爷想要什么赔偿？白银3000两，以儆效尤。他上哪儿去找3000两银子？你刚不是说你和他亲如姐妹吗？他因你受罚，你莫不是不管他死活？我没有那么多银子。你不是未来的太子妃吗？你没有，太子有。你说太子愿不愿意花3000两保他的太子妃？再不济，你还可以找唐家，镇南侯为你抛妻弃女，这点银子自然舍得。带下去，唐娇娇什么时候拿银子赎人，什么时候放人，3天内不赎人，便将尸体送回唐家，还给他。不，小姐救我！唐姑娘，求你救救我女儿吧，我给你磕头了。是我的错，我不该不问清楚便来寻事，我给唐姑娘赔罪，求姑娘救一救我的蓉蓉吧，我求你了。唐姑娘道法高深，就救救她女儿吧。是啊，不是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吗？唐姑娘就帮一帮她吧，她也怪可怜的。世人多愚昧且摇摆不定，你女儿答应了人家，连累人家殒命，自己却失信于人，这里面也有你们的责任。唐姑娘，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哪能眼睁睁的看着她往火坑里跳啊？蓉蓉不懂事儿，是那人花言巧语的欺骗了她，她的死实在与我们家扯不上关系呢。试问哪个母亲会让女儿跟一个……你们回去吧，明日我会去唐孙家，不为孙荣，而是送那戏子去投胎。姨母，唐姑娘答应了。太好了，蓉蓉有救了。唐姑娘，你终于来了，那鬼又来了，你快看看蓉蓉，她像是没气儿了。不必怪我，她离魂了，魂魄离体超过3天，确实快咽气了。我的蓉蓉，早知道娘就不反对你们了，只要你好好的，娘什么都答应你还不成吗？唐姑娘，求你救救她吧，你道法这样高，定能将她的魂魄找回来吧。唐诗锦抬手，指尖祭出一张符箓，融入孙荣眉心。我给她用了安魂符，依她这种状况，3个时辰内找回魂魄，或可无事。3个时辰？可我们要去哪儿去找蓉蓉的魂魄呢？她的魂魄还在孙家。唐姑娘，求你出手相救，你要多少报酬我都答应，哪怕是要我倾家荡产我也愿意。好说，贵妇有阴气，若不清除干净，时间长了，轻则影响你们的运势，重则影响你们的寿数，我一并帮你们清理了吧。好，有劳唐姑娘了。那戏子是不是真的在孙家？在，你女儿正跟他在一起呢。我就知道，那戏子就是不肯放过蓉蓉。从你女儿的面相来看，她命中注定会有此一劫。倒霉的是那戏子，以为两情相悦，结果却只有自己丧了命。唐姑娘说的是，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处，不该瞧不起那戏子的出身，连累我女儿。如今只求她能放过我女儿。忽然隐约传来咿咿呀呀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唱曲儿。他来了，他又来了！唐姑娘，拜托你将蓉蓉的魂魄救回来呀！你女儿虽失信于人，却也并非十恶不赦。我既来了，便是她的造化，说明她命不该绝。唐诗锦话音一落，人就消失了。自从我随大王东征西战，受风霜劳碌，年复年，恨只恨无道秦把生灵涂炭，只害得众百姓困苦颠连。你还我蓉蓉！不要吵，唱得不错。我虽不懂戏，但也知道戏已开腔，八方来听。戏没唱完，不得叫停的规矩。姑娘，是你呀？我记得你。当日在台上，他画着浓墨重彩的脸谱，他并未看见他的真容，否则或许他能看出他的劫，免他一死。但他既死了，也说明他命该如此。唉，你生前并未作恶，死后应该去冥府投胎。你与孙荣只是一场露水情缘罢了，你不应在阳间逗留。
当日也是姑娘许我唱完了一出戏。姑娘虽不懂这一行的规矩，但姑娘却是第一个尊重我的。我因露水情缘而丧命，不甘心就此离去罢了。他来孙家唱戏，意外见到了孙家小姐。他同唐诗锦一样，没有瞧不起他，反而说很喜欢他唱戏。可他终究卑贱，与孙家小姐情投意合，是他高攀了。孙母反对也是人之常情，只是他殉情了，孙荣却退缩了。你叫什么名字？我没有名字，我是邻人，他们都叫我于莲，供人赏乐。于莲，很好听，你不必妄自菲薄，你的戏很好听。若你肯去投胎，没准能投在一个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绝大多数都是人人平等的国度。在那里，你可以安心学唱戏，不会有人轻视你，更不会有人轻贱你的戏。姑娘说的莫不是世外仙国？我这样卑贱的人，又哪里能去到那样的好地方呢？那确实是个好地方。你不想唱戏了吗？我想。那就去投胎。我不会说谎，也没必要骗你。这一世太苦，下一世只要你肯努力，必将能迎来你的甜。将来的戏曲是瑰宝，你与孙荣已是人鬼殊途，所以莫要再纠缠了，对你对他都没有好处。孙母惊呆了，不敢置信地看着唐诗锦，心道他这是在忽悠鬼吗？戏子将来会是瑰宝？怎么可能？渐渐的，于莲身上的怨气又消散了些。放下不甘和怨气吧，我送你去冥府。于莲看了眼孙荣的魂魄，又看了看凉亭外的孙母，纠结片刻后，他释然了，嘴里吐出最后一口怨气。多谢姑娘渡我。唐诗锦抬手掐了个手印，他面前便出现了一条幽绿色的路。去吧。于莲转身飘进了明道。唐姑娘，那戏子……哦，我已经把她送走了。那我蓉蓉，你女儿在我手里呢。就这么就把蓉蓉的魂魄抓到了。唐诗锦转身回了孙荣房间，摊开手祭出一张符箓，将魂魄拍回了肉身里。你做什么打我？你女儿没事了。蓉蓉，你醒了。醒了就好，醒了就好。娘以后再也不逼迫你了。娘，于莲她……于莲已经去投胎了，你放心，她不会再缠着你了。今后你若还是喜欢戏子，娘也不拦着你了。只要女儿能好好的，下九流就下九流，只求蓉蓉别再做傻事，她是真的承受不住了。娘，对不起。你们母女叙旧的话，可以稍后再说，先把账结了。不知道唐姑娘要多少银子？5000两。5000两，这么多啊！我记得你是唐姑娘，救了镇上失踪女子的大师。现在我还救了你。可这5000两是不是太多了？你救了那么多女子，赏银也才3000两，为什么到我这儿就多了2000两？第一，他们不是阴魂作祟；第二，他们没有魂魄离体；第三，你觉得你的命不值5000两？值的。唐姑娘莫怪，蓉蓉她就是心直口快了些，5000两我愿意给。于莲她真的去投胎了吗？对不起，我不想，我没想害死她的，我害怕。你背上了因果，此生都会姻缘不顺。唐姑娘有没有办法帮蓉蓉？我帮不了她，这是她的孽。夫人，5000两银票备好了。孙母交到唐诗锦手里，唐诗锦接住，他却又舍不得放手。唐姑娘，你能不能画个符什么的，替蓉蓉结一结姻缘呢？夫人若是舍不得付钱，我们之间也会多一笔孽哦。别怕，蓉蓉，娘再给你请厉害的大师化解。娘，我想修行。蓉蓉，你说什么？我想修行赎罪。蓉蓉，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娘好不容易把你救回来，你不要这个家了吗？我没有不要你们，我只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带饭修行。娘，我不出家，你别担心。蓉蓉，你别听唐姑娘的，没准她是吓唬你的。什么姻缘不顺，她都没瞧过你的八字，怎知你会姻缘不顺？你去修行，让娘怎么办？你不能想不开呀！娘，于莲因我而死，我该为自己赎罪的。娘见过于莲吗？万一我死后要在地府受罚赎罪怎么办？娘，你舍得吗？孙母说不出话来了，只能抱着女儿痛哭。
姐姐，我想买个平安符。你家大人呢？怎么让你一个小孩子来买符啊？我爹娘死了，奶奶病了，婶娘说来这里买符可以保奶奶平安。这符你拿回去，放在你奶奶身上，但符纸并不能治病哦。你奶奶如果生病了，你要去医馆找郎中才行。小锦说，遇到家境困难的百姓，平安符、护身符这些可以便宜售卖，但也不能不收钱。买卖银货两讫，便不会有因果。姐姐，我不会用符，你可不可以跟我回去看看我奶奶？我的钱请不来郎中。好，我随你去看看。随后，唐令仪被小女孩牵着走出了挂店。忽然，她脚步一顿：“姐姐，怎么啦？”唐令仪想到小锦说让她不要出门的。姐姐，你要是不想跟我去，就不要勉强了。小女孩很懂事，但也很期盼和求助地望着她，瞧着着实可怜，令人不忍拒绝。啊，不勉强，我随你去就回。有小锦的护身符，不怕。奶奶，我买到保奶奶平安的符了，好心的姐姐来看你了。小女孩听见咳嗽声，松开唐令仪的手就跑进了屋。唐姑娘，谢谢你呀。老人家笑了笑，和蔼的面容中多了一丝诡异。但唐令仪并未开口说什么，她甚至没有走进屋子。大街上，唐令仪忽然撞到了人。眼瞎呀，走路不看路，好不容易休沐一天，白白浪费，真是扫兴。他怎么会在这儿？此人又是谁？但好像是他撞到了人。对不住，我一时没瞧见人。统领大人莫气，这位是唐大小姐，她可算是官眷呢，切莫冲动。官眷怎么了？老子还是禁军统领，冲撞了本统领倒也无妨。只是姑娘，你既撞倒了我，那便与我有了肌肤之亲，我得对你负责呀。不知姑娘家在何处，芳龄几何，可有婚配呀？唐令仪眉头越皱越紧，嫌恶地后退了一步，与此人拉开距离。唐令仪疑惑，他不是在守殿吗？什么时候离开的？有婚配也没有关系，本统领先娶了你。何老弟，你刚说她是谁家的大小姐？唐家，就是镇南侯府那个唐家。不过听闻唐大小姐随其母侯夫人离开了唐家，住进了柱国将军府魏家，统领大人可要仔细掂量掂量啊，这魏家父子可不好惹呀。我身为禁军统领，难道还高攀不上魏家？自然不是，统领大人多虑了。夫人，随我回家吧。别碰我！符纸，你莫不是早对本统领芳心暗许，去庙里求了符纸来保佑你？小锦的符纸为什么没效果了？唐令仪狐疑地看了眼掉在地上的符纸，呀，扔错了，扔成镇鬼符去了。这粗人是活的呀，当然镇不住他了。不必害羞，跟我。谁敢多管闲事？谢公子，人家姑娘瞧不上你，你怎么这么没眼色？还想当街强抢民女不成？你是何人？朱统领，他是谢家幺子谢寻。我管你是谢寻张寻，想学英雄救美，也得掂量掂量自己行不行？唐诗锦从孙家回来，在挂店没瞧见大姐，反倒瞧见了郡主。你可算回来了，本郡主等了你许久。等我做什么？我大姐呢？我来时你大姐这边不在。我去就回。说完，人转身就消失了。大姐，小锦，你回来了。如何？服气吗？你敢与我过不去？再来！不，本统领认输。既然唐姑娘来了，我就不做了，告辞。谢公子，多谢公子出手相助。只是你得罪了她，会不会给公子惹来麻烦？我得罪过的人不少，唐大姑娘不必放在心上。这个送给公子，就当是答谢公子今日的搭救之恩。唐令仪看他不接，以为他不信。我家小锦画的符是很灵验的，平时都要卖10两银子一张的，不灵不要钱。这如此说来，唐大姑娘到底是想送我，还是卖我？送你。那就多谢唐姑娘了。我来的不是时候啊。小锦，你说什么？没什么啊。大姐出门做什么？哦，似乎是有个小女娃迷路了，我送她回去。小女娃在哪？在哪儿来着？许是我不记得路了。大姐，我们回去吧。破宅子里，祖孙俩早已没了生气。归墟徒弟画的符也不过如此。道长回来了，要劳烦道长亲自跑一趟，辛苦了。摄魂术不能隔空操控，且着实耗费功法。这么说，道长成功了？贫道出手，岂有不成的道理？
他已经利用那对祖孙给唐令仪下了摄魂术，动不了唐诗锦，还动不了他身边的人吗？现在就等着唐家女送上门来。你怎么还在啊？本郡主留下来替你守殿，你就这态度对本郡主？多谢郡主。说来若我不在，这店里确实没人守。小姐，要不我们雇2个人吧？也好，店里多是大姐在操持，辛苦大姐了。不过雇人我要先看一看，符箓一类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接触的。你画符才辛苦呢，大姐跟着你赚银子有什么辛苦的？我有事情干，高兴还来不及呢。不辛苦，画符不难。我说你们2姐妹就不要互相吹捧客气行了吗？本郡主可坐在这儿等了你们半个小时呢。郡主帮我守殿，这张平安符送给郡主，拿回去带在身上，或者贴家里镇宅都行。我不要平安符。那你要什么？我想要你那个来去自如的符，顺衣符不卖的。你不是要送给我吗？不是卖。哎呀，我知道，你不就是怕有人拿着那符干坏事吗？本郡主的人品你还信不过吗？我保证，绝对不会拿你的符给你惹事。我就是好奇，没见过这么神奇的符纸。哎，你就给我一张，让我试试呗。唐诗锦没吭声，欣然郡主拉着他连哄带磨，吵得唐诗锦实在受不了。我可以给你一张，这还差不多。这符怎么用啊？拿着符，闭上眼睛，心里默念要去的地方就行了。不过这符的功效也跟使用者的修为有关，修为高的呢，可以完全发挥出符纸的效用；修为低的，暂时没试过，应该移不了多远。将军，水备好了，将军可以沐浴了。突然，水里冒出一个不明物体。魏将军，沐浴呢？好巧啊，我大概是……说话间，目光落在魏雨泽的胸肌上，他咕咚一下咽了咽口水。郡主，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在看魏将军沐浴。我不是有意的，我不知道你刚好在沐浴啊。他只是心血来潮试了试唐诗锦给的顺仪符，想着唐诗锦说的闭上眼睛，心里默念想去的地方，就到这儿来了。堂郡主就连自己的清白名誉都不要了吗？太胡闹了，他这样突然冒出来，定是用了小锦的符。他不会道法，也敢这样乱用符箓，万一要是出了什么岔子，他出现在别的男人桶里呢？他越想越气，真恨不得把他提起来打一顿，看看他脑子里是不是进水了。将军，出了何事？无事，你们退下。是。穿好衣服，出来。魏将军，我没有衣服穿了，这水好冷啊。魏玉泽脚步一顿，正是因为他沐浴用的是冷水，才叫他出来，泡久了怕他生病。可他身上的衣服全湿了，这是魏家，他上哪去找衣服给他穿？将军，把你的衣服借给我一身可好？去找令仪，借身衣裳来。还不快去！再敢乱看，眼珠子给你抠了。是。舅舅，是你要借衣裳，可是出什么事了？令仪，你把衣裳拿进来给我吧。这生意是欣然郡主。你去吧。郡主，你这是……出了点小意外啊！我先为郡主更衣。小姐不好了，老将军要罚将军。为什么要罚他？因为将军犯了戒，老将军已经知道郡主您在这儿了，说要让将军去崇王府请罪，生平崇王发落呢。魏将军是和尚吗？犯什么戒？好，这么说你是认罚了？认。还算你有担当，自己下去领30军棍吧。慢着，你舅舅要被罚了，你还在这儿开戏？唐诗锦挑眉，我这不是在给你们制造红线吗？老将军，此事不怪魏将军，是本郡主贪玩惹出的事，还请老将军不要责罚他。可他轻慢了郡主。不是我轻薄了他，是我得了一张小锦的符箓没掌控好，这才出现这桩误会，还请魏将军莫要怪罪才是。魏玉泽没吭声，老将军摸了摸胡须，缓了缓杖责。既然事情说开了，不是本郡主就先走了。本郡主此前都有得罪，也请魏将军不要同我计较，是我不懂事，让魏将军为难了。今后我不会再缠着魏将军了。魏宇泽一怔，他这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将军不喜欢我，我不该那么不识趣，对将军死缠烂打。毕竟我是郡主，想来也不愁嫁。
你不缠我吗？不缠了，将军很开心吧？我终于清醒了。魏雨泽攥紧了拳头，缠过他了，又不缠了。他是该高兴，可是为什么他似乎并不开心？你不是喜欢我？我是喜欢你，但又不是只喜欢你。我想过了，我还是想找一个喜欢我也心疼我的夫婿。难道他喜欢上了别人？魏将军，也祝你早日找到你想娶的女子。咱们往后就不必再见了。然后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你给我站住！唐时锦悄悄给他竖了个大拇指，以退为进，郡主好计策。将军还有什么事吗？你当我魏家是什么地方？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的身子是你想看就能看的吗？哇，劲爆哦！看来我的符起了大效用呢。我补偿将军吧，将军想如何？补偿？好啊，你补偿吧。魏雨泽眼神中带着占有，老将军则是沉默不语，就看着自己儿子被套路。小姐，郡主他……嘘，瞧，舅舅要被拿捏了。小姐，若要称郡主为舅母，你叫得出口吗？叫不出口。还好，小姐也叫不出口，也算有个伴儿。我方才同父亲说了，说完法就去提亲。你说什么？老夫这不成器的儿子说是想求娶郡主，不想郡主瞧不上他了，着实是他高攀了。将军是因为喜欢我想要娶我，还是只是因为我瞧了你的身子？魏家派了马车送欣然郡主回府，坐在马车里，郡主忍不住咧开了嘴角，越想越高兴。两者都有，我不想你瞧别的男子，你今日出现在我的浴桶之中，给了我直面自己心中情动的机会。想起魏雨泽的回答，郡主兴奋的手舞足蹈，恨不得在坐席上滚上2圈，然后啪叽一下滚了下来。郡主，你没事吧？没事，继续走吧。魏老将军已经说定3日后便来提亲，他得回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父王和哥哥。他来了，王爷有兴致，王爷先请。那本王就却之不恭了，去将唐家女带进来。唐令仪神情呆滞地坐在床上。唐家倒是出美人儿，唐时锦也有几分姿色，只可惜她浑身是刺，不好拿捏。还是你听话，用了摄魂术，果真少了些风趣。小姐，能有你这么个妹妹，我上辈子定是积了大功德，若不然我怕是早就翻不了身了。没想到堂堂瑞王竟如此卑鄙无耻，若不是你及时赶来，我便要万劫不复了。大姐，瑞王记恨的人是我，想对付的人也是我，说来还是我连累了你呢。瑞王感动你，我必让他付出代价。大姐，你受惊了，我先送你回去。瑞王背后还有人帮他，我得把那个败类一起揪出来。你要当心，早些回来。放心吧，大姐，我打扫完渣渣就回去。他一挥手，掀起一股清风，下一秒被唐时锦连人带床直接打包送走。玄阳子正在打坐中，忽而觉得温度骤冷，他猛地睁开眼，哪里来的野鬼，敢来贫道面前撒野？原来是你们2个，凭你们这点鬼气，也想找贫道报仇？识相的速速退去，否则便让你们魂飞魄散。既然你们不知好歹，贫道便送你们一程。何人打搅贫道出轨？修道之人却手染人命，枉杀无辜。阴魂找上你，乃因果循环。又是你！上次你拿个假布袋诓骗贫道，贫道还没找你算账，你还敢送上门来？今日贫道便结果了你，了却你我之间的恩怨。你放心，贫道会将你的符箓利用起来，为我道门增光。道门就是有你这样的人，才日渐衰微。他想以摄魂符操控唐时锦的心智，却不想唐时锦一挥手，一股极强的灵力将他的符纸打散了。哼，你灵力竟如此深厚！啊，姐姐，他跑了！他跑不掉的，姐姐会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但你跟奶奶呢，该去投胎了。他掐了个手印，幽绿色的明道出现在他眼前。世间太苦，下一世就不会受苦了。去吧，姑娘，谢谢你呀。袁观主，你以为你跑得掉吗？贫道那白猿观主玄阳子，不是什么袁观主，你我都是修道之人，
你何必帮着2只阴魂与贫道过不去？你的因果我本不想管，报应总会来的。可你不该动我大姐，害我家人者死了。唐大小姐就在瑞王府，你既然这么在乎你的家人，怎么还不去救她呢？别怪贫道没提醒你，若是去晚了，她可就成瑞王的人了。很好，我现在可以确定，你的报应就是我。轰的一下，他的身体直直地倒了下去。他用最后一口气抓住了一张符纸。唐诗锦收起五帝剑，走上去看了一眼肉身，似乎是察觉到什么。阿锦，可有伤着？我没事，但玄阳子无妨，有本王在，本王替你料理了。他招招手，高峰便带人将玄阳子的尸体抬了下去。王爷为什么这么偏袒我？没有理由，只是因你，阿锦终有一日会明白的。哦，玄阳子被我大姐用摄魂术，如果白云观的人要找麻烦，让他们来找我便是。有本王在，不会有人找你的麻烦。玄阳子恐怕还没死呢，这里有用过换命符的气息。想来他还会回来找你。玄阳子已死，他只能活在别人的躯壳中，想抓他并不难。王爷虽不修道，但懂得却多，不愧是国师的新传弟子。天快亮了，王爷，若是有人有损皇室颜面，会如何治罪啊？损就损吧，横竖皇室也没什么好脸面。我没有在说你，天亮了，就有好戏瞧了。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大地上，仿佛万物复苏，人们开始了忙碌的一天。一道惊叫声响彻整条街。这谁这么缺心眼啊？竟然连床都搬到大街上了！你们瞧，这床上还睡了一个人呢。赤身裸体，有碍观瞻，着实是有辱斯文。来人，什么人这么早将门窗打开了？准备热水，本王要沐浴。天哪，竟然是瑞王爷！瑞王爷这癖好有点独特呀。没想到瑞王爷看着雄壮，内处却像小鸡崽呢。屁股倒是大，哎呦，要死了，要长针眼了。瑞王面色铁青，昨夜唐令仪应在他床上才是，为何他会在东大街？看来是王府的地儿太小，瑞王兄想以天为被，皆为床。小燕，瑞王兄这床不错，就是不好搬回去。听闻瑞王兄对道法颇有研究，与白云观主来往密切，莫非是得了道长传授经验，在此吸收天体精华，想与天地同情？是你害本王！哦，瑞王兄的意思是，本王将你连人带朝搬来此处，供人观赏。瑞王气得咬牙，险些没一口老血涌上来。围观群众更是暗暗发笑。依我这眼力来瞧，瑞王妃当初与瑞王爷和离，恐怕不是瑞王妃的问题，而是……这也难怪，瑞王妃生的儿子不是瑞王爷的，没准是瑞王爷自己不行。住口！尔等胆敢妄议皇族亲王，本王看你们是活腻了。不说就不说嘛，自己小还不让人说了。就是，男人都这样，自尊心重的嘞。他感觉自己像只猴子，供这些贱民取乐。瑞王卷起铺盖裹在自己身上，然后他下床就走。瑞王兄这就走了？大清早的，瑞王兄连累本王跟你一起丢人，本王这个19王爷当的着实是冤枉。瑞王兄以一己之力抹黑整个皇族的脸面，让皇族之人跟着蒙羞，实在是不该。本王的床榻为何会出现在此？小燕，你敢说你不知道？本王确实不知，瑞王兄有此癖好。瑞王气得一口老血涌到了喉咙管。今日之辱，来日必报。说完，他裹着铺盖匆匆逃离现场，让人将床榻给瑞王兄送回去。是。你没听错，死的是玄阳子。回王爷，千真万确，那白猿观已经为玄阳子道长布置了这灵堂跟道场，要给道长做一场大大的法事。玄阳子死了，这怎么可能呢？竟连玄阳子都不是唐诗锦的对手。原是想让全京城都知道唐令仪爬了他的床，让唐诗锦和卫士等人在他面前抬不起头来。谁知道最后抬不起头来的是他。王爷，宫里传话，陛下召您进宫。瑞王脸色阴黑，起身走到小厮身边。王爷，瑞王掐着他的脖子拧断了。拖出去喂狗，谁敢在背后耻笑本王，跟他是一个下场。是。瑞王光屁股睡大街的闲言碎语不出半日就传到宫里来了，丢了皇家的脸面，气得皇帝罚他去守3个月的皇陵。皇帝虽是生气，却也只是小惩大戒，因为若无瑞王，萧燕便真就一家独大了。你给朕去祖宗面前好好反省一下，退下！
魏宇泽冷冷地看着瑞王，他已经听小锦说了，瑞王想对令仪不轨，小锦才叫他自食恶果。朕听说你二人有意结个亲家呀，崇王，此事可是谣传？不是谣传，臣已经答应这门亲事了。答应？你准备将何人嫁给魏将军啊？你朕可没有未婚适龄的皇妹啊。是欣然。欣然是郡主。崇王，你作为欣然的父王，行事又怎可如此荒唐？欣然与魏将军可差了一个辈分。欣然喜欢他，臣也没法子。陛下知道，臣对欣然兄妹俩素来不那么苛刻。再者，魏将军面容硬朗，身如松竹，一般男儿比不上他。但是他们俩年龄不合适，朕也觉得不合适。魏将军虽说是比欣然年长了些，但臣认为也无妨。年纪大的知道疼人，欣然娇俏，魏将军沉稳，臣觉得他二人正好合适。崇王安的什么心？想拉拢魏家吗？朕说了，朕不同意。欣然是郡主，她的婚事又怎可儿戏？朕自会给她选一门好亲事。陛下，欣然并非公主，未享过公主的尊荣，亦无需背负公主的使命与职责。若陛下执意如此，臣也可让她不做这个郡主。陛下，难道身为人臣，就连自己的婚事都不能做主了吗？说来惭愧，陛下不知，魏将军已经被欣然轻薄过了，整个魏家都知道。若是陛下要棒打鸳鸯，恐怕是要毁了臣子的终身呢。没看出来你哪儿惭愧了？教出来的女儿更是无比放肆，竟然敢轻薄男子。忍了又忍，皇帝才没有将骂人的话喷出来。崇王说的是，求陛下不要毁臣终身。魏家是有功之臣，魏宇泽都这么求他了，他能不让功臣娶妻吗？魏将军，回去找人算个好日子，将亲事定下来吧。欣然能得你这样一位夫婿，本王放心。听王爷的，我回去便让小锦算了吉日。将军不妨叫声岳父来听听。魏宇泽险些呛道：“不想叫，我看这亲事。”岳父，大丈夫能屈能伸，没想到他还真叫得出口。看来欣然确实没有看错人。本王等着你来下聘。白猿观，师父，师弟，这是怎么了？喂，你给我传信说师弟他……师父他是被人害死的。你说什么？何人敢害你师父？是他，一定是他。他与师父有过节，定是他害死了师父。求师伯为师父报仇啊！你给我说的清楚些。是唐时锦，她是京城镇南侯府的三小姐，也是贵虚道长的徒弟。师父曾见过她，想收她为徒，让她做白云观的大师姐。可她不但拒绝了师父，还出言羞辱师父。师父定是被她暗害的。贵虚的徒弟为何要害我的师弟呢？大家都是同道中人，他为何要痛下杀手呢？弟子不知。还有小师弟，不知为何也突然暴毙，与师父同一天过世了。你在此守着你师父，我去瞧瞧师弟，可有留下什么遗物？玄真子说着，抬脚往后堂走去。玄真子严谨地在玄阳子的房间里翻找些什么，突然身后一股阴风吹来。何人胆敢在我白猿观游荡？师兄，是我。师弟，你果然还活着？算不上还活着，我的肉身已经死了。师兄，你回来了，我便安心多了。你可是画出了幻命符哦，与你的小徒弟换了命。不错，我确实成功画出了幻命符，否则怕是连魂魄都保不住。可是你竟然用自己弟子的性命来换取你的活命，幻命符与禁术一般，修道之人禁用。你师兄是想让我死吗？不对，我已经死了，肉身就躺在棺材里，师兄没看见吗？若不惜用幻命符逃走，我还如何能见到师兄？我的弟子乃我亲传，为我渡劫，也是全了我们的师徒恩义。若你真的画出了幻命符，你便不会是现在这副模样。师弟啊，这么多年，你还是这么急功近利。罢了，你我道心从来不同，你好自为之吧。白猿观如今没有主事之人，师兄，你还要继续云游吗？这些年，师兄撒手不管观中事务，我肩负白猿观众多弟子的荣辱。师兄，你是不是该帮帮我了？你都死了，你还让我怎么帮你啊？难不成你还想活过来不成？师兄，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师父留下的经书上看到过的还魂之术？你这是异想天开。就且不说还魂之术从未有人实现过，单是那魂阵
还有与还魂符，没有个180年的修为，那也画不出来。你还是死下吧你！以师兄的修为，未必画不出来。我可以从旁辅助师兄。你都成鬼了，你还辅助我？哼，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投胎去吧。这辈子你修道修歪了，下辈子你回炉重造，我可有机会重新悟道。师兄，我只是想以自己的肉身还魂，并未伤害天理，有何不可？只要师兄助我定能复活。你用换命符害了徒弟一条命，这就是伤天害理。玄真子，你怎么还是这么迂腐不化？枉你修道数十年，毫无功绩。你别忘了，你师承白云观，可你又为道观做过些什么？我师早已舍弃了白云观，若不是我苦苦撑着，观里的这些弟子早饿死了。师父传你道法，难道就是让你在白云观危难时假清高的吗？玄真子面露愧疚。师兄，我从未强迫过你，你喜欢云游，我从未阻拦，就这一次，你帮帮我吧。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哎，小景出去了。阿娘这是要外出吗？小景去铺子了，我随后也过去。今日贵妃生辰，你没同小景说吗？啊，我忘了。你呀，现在满心思都是小景那间铺子，你干脆也跟小景一起修道算了。我倒是想，可小景不带我，说我与道门无缘呢。不若我去将小景叫回来。让二郎去，你回房去换件衣裳，梳洗一番，再随阿娘出门。好，阿娘你坐着等等我。刚好唐玉妍出来，你去找一趟小锦，就说贵妃生辰邀她入宫，问她可想去。贵妃此前又一说起她与齐王的姻亲之事，虽说是从唐娇娇头上挪过来的，但小锦若是不愿意，我便去回绝了贵妃。齐王？你同小景说，让她不必有顾忌。齐王虽也不差，但19王爷更好。但这话他倒是认同。贵妃大概是想让小景为齐王依腿。大姐，你和阿娘先去，我随后就到。怎么了？阿娘，小景传话说让我们先行，她随后便来。阿娘觉得你也适合修道。辛苦二哥跑一趟啦，我已经给阿娘他们传音了，就不必劳烦二哥再来回跑了。这传音符呢，二哥你拿着，下次有什么事情传音给我即可。倒也不费什么事，只是贵妃生辰，阿娘让我问问你，你是中意齐王，还是觉得19王爷更好？我为什么要中意齐王？那你就是更喜欢19王爷。二哥，其实吧，我更喜欢搞钱。这罢了，你去吧，二哥也要当值去了，马车便留给你。不必了，我有福。唐时锦掏出瞬移符施法的时候，心里不免想，19王爷跟银子比，哪个更香呢？结果就是瞬移符带差了路，果然不专心就容易跑偏。忽然他听到前方有打斗声音，他快速掐了掐手指头，看来不仅仅是瞬移符跑偏了，还是缘分使然呢。殿下，先走。这侍卫恐怕挡不住傀儡。殿下，没事吧？傀儡刺客，看来太子进步了呀。这是齐王殿下，方才多谢姑娘出手相助，不知姑娘是如何制服这些傀儡刺客的。定山符，我叫唐时锦。这位殿下可是个大客户啊。唐时锦，你就是贵妃娘娘说的那个唐家3小姐？是我，就是我。贵妃娘娘提起过吗？贵妃娘娘想让你实验。当即意识到自己多言了。这些傀儡杀不死，姑娘可有办法解决？简单。唐时锦打了个响指，祭出几张火符，顷刻间傀儡刺客身上便燃起明火。解决了。但就是吧，齐王殿下没有证据喽。不过是家常便饭罢了。那齐王殿下可要小心了，下次未必能有这么好的运气遇到我了。今日母妃生辰，唐姑娘可是要去贺母妃生辰？正是。进宫不在这个方向，唐姑娘走错路了。倒也并非走错路，齐王殿下与我有缘分。进宫路不远，唐姑娘可愿同行？可以，反正顺路。小姐你来啦，齐王殿下也在。夫人不必多礼。听闻请唐姑娘出手捉鬼除妖，都需要给酬劳。唐姑娘今日救了我，只是我身上没带纹银，这玉佩全且当作是答谢。现在的皇子王爷出门不带钱，是在无形炫富吗？唐时锦拎起那枚玉佩，在眼前晃了晃。是块好玉，应该能卖个好价钱。实验，我们走。那玉佩是殿下贴身所带，殿下将它送与唐姑娘，是不是？
你话有些多。那大姐，你回头找个当铺，帮我把这块玉当了吧。当了？不能当吗？齐王说给我，难道我不能随便处置啊？小锦想当就当，想来齐王不会那般小家子气，在乎一块抵出去的玉。好。齐王呢？殿下许是还没到。这孩子就是在故意躲着不来，趁此机会，本宫还想让他见一见唐时锦呢。贵妃的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唐时锦，迫不及待地就朝他走了过去。贵妃，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今日是你生辰，本宫还没贺你生辰安康呢。诸位不如同本宫一起敬贵妃一杯，贺贵妃生辰。恭贺贵妃娘娘，愿娘娘生辰安康。皇后娘娘来贺臣妾生辰，是臣妾的荣幸。诸位夫人小姐也不必拘谨，本宫与你们同饮一杯。小锦见过齐王，觉得齐王如何？齐王五官看似温和，但眉眼间却暗藏凌厉，且天庭饱满，山丘直挺，唇有珠峰，是大富大贵之相。小锦是在给齐王看面相。阿娘不是问我齐王如何吗？阿娘是问你，你觉得齐王这个人怎么样？天机不可泄露。齐王这个天道的备胎，他不能轻易泄露天机。算了，他觉得小锦并未将齐王看在眼里。你就是唐时锦吧？臣女唐时锦。本宫是来多谢你的，多亏了你医好了太子的眼疾。贵妃这里有新酿的雪莲酒，平时都舍不得喝呢，今儿是贵妃生辰，这才拿出来你们尝尝。本宫呢是想借花献佛，用这雪莲酒与你共饮一杯，谢你对太子的恩情。皇后娘娘言重了，小锦她不会喝酒，我这个做阿娘的替她喝吧。本宫方才瞧她是饮了酒的，怎就不会喝了？夫人莫不是信不过本宫，怀疑本宫动什么手脚？一杯酒而已，我岂能驳了皇后的面子？我喝。果真是个通透的，本宫喜欢你这性子，就怕你很快就不喜欢了。你们母女慢慢喝吧，本宫去瞧瞧贵妃。宫女又给唐时锦倒酒，但这次宫女却没拿稳酒壶，整壶酒就这么洒在了唐时锦身上。衣裙脏了，阿娘不该带你进宫来，这宫里意外就是多。阿娘没事。三小姐恕罪，都怪奴婢不小心，奴婢没拿稳，弄脏了三小姐的衣服。唐时锦眯起眸子，这点小伎俩他实在不看在眼里。毛手毛脚，你是怎么做事的？惊扰了贵妃娘娘的生辰宴，当心扒你一层皮。贵妃咬牙，这老婆子唱给谁听呢？姚贵妃当即站出来，母妃，你怎么才来？正要同她介绍唐时锦。三小姐这衣裙脏了，不宜再穿。宫里最不缺的就是女子的衣裳。三小姐，请随老奴去偏殿换身干净的衣裳吧。好啊。向嬷嬷不露痕迹的同皇后对视一眼，姚贵妃想上去阻拦。哎，贵妃，本宫也敬你一杯。说来也是沾了你的光，能让本宫也尝尝这新酿的雪莲酒。听说这酒大补呢。皇后喜欢，拿些回去便是。贵妃今日是主角，宴席刚开始，你可别想多久。本宫啊，定要好好和你喝上几杯。皇后来绊住她的手脚，贵妃心里着急呀，她要找谁去救唐时锦呢？齐王似乎明白了什么，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眼石业，石业当即会意，悄悄退去茶坛。另一边，向嬷嬷带着唐时锦绕到了偏殿，老婆子攥着手里的符纸，鼓起勇气骤然一转身。长姑娘，时间仿佛停顿了2秒钟。嬷嬷怎么啦？没什么。向嬷嬷晃了晃头，她发现自己手里的符纸已经没有了，难道是刚才已经甩出去了？唐姑娘没什么不适吧？雪莲酒虽清冽，但却容易上头，会头疼的。多谢嬷嬷关心，我没事啊。她乖巧极了，向嬷嬷彻底放下心来。太子殿下说过，用了那张符纸，人就会变得格外听话。你进去吧，衣服就在里面。好。唐时锦乖乖地走了进去。向嬷嬷要去给皇后报信，转身时眼神又逐渐溃散，她怔怔地停下了脚步。皇后等了1刻钟还不见嬷嬷回来，她心里有些犯嘀咕。这时她看到太子身边左膀远远地站在宴席边缘，皇后顿时就悟了。三小姐去换个衣裳，怎的还不见她回来？贵妃不去瞧瞧吗？唐家姑娘是你请进宫来的，
若是出了什么岔子，怕是你不好同魏家交代呀。姚贵妃气得磨牙，汤诗锦真要在她眼皮子底下出什么事儿，她还怎么指望他帮齐王？只能连忙跟上皇后去偏殿查看情况。偏殿中，殿下不可以的，你看清楚了，是老奴啊！贵妃很快反应过来，快速上前，一把推开了偏殿的门。是太子殿下呀，向嬷嬷，你这是做什么？大庭广众之下，你一个老妈子不要面子，怎的也不顾及太子的颜面，猴急成这样。贵妃，你胡说八道什么？臣妾哪有胡说八道？这么多双眼睛都瞧见了，皇后莫不是还想装聋作哑，当做没瞧见不成？太子，你这是在干什么？还不快放开向嬷嬷！太子不听。大家怎么都在这儿呢？你怎么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应该在哪儿？向嬷嬷不是带你来偏殿换衣服吗？啊，娘娘不知，我有清洗服，这衣裙不用换也能干净，故而没来这偏殿。怎么，向嬷嬷没跟皇后娘娘说吗？向嬷嬷要给太子喂奶，哪里来得及跟皇后娘娘禀报呀？你们都是死人啊，还不快把太子拉开！身边宫女立马上前，将太子从向嬷嬷身上拉开。老奸婢，你敢勾引太子？娘娘恕罪，老奴没有，是太子。向嬷嬷吐不出实话来。勾引？皇后娘娘这话说的不对吧？向嬷嬷这么大年纪了，又是太子幼时的奶娘，怎会是她勾引太子？本宫瞧着怎么看都像是太子强迫向嬷嬷的。向嬷嬷，你说是不是？娘娘，求您赐老奴一死吧。向嬷嬷不愧是中奴，太子是吃你的奶长大的，你心疼他也是人之常情。皇后恨不得撕了他这张嘴。一口一个太子吃奶，这贱人以为打压太子就能让齐王翻身吗？做梦！向嬷嬷，你说是怎么回事？奴婢不知道，奴婢不记得自己怎会在此。中了摄魂符，她当然不记得了。皇后脸色铁青，为了不让太子继续丢人，她忍痛扬手在太子脸上扇了一巴掌。太子清醒了吗？太子目光逐渐变得呆滞。皇后娘娘，看来一巴掌不足以让太子醒悟啊。皇后咬牙瞪了他一眼，贵妃可不怕他，回给他一个挑衅的微笑。母后，他一看情况就觉不对。汤诗锦，太子殿下叫我有事啊？他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什么时候？从皇后主动来示好，他就发现了，或者更早一点，他不过是将计就计罢了。小姐，没事吧？卫士和唐宁仪从女眷后面挤出来。太子殿下在本宫的生辰上做出这般失礼的事情来，皇后娘娘可容本宫说一句晦气？真是晦气，万幸没连累到石锦，否则本宫岂不成了恶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本宫指使太子的呢。太子干出这种事，当真是无德无礼。本宫要请陛下为本宫做主。这贱人抓住了太子的画柄，还不够他得意的，装什么委屈呢？太子想必是演着了。唐姑娘不也说过宫中有阴气吗？加之太子眼疾尚未痊愈，这才会将向嬷嬷当成唐姑娘。哼，那太子的眼疾确实没好全。只听太子忽然抽了口凉气，眼睛有过瞬间的刺痛，等再睁开，眼前确实一片模糊。母后，我看不清了。怎么会？来人，去召太医来。他不过是随口说来为太子开脱的，顺便带上唐诗锦。谁知太子的眼睛就疼了。太医很快就来，瞧过太子的眼睛之后，为难地表示太子的眼睛诊断不出病因。是你说太子的眼睛没好全，是你对太子做了什么？是皇后娘娘说啊，太子的眼疾尚未痊愈的呀。我只是顺着皇后娘娘的话说罢了。太医不也说太子的眼睛没病吗？石锦从头到尾可没靠近过太子，我们这么多人都看着，哪是他对太子做了什么？太子这眼疾时好时坏，莫不是与德行有关？贱人，敢暗讽太子德行不好。我早提醒过太子殿下身边的侍卫，太子的眼疾瞧着像是经书上说的做了缺德时遭的报应，虽服药可以好起来，但要心境清明，不可生邪念，方能无碍。难道是左侍卫没将我的话带给太子殿下？太子怎么可能信他这话？他说不说都是一样的。想来是太子身边的人没将你的话放在心上。汤诗锦点点头，即便太子眼疾犯了，也不能抵消他在本宫宫里做出这等有伤风化之事，本宫还是会禀明陛下的。来人，将太子送回凤仪宫，陛下那里本宫自会去说。万万没想到，
今日偷鸡不成蚀把米，反叫贵妃猖狂了起来。向嬷嬷引诱太子，将他拉下去杖毙。皇后还真是够狠的，向嬷嬷是她的心腹，竟也能痛下杀手。是老奴用手段迷惑了太子殿下，老奴愿以死谢罪。太子是无辜的呀，娘娘。太子若无辜，这无辜2个字儿必然是黑色的。娘娘，你要保重啊！皇后心口一沉，虽有满腹怒火，却无处可发，最终只能带着太子离开。好好的生辰，被搅得乌烟瘴气。你们都回去吧，吃好喝好，就当太子这事儿是意外，都别放在心上。本宫的宴席可不能叫你们败兴而归。是，真刺激！以后有宫宴，他们还来。石锦，你受惊了，但石锦你手段高，这才没吃亏。不枉本宫担心一场，还叫齐王找人去接应你呢。我手段高？我是什么手段啦？瞧是我说差了，石锦聪明才没有吃亏才对。向嬷嬷想给他用摄魂符，可摄魂符迷惑不了他，他便让太子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摄魂术。贵妃娘娘不必抬举我，娘娘找上我是想让我给齐王治腿吧？石锦果然聪慧，不错。齐王的腿经太医医治了半载，始终不见好。本宫想请你帮他看看。能啊！天道的备胎怎么可能是个半身不遂的？这不就遇到他了吗？他的腿真的还能好起来吗？当真？齐王的腿你真的能医？能医，但要收钱，不白治。这个自然。你要多少诊金？尽管开口。唐诗锦竖起5根手指头。5000两，可以。只要齐王能痊愈，本宫再多给你1000两。是5万两。我给太子治眼睛，太子给了9万两。不过他眼疾时好时坏，并不是我的药不好，而是他心术不正，与我无关哦。齐王的腿疾也并非寻常用药就可以治愈的。贵妃娘娘应该见过他的腿啊，上面应该黑青缠绕，像藤蔓一般向上生长，发病时如万蚁蚀骨，痛不可言。贵妃听得心口一紧，大黑筋长到肚脐，齐王的双腿就彻底废了。非斩腿不能保命，但那黑筋却并不会因此消失，而是会继续往上爬。等爬到齐王心房，他就会彻底与世长辞了。齐王更是定定地看着他，心中起伏不定。所以啊，5万两我真的没有讹你们，贵妃娘娘考虑一下吧。不必考虑，你治吧。他就齐王这么一个儿子，是他全部的希望。即便齐王不能做皇帝，他也希望他能平安健康，长命100岁。站在齐王面前，然后弯下腰，准备去动他的衣摆。你做什么？看病啊！我不具体看看，怎么知道你的情况？也好研究一下治疗方案呢。齐王渐渐松了手。齐王殿下不必害羞，我就看一眼，不会为难你的。萧齐微微偏头，耳窝里似乎有些热。唐诗锦提起他的裤管看了眼，果然与他结合他面相推算出来的一般。原来如此。怎么样啊？齐王的腿呢，大概要分2次治疗，1次踢虫，1次解咒。贵妃娘娘可以治1次，付1次的银子，2次付清。他还真是实诚啊。齐王的腿啊，是中了尸蛊及咒术，这种虫子既阴又毒，它会慢慢的啃噬掉寄居者的血肉和内脏。齐王至今毒素才蔓延到小腿，想必是有人为你压制过吧？你身上应该有能克制尸蛊的符箓。这是国师给我的，确实如同唐姑娘所说，或许就是这张符保了我一命。能画出这个品相的镇煞符，国师完全可以解了他的尸蛊。为什么他不解呢？唐诗锦总觉得国师那个老匹夫是故意将这些事情留给他的。好好带着这张符，他确实能延缓尸骨的爬行速度。齐王抿唇，默默地将符纸收了回去。贵妃娘娘，小锦既答应了替齐王殿下医治，若无其他事儿，我们就先告辞了。好，想必夫人也无心回宴席了，本宫命人送你们出宫。殿下，娇娇姑娘来了。她来做什么？嬷嬷摇头表示不知。殿下怎的又把眼睛蒙上了？嬷嬷语气担忧，想扶一扶他。别碰我！太子这是怎么了？太子知道嬷嬷对自己的忠心，但今日在宫里，他实在恶心到了。我伺候殿下便是，你退下。那唐娇娇，让她来房间见我。是。娇娇见过太子殿下，殿下怎么又把眼睛蒙了起来？您的眼睛不是痊愈了吗？过来。殿下。太子便一把将他拉扯到自己怀中，唐娇娇眼底闪过一丝讥讽，却不想下一秒太子直接推开了他。太子殿下。退后！
唐娇娇心下一颤，不敢再触怒太子。殿下，你怎么了？一碰到唐娇娇，他就想到自己对向嬷嬷又啃又咬，恶心的感觉直冲天灵盖。你来找本太子做什么？我想找殿下借3000两银子，救木槿。救谁？木槿，就是我身边的丫鬟。唐娇娇，你当本太子是冤大头吗？还是说，你以为和本太子之间有了所谓的赐婚，你就能随意挥霍太子府的金银？你真当你是太子妃了不成？木槿被19王爷带走了，王爷要我拿3000两纹银赎他出来，我实在是没法子了，才来找殿下的。本太子的眼睛花了9万两，尚且没治好，你觉得是本太子的眼睛重要，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丫鬟重要？唐娇娇说不出话来，横竖她也只是做做样子，免得有人说她对贴身丫鬟置之不理。怎么，唐家连3000两银子都拿不出来？父亲同太子一样，不想救木槿。不是本太子不想救他，而是本太子有什么义务要救他？娇娇，你的丫鬟得罪了19皇叔，怎么你却怪本太子见死不救呢？娇娇不敢，是娇娇说错话了，殿下恕罪。本太子眼睛疼，娇娇不要再让我心烦可好？是。你先回去，等本太子眼睛好了再许你来。唐娇娇并未多做纠缠。左莽，殿下有何吩咐？你去魏家找唐诗锦买药。可唐诗锦的药价格昂贵，你难道有更好的法子给本太子治眼睛？还是说太子府拿不出几万两银子了？卑职这边去。什么道尊，什么符箓，都他娘的不管用，连个唐诗锦都对付不了，还有脸自称道尊？三小姐，太子殿下的眼睛疼，特命卑职来买药。好说，银子带了吗？这是3万两，三小姐可以清点一下。3万两不够啊！三小姐，此前几番拿药都是这个价，同样东西断没有坐地起价的道理。谁跟你说是同样的东西了？这次的药更贵。买卖自愿，断没有强买强卖的道理。所以我没有强迫左侍卫一定要买哦。太子的眼疾是复发，一般复发的病症呢，比初次更为难治。这次的药丸炼制起来，也多花费了我更多的时间和心思。三小姐要多少银子才肯拿药给卑职？9万两，这次一次到位，只有1颗药，保管太子吃了，眼疾便会即刻好起来。什么？你能掐会算？你觉得我身上有9万两银子吗？说你这个穷鬼当然没有啊，所以啊，你可以回去找太子，我不急。1颗药丸9万两，三小姐是不是太过分了？便是灵芝妙药，也没有卖的这么贵的。过分吗？我的药就值这个价，嫌贵可以不买啊。你们可以去买灵芝妙药来治眼睛。三小姐这般与殿下作对，对你有何好处？是，你话还挺多啊，咸吃萝卜淡操心。药价以外的话题免谈，我们不熟，我讨厌没有边界感的人。左莽又是一噎，最后只能怒冲冲的回去。唐诗锦竟敢如此算计本太子，府中还有多少库银？忽然他嗅到一股熟悉的幽兰香。道尊，本太子眼疾犯了，道尊可有法子？这人神出鬼没，若是他能治他的眼睛，他就可以省下那9万两。没有，道尊的道法不弱于唐诗锦，本太子的眼睛是被唐诗锦的道法所伤，道尊怎会不能医？莫不是道尊不想为本太子医治？你要这么觉得，我也没办法。那道尊来做什么？看本太子的笑话吗？还是说道尊的实力其实根本敌不过唐诗锦，连本太子的一个小小的眼疾都治不了？太子要这么想，本座也没法子。你到底哪头的？太子殿下莫不是以为本座是你这头的？难道不是吗？哼，容本座提醒你一声，你还没坐上那张龙椅呢。道尊的摄魂符连唐诗锦都对付不了，难道本太子不该质疑道尊的实力吗？太子，本座今日要教你一个道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己废物，莫要觉得所有人像你一样废物。唐诗锦是有天分的人，假以时日，他的修为远超于我也不无可能。你到底来干什么的？这世间的修道之人，能操控明火的少之又少。本座是来提醒太子的，我若是你，就不会再去招惹唐诗锦。太子要对付的是萧燕，而非一个女子。听起来道尊似乎很抬举唐诗锦，莫非道尊与他有什么渊源？任何有实力的人，本座都不会吝啬抬举，就像本座抬举萧燕，他不愧是帝星，即便丢失了命格，却依旧能够闯出一片天来。反观你们，与萧燕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云与泥之别。哼，
道尊既然如此看得起萧燕，为何又要助父皇夺他命格，削弱他的实力？本座抬举萧燕是一回事，夺他命格又是另外一回事。太子该庆幸，本座帮的不是萧燕，否则你连这个太子都做不上。他讨厌极了这个狂妄自大的狂徒，但又无法辩驳。唐时锦已经画出了7星方位图，萧燕大约已经预知了他的命格所在。太子有空在一个女人身上费心思，不如想想怎么才能从日渐恢复的萧燕手里保住你的太子之位吧。说完，他转身消失不见。太子的眼睛，本座能治，但本座不治。人总要受点教训，才能记住教训。太子气得呼吸都重了，同时又不免担忧了起来。19皇叔知道命格所在，又有唐时锦帮他，万一他真找回了全部的命格，他与父皇长久以来的谋划，不就都白费了吗？奴婢见过太子殿下，皇后娘娘让奴婢来告知殿下，贵妃娘娘今日在宫里寻了唐时锦为齐王一腿，请太子殿下多加防备。唐时锦好不容易才废了萧齐的腿，唐时锦又来跟他作对。道尊说话跟放屁一样，是他招惹唐时锦吗？分明是唐时锦总跟他过不去。萧燕要除，唐时锦也不能留。先去拿银子，去买药，一切等本太子眼睛好了以后再定夺。本太子的婚事也要废除。殿下的意思是？然后太子低声在他耳边说了几句。卑职明白，卑职回殿下办妥。唐娇娇要倒霉了。呀，左侍卫又来啦！再晚一点，我可就要出门算卦了哟。9万两，药呢？太子殿下果然有钱，比皇帝还大方。药在这儿，左侍卫付钱拿药，咱们银货两讫。他这话是在捧杀太子吗？内含太子比皇帝有钱，传到陛下耳朵里，太子免不了又要被责骂。三小姐说卑职话多，我看三小姐话也挺多。太子的闲话可不是谁都能说的，当心祸从口出。不怕，我能逢凶化吉。苏猛愣是被他气了一次又一次。你可以走了。这药丸当真能让殿下即刻痊愈，不再复发？能啊，只要太子心清目明，好好做人，就不会再遭报应。怎么感觉这番说辞与之前3万两一次拿药时说的一样？左侍卫还有问题吗？没问题，我要叫人来擦地板了。这是在嫌弃他脏了魏家的地板？他捏紧药瓶一甩手，愤然离去。9万两进账，今日财运不错。然后他叫上唐令仪一起去挂店，开始赚钱的一天。唐姑娘，唐时锦走在路上，有人叫他，他没回头。唐姑娘，唐令仪与他说起店内的趣事，唐时锦仍旧没回应。唐时锦，唐时锦顿住脚步。小锦，你怎么了？有点小情况。大姐，你先走，我随后就来。出什么事了？哎呀，一点小意外，我很快搞定，大姐别担心。那你小心些。唐令仪便先走了。刚死的阴魂跑我这来干嘛？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我叫了你那么多声，你们是看不见我吗？唐时锦瞧了他一眼，然后一挥手把他捏在手里，转头换了个安静的地方，甩手将他扔了出来。他怎么会被唐时锦抓在手里？想起来了吗？你已经死了。唐时锦打了个响指，梁曼曼眼睛里逐渐从迷茫变得清明。梁曼曼愣怔在原地，脑子里想起了自己的死因。他是在去求救的路上摔死的，脑袋撞到了石头上，肉身倒了，魂魄跑了出来。你已经不适合留在阳间了，会有阴差来接你的。唐时锦说完就走。等等，你别走，我是来找你救人的。救谁？救我爹娘。我家闹鬼了，我担心我爹娘和我哥哥会有危险，所以想请你去抓鬼。你知道你现在也是鬼吗？我没想过害人，我打听过，请你捉鬼要拿银子办事。我生前藏了一些私房钱，可以给你做酬金。唐时锦看了看他的面相，你本命不该绝，可你多管闲事，结果摔死了，可见你是个倒霉鬼。你本命不该绝，可你多管闲事，结果摔死了，可见你是个倒霉鬼。一到梁家，姑娘你是何人？可是来吊唁的？哥，唐姑娘，他是我哥。我知道，不用介绍。姑娘说什么？我是来送。唐时锦说着微微一顿。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梁曼曼。我来送梁曼曼回家。姑娘说什么？梁曼曼的阴魂在这儿。梁文渊不敢置信的回头看了眼灵堂里摆着的棺椁。姑娘是说我妹妹在这儿？
而你看得见他？是阴魂。姑娘能看到阴魂？唐诗锦点头。姑娘，你是？唐诗锦，就是京城里传言那个会抓鬼的唐诗锦。我想应该没有第二个唐诗锦了吧。唐姑娘认识曼曼？不认识，是他找我来的，顺便送他回家，免得他在外游荡成为游魂。曼曼找你来做什么？捉鬼。我家哪来的鬼？姑娘一会儿说见到曼曼，一会儿又说我家有鬼，莫不是在拿我取乐？我妹妹不幸过世，家中父母正是悲痛的时候，还请姑娘莫要开这种玩笑。梁公子是在回避什么吗？姑娘若是来吊唁的，上一炷清香便是；但若是来说些子虚乌有的事，还请姑娘离开吧。渊儿是谁呀？娘，这位姑娘是来祭奠曼曼的。我瞧这位姑娘有些眼生啊，怎么没听我家曼曼提过呢？我跟她不熟。你家闹鬼，加之梁曼曼过世，家中阴气更甚。梁夫人近日应该心悸多梦，夜里手脚发冷，夜不能寐吧？姑娘莫非会医术？不，我是看面相。夫人的面相不太好，从面相上看，夫人似乎是做了什么昧良心的事，夜里才会噩梦不断，被怨鬼侵扰。梁母嘴巴颤了颤，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恐。唐姑娘，我娘本就伤怀，你怎可这般胡言乱语吓唬她？我若是胡言乱语，夫人何必这么害怕？娘，您别听她胡说。梁文渊安抚老母亲，瞧着那叫一个孝顺，但从他的面相来看，也不是什么好人。吵什么？吵什么？你们是想让曼曼不得安息吗？你又是谁？为什么来我女儿的灵堂上闹事？看面相，此人更像个庄稼汉，看着老实，但面相上更多的是粗鄙贪婪，眼底还藏着猥琐。哼，梁曼曼委托我来捉鬼，我看你们一家三口皆被鬼缠，阴气已经爬上了你们的眉眼，不出3天，轻则病，重则亡。若不化解那鬼的怨气，你们梁家上下都不会有好下场。你放屁！我们家根本就没鬼，你少在这儿吓唬人！不走，赶紧走，要不然休怪我拿大扫帚赶你出去。唐姑娘，你走吧，我家不欢迎你。呸，只是晦气。唐诗锦也没有多留，人呢多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爹娘，你们相信唐姑娘啊，她说的都是真的，梁家就是不干净啊。我的曼曼怎么会出这种事？叫我可怎么活呀？娘，您别太伤心了，曼曼若真有阴魂，她定不会想看您这么难过。娘，她一哭，灵堂里的阴风又刮了起来。那死丫头若是真的成了鬼，就不该回来家里吓唬我们。好难过。曼曼，真的是你吗？梁曼曼失落地站在家人面前，说不出话来。报应呢？报应呢？这是为何要连累我的曼曼呢？娘，别说了。娘说什么报应？唐诗锦算了日子，来年春日花朝时节，正是春暖花开的好时候。舅舅和郡主的亲事定了下来，这大好的日子，本郡主自然要找你来分享我的喜事。恭喜郡主啦，心想事成。不过你别想我叫你舅母啊。呀，不叫就不叫，我也不是那样死板的人。横竖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可唐诗锦却看着他的脸，欲言又止。有话直说，我拿你当最好的朋友，与我还有什么不好说的？你命里有道坎，虽能如愿，却不见得能长久。什么坎？不好说。本郡主不怕，有什么坎儿，本郡主都能趟过去。郡主活得通透是好事，做人嘛，应该珍惜当下，方能不留遗憾。不错，所以为了不留遗憾，本郡主决定带你上街。去日不论你看上什么，本郡主买了。唐诗锦扑哧一笑，这样大方的朋友他喜欢。小锦，你怎么在这儿？你能来，我们不能来。小锦，纵然我们不是亲姐妹，可我们都姓唐，有过同一个父亲和母亲，你何必这般见死不救呢？我原本就姓唐，当然我也姓过萧，但你就不知道姓什么了。这唐娇娇矫揉造作，来触小锦的眉头，不怪小锦不给她好脸色。小锦，我无意与你争抢什么，我们毕竟是姐妹啊，你何必这么咄咄逼人，要针对我呢？打住！第一，我只有一个姐妹，叫唐令仪。其次，你说你回回上赶着找虐，怎么能怪我针对你呢？你不是不跟我争抢什么，你是争不过。当然了，你想要的那些东西，我从不稀罕。你若是再不识趣地往我面前凑，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咄咄逼人。唐诗锦实在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啊！我就喜欢你这种
看不惯我，哎，又干不掉我的样子。他就喜欢唐诗锦这张嘴，他要学着点，天才蠢才都不如一副好口才。三小姐，殿下还在等你。跟随唐娇娇一起来的还有左莽。三小姐不必与闲人多言，请吧。唐诗锦足足坑了殿下18万两银子，当然有闲心在这听戏了。有劳左侍卫。然后径直从唐诗锦他们面前走过。你知道他为什么说你见死不救吗？你觉得我很闲吗？会去关注唐娇娇的事？19皇叔不是抓了他身边的一个丫鬟吗？听说人死了。唐诗锦眼神闪了闪，想起来了。小皇叔对你真好，摆明是在替你出气啊。王爷说让他拿银子赎人来着，只是给他一个教训罢了。就他，唐娇娇啊，哼，他都能卖假符骗钱，怎么可能拿银子去赎人？何况还是一个丫鬟。唐娇娇要倒霉了。唐诗锦睨了眼对面那扇紧闭的房门，欣然也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似乎隐约大概明白了什么。殿下，房间里有一扇屏风挡住了唐娇娇的视线。殿下是带娇娇来看戏的吗？过来。听声音似乎不太对。殿下的眼睛好些了吗？屏风后的人迟迟没说话。唐娇娇似乎猛地意识到不对，她当即就要转身离开，可却突然觉得头昏脑胀，视线也变得恍惚起来。屏风后走出一个人影来。你是谁？为什么要算计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未来太子妃。是谁让你来的？真香啊，美人，我会好好疼你的。戏唱完了，我们走吧。看来唐诗锦没打算救他。哼，走吧。临走前，唐诗锦脚步一顿，抬眸望了眼2楼的另一个雅间。怎么？雅间里的太子似乎是注意到有人在看他。不是，一切按殿下的吩咐办好了。做了坏事还怕人说呀？唐诗锦已经走出清风楼了，他是如何听见的？左莽，你好似不对劲。太子似乎没听见唐诗锦讲话，是盗法吗？只有我一人听见。这次又是什么符？哦，传音符罢了。卑职是觉得殿下这么做恐怕会引起唐娇娇的记恨。是吗？是卑职将她带到这里来的，她必然能猜到是殿下的主意。猜到又如何？左莽，你要记住，女人是最无足轻重的东西，唐娇娇充其量也只是个玩物而已。但若是这个玩物妨碍到了本太子，本太子便会将他一脚踢开。庆王不认他，他便毫无价值。1刻钟后，紧闭的房门被打开。这么快？那猥琐男似乎知道太子在此，一脸满足加讨好的对着太子的方向微微一拜。你找的什么男人？根本没眼看。左莽又是一噎。唐娇娇呢？他是要看着丑男人的吗？左莽抬头对那猥琐男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猥琐男当即领悟，默默地把脑袋缩了回去，然后关紧房门。须臾，房间里发出一声惨叫。美人儿，你别这么看我呀，我也不想的，可你不肯出声，我也是没办法呀，没打疼你吧？哎呀，他是真舍不得打美人啊。是太子指使你来的。你怎么知道？他跌在地上，整个人仿佛要支离破碎。忽然他笑了起来。美人儿，你怎么了？美人儿这饱受凌虐的模样又让他心痒痒，可太子还在外面等着呢，他没有时间再好好疼他了。太子殿下可真狠心啊，为了不娶她，不惜毁了她。美人儿，你别哭，不如你就跟了我吧，以后我疼你。你更该死。唐娇娇正是因为知道她如果叫就会引起外面人的注意，所以即便再疼再恨，她都死死地咬着牙不肯发出声音。可这贱男人为了让她发声，竟然打了她一巴掌。外面雅座的客人们纷纷探出头，哪怕不看，唐娇娇也能猜到此刻外面的人必定都在瞧着这个房间。怎么回事？公子，是第一次雅间的客人闹出了动静，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贵客，伙计听到房间里有声响，不知发生了何事，需要帮忙吗？丑男人在万众瞩目下打开了房门。没什么，就是我的美人怪我弄疼了他，打扰到诸位了，抱歉啊。客人难道不知我清风楼的规矩？什么规矩？进去看看，别出了什么岔子，找清风楼的麻烦。没等伙计进门，里面传出声音：别进来。你是这里的老板吧？我第一回来这楼里，不知道规矩也是人之常情。
你瞧，我的美人害羞了，你们这贸然进去是不是不太好？何人在此喧哗，惊扰了殿下听戏？殿下？哪位殿下？你没看见他眼睛上的白布？我听说太子殿下眼睛可不好，患有眼疾啊，那当然是太子殿下了。见过太子殿下。不必多礼，本太子是来寻我未婚妻的，你们可有见到她？我等并未见过殿下的未婚妻子呢。岳公子瞧着太子看似温和的脸，直觉告诉他要出事儿了。是吗？那本太子去别处找找。哎呦，没想到太子殿下竟如此深情，眼睛不好还亲自出来找人。这太子未过门的妻子叫什么来着？叫唐娇娇，唐家养女。莫不是就是那个被夫人甩了休书的唐侯爷？正是，听说镇南侯为了这位养女，舍弃了自己的夫人和亲生子女呢。可见唐家十分重视这位养女。哎呦，她可是未来太子妃呀！搁我家呀，我爹娘能把她当菩萨供起来。住口！你们知道什么？娇娇才不想做什么太子妃，娇娇喜欢的人是我，你们不要胡说八道。就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长得跟癞蛤蟆似的，哪来的脸跑到清风楼吹牛？我没有吹牛，娇娇喜欢的就是我，我是她男人。那唐娇娇即便不是侯府亲生，却也是在侯府教养过的，她能看上你？岳公子越听越心惊，这话传入太子耳中，他脚步一顿。你说什么？丑男人表情有些慌，注意到左莽的冷眼，他只能硬着头皮陪太子演戏。太子殿下，娇娇早就是我的人了，还请太子殿下能够放过她，成全我们吧。殿下息怒。唐娇娇是不是在这儿？让唐娇娇来见本太子。岳公子皱眉，用这种手段去算计一个女人，真他娘的龌龊。太子殿下，此事兴许有什么误会。唐小姐既然是未来的太子妃，又怎会与这种人厮混呢？我清风楼素来不过问客人隐私，所以今日不论这个房间里的人是不是殿下口中的太子妃，都与清风楼无关。殿下明智，还请殿下莫要迁怒我等平民百姓，我们可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平民呐。若你等真无辜，本太子自不会牵连你们。我们无不无辜，你心里不清楚吗？与你厮混的，当真是唐娇娇？是，但我和娇娇是天生一对，还请太子殿下成全我们。你是太子，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可我只有娇娇啊！够了！臭男人敢这么恶心他，要不是唐娇娇还没露面，他分分钟就叫人把这个丑男人拉出去剁了喂狗。左莽，你去看看唐娇娇是否在里面。是。太子殿下这出戏比他写的戏还精彩，他决定下个月就用太子谋划的这出戏为素材写一出新戏，肯定卖座。片刻后，左莽从房间里出来了。殿下，房中无人。你看仔细了，里面无人。回殿下，位置查看清楚了，确实无人。唐娇娇去哪儿了？左莽也费思，主仆俩同时目光阴寒地看向丑男人。他刚才还在里面的，殿下饶命，我都是。你说唐娇娇在里面，人呢？我不知道啊，里头没人啊。这么说来，是这丑男人扯谎了。谁会放着好好的太子妃不做，跟一个野男人厮混呀？哎呦，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看不出这事儿才对。随口污蔑娇娇，你好大的胆子！左莽，将他带去京兆府，让刘大人依法查办。是。太子殿下饶命啊！我都是您的。一手捂住他嘴，一颗药丸从他指缝里滑进了丑男人口中，然后他发现他失声了。殿下您瞧，我就说是一场误会吧。我看诸位贵客说的不错，那人就是得了失心疯，满口胡言乱语呢。这清风楼发生的事，岳老板难道不清楚吗？这是在恐吓我？切，别以为你是太子我就拒了你。殿下难道没听闻过清风楼的规矩是不得过问客人的隐私吗？我以为像太子殿下这样贵重的人是不屑来我们这种谈天说地谈情说爱的地方的。最后太子冷着脸甩手走了。戏演砸了呀。醒了？是你救了我，你是谁？为了一个男人放弃自己的亲生父母，失去庆王府这座靠山，如今落得这副下场，后悔吗？我知道是谁在算计你吗？是唐诗锦。愚蠢，事到如今你竟还在自欺欺人，迁怒他人。你虽有野心，但你没什么脑子。你以为攀上太子就能让你披上凤命吗？太子这个储君能不能当上皇帝还未可知，他将你踩在泥污里，你竟还舔着他。你与唐诗锦实在是天差地别，庆王夫妇如此精明通达的两人，怎么会生出你这样愚不可及的女儿？你是庆王府的人？
知道接下来你该怎么做吗？我要报仇。很好，找谁报仇？太子。回答正确，还不算无可救药。怀了太子的孽种，你知道你与太子是兄妹吗？从前你与太子苟合，没人管你，可你得知你是庆王所出开始，你就该与太子断了。你竟还怀上了他的种，唐娇娇，我真该让你死在清风楼。不，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求你帮我，求你帮帮我。你想让我怎么帮你？我要入太子府，太子不是不想娶我吗？不是怕被人诟病吗？我偏要做太子妃，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兄妹，仅此而已。不，我还要让太子死无葬身之地。你确实有几分像庆王妃，但也仅仅是像。我可以帮你，连同你肚子里的孽种一起变成屠戮太子的刀，你愿意吗？我愿意。很好，好好看看这本书，背书里面的术法，只要你怨气够重，加之你恰好是阴体，又有孽种乃至阴母体，可培育成凶煞，到时自然能找太子报仇。你会道法？修道要看天分的，你觉得你有天分吗？不要妄想与唐诗锦比较，你比不过他，便是重新投胎也未必比得过他。没试过，怎知比不过？不想死就不要再去找唐诗锦的麻烦，别怪我没警告过你。黑袍道尊说完，人就转瞬消失了。因为答应了姚贵妃要替齐王一腿，于是唐诗锦抽空去了趟齐王府。你要跟到什么时候？等你答应娶我家人为止。明日便是第3天了，真担心你家人，劝你回家去看看，否则你们一家很快就能团聚了。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大哥他们会有危险吗？好歹你也是个鬼了，难道你没瞧见你家的阴气和怨鬼吗？是我嫂子要害我们家，你不是修道吗？你知道我家有怨鬼，为什么不收了他？我是修道，但我不是清道夫。你就没想过你家人遮遮掩掩，不敢让我进府捉鬼，是为什么？唐姑娘，你在同谁说话呢？啊，没人，走吧，去为齐王治腿。唐姑娘请。齐王腿脚不便，便让石业来接他。我们殿下喜静。喜静好啊，适合养病。唐姑娘，殿下的腿真的能治愈吗？能。王爷，你怎么也在啊？本王来瞧瞧齐王。哦，王爷对子侄真是关心呢。原来是皇叔醉翁之意不在酒。听闻阿吉要为齐王治腿，本王帮你。帮我？怎么帮？王爷会解尸骨？不会，本王给阿锦打下手。好吧，我特地为齐王解骨研究了一种新符，就叫捉虫符吧。这符还是张黄纸啊？哦，还没画呢。唐诗锦竖起右手食指，然后左手食指犹如刀刃一般划过右手指尖。这捉虫符得用我的血来画，效果会比较好。说着，他便以血画符。他的血蕴含灵力，用来引诱尸骨最合适了。萧燕皱眉，画好了。疼吗？不疼啊。19王爷面色冷肃，真的不疼。齐王殿下，我们来捉骨吧。这符呢，可以将蛊虫引到你的小腿根。我会划开你的皮肉，让虫子顺着骨血钻出来。会有点疼啊，你忍着点。胡芳，你动手就是。唐诗锦看了他一眼，然后将捉鬼符运用到他腿上。符箓一贴上腿部皮肉，就能看到皮肉下有东西在蠕动。唐诗锦瞅准时机，手指为刃，在齐王小腿上划出一道窗口，流出的血黑中带红，这便是骨血。齐王咬紧牙根，却是一声不吭。他倒是能忍，不一会儿，那些肉虫就掉满了一盆底，少说有10几只。虫子都出来了，我再为你检查一遍。唐诗锦看了眼齐王惨白的脸，甩出一张符箓，然后他脸色有些不好。可是没拔干净，他可以再来一遍的。倒是低估了培育这尸骨的人，这些虫子可以在寄生的地方产卵。齐王一顿，脸色白得像纸，瞧着摇摇欲坠。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能解决，就是你要多痛一回了。胡芳，唐姑娘继续就是。这人确实能忍。以这虫子的数量，按理说，即便国师给你的符能抑制蛊虫蔓延，但你腿部的肌肉也早该坏死了。可你腿部的肌理没有达到最坏的程度，可见你很努力，也很坚强。正是因为你的坚持，让你的腿部肌理没有坏死，否则便是我给你拔出了尸骨，剔除了虫卵和尸毒，你也站不起来了。唐姑娘果然是慧眼如炬。我有办法可以让你感觉不到疼痛。你说什么？
啪的一下，齐王当即就昏了。殿下，他没事，让他晕着吧，痛感不会那么强。这么多虫子爬在齐王血肉里，其痛苦可想而知。石叶齿恨不能杀了那个谋害殿下的人。有刀吗？越锋利越好。就这个。萧燕直接拿出七星剑给唐诗锦，并且贴心的幻化成匕首大小。王爷，你听，他要哭了。阿锦，不要小瞧他，他跟着本王什么样的腐蚀厉鬼都见过，这点小场面算不得什么。阿锦，莫要被他骗了。那就多谢王爷啦。又瞥了眼石叶说：“别愣着了啊，把你家殿下扶到床上去，踢了虫卵，我好收工。”半个时辰后，唐诗锦踢完了所有的虫卵。总算搞完了。这是个细致活儿，倒不是说剔虫卵多难，而是这些细小的虫卵都敷在骨缝里，要给活人剔骨缝。唐诗锦还是第一次干，好在没出什么岔子。他先是祭出一张清洗符，将沾血的七星剑洗干净。那王爷，你的剑。唐诗锦又回过头，掏出2张符箓，用在齐王腿上。只见他腿部的伤口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别看复原符简单，但却是最为耗修为的。这5万两银子不好赚呐。齐王身上的蛊虫已经清除干净了，剩下的就是一些余毒。今天他的身子已经透支了啊！你转告齐王，准备好银子，好好休养几日。下次我再来为他清理体内的余毒。多谢唐姑娘，唐姑娘真是殿下的贵人。付钱就行。殿下早就准备妥了，25000两，请唐姑娘过目。唐诗锦扫一眼，便将银票收进了布袋里。那你把这张符交给贵妃娘娘，让她贴在镜子上，看在贵妃娘娘和齐王掏钱大方的份上，我呀免费送她一个惊喜。王爷，我们可以走了。